后杨伟带着我们来到都城，但是这个小子根本没把我们往城里带，而是一直沿着城墙在绕行。想要检验他实力的最好办法，那就是出城去杀丧尸。我倒是要看看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个大忽悠。此时城门口不少人正在集结，看到杨伟后，马上有人喊了起来：杨伟，前面好几只6阶丧尸，快帮一把！唐大哥，前面有危险，我必须马上前去支援，要不你们先在城内等我。这小子居然还知道玩欲擒故纵，不用，我跟你一块去。我准备展露一下实力，虽然自己的气势摆在那儿，让刚才2位大佬都已经相信了我的实力，但心里还是会有一丝丝的怀疑。只有自己真正出手一次，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疑惑。堂哥，我去吧，我也去。我们很快就来到了城外，江月轻松出手，就秒了2只6阶丧尸后，万茜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又极快地干掉了另外3只6阶丧尸。这2个女人好强，肯定是7阶强者。可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大家小心，这是7阶丧尸。堂哥，要不我们先撤回城内吧？呵呵，来都来了，不看我表演怎么行？瞬间移动，雷电之力。可恶啊！眼前的这个人好厉害，差点就被伤到。难道他就是主人说的最强人类吗？不错呀，你竟然能躲开我的雷电之力。我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小命要紧，抓紧跑！我还没表演完，你跑了怎么行？瞬间移动，时间静止。我操！雷电之力，眼前的7阶丧尸在我雷电之力下彻底变成了灰烬。我也获得了一颗7阶变异晶石，兄弟怎么样？我还行吧。我擦，堂哥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偶像啊！就在杨伟对我无限崇拜时，李静英从管城打来了电话。堂哥，不好了，大黄贪吃变异晶石，变成宠物蛋了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城外我斩杀7阶丧尸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京都，我8阶的实力已经没有人再怀疑。小唐同志，经过上面决定，我们将马上分派精英小队出去寻找全国各地的幸存者，并且尽快升级我们的实力，以共同应对接下来的大战。一旦华夏这个庞大的机器再次联合运转起来，我相信肯定能给丧尸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小唐同志，而且小唐同志同时还是一名8阶异变人类最强者。今天我正式任命小唐同志为特殊行动员，在小唐有需要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要无条件配合他的行动。我没想到李政委居然会给我这么大的权力，这也无形之中给了我不少的方便。李司令，我需要回管城一趟，我感觉我的宠物在这个时候发生异变，应该跟不久后要发生的大战有些关系。我的2位妻子就先在京都协助你们寻找幸存者吧。好的，小唐同志，祝你一路顺风。京都距离管城足足1800多公里，以我现在的飞行速度，应该3天就能回来。到达管城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娘子军团。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金黄色的大狗蛋就是大黄变的。堂哥，都怪我不好，没有保护好大黄。自从你们走后，他就特别能吃变异晶石，专门挑等级高的吃。静音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感觉大黄远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他既然是从空投箱里出来的，那就一定有他特殊的安排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。我明早就走，京都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们不能松懈，要抓紧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这一夜，在王珂和心仪的猛烈攻势下，我终于认输投降。不过他俩也晕死过去。第2天和众人离别后，我又马不停蹄地往京都赶去。这飞行技能就是方便，让我大大缩短了赶路时间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一位穿着怪异的中年人显现了出来。年轻人，没想到你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，进步还真是快啊。不过这8阶的实力还远远不够啊。这是一颗我的本命金丹，能助你升到9阶异变者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需要提升一下你的精神力。难道你就是让我重生的那个人吗？为什么不在末世开始的时候给我，省得我一路辛苦升级到现在？呵呵，如果那个时候就给你，这金丹的能量会把你撑爆的。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亲自干掉末世的那个幕后主使呢？我中了他的尸毒，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，现在只能牵制他，给你们创造更多的时间。他已经吞噬了8颗星球了，如果你们的星球再被他吞噬，那么整个宇宙都没人能战胜他了。年轻人，我要回去了，能踏破虚空见到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。神秘人走后，我深深陷入了沉思。一旦末世的幕后主使没了他的牵制，肯定会大举进攻地球的。看来我也要抓紧升级了。回到京都后，我把大狗蛋交给了万茜他们，便独自来到了屋里。我先拿出1000颗7阶变异晶石，准备按神秘人说的先提升精神力。我把1000颗7阶变异晶石分批吃了下去，随着大批能量涌进身体，我渐渐感觉可以精准控制散发出的每一缕精神力，方圆数千里范围的异变我都能探查得一清二楚。此时我已到达最强状态了，我赶紧拿出本命金丹，一口吞了下去，随后大能量从金丹中释放了出来，快速融入我体内的每个细胞。此时我感觉整个身体要被撕裂了一般。此时有一股能量朝着我的眼睛涌来，眼睛处传来剧烈的疼痛。就在我马上就要痛晕过去的时候，系统传来了声音：
恭喜宿主成为9阶圣级异变者，获得异能规则之眼。规则之眼可无视等级，洞察任何物体的弱点。与此同时，京都外一座无人的小县城，天空间忽然出现了空间裂缝，又有大批的丧尸降落了下来。这一次7阶丧尸都不在少数，甚至还有8阶的身影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30天，在神秘人的帮助下，我也成功升级到了9阶圣级异变者。而我总感觉9阶之后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，可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，这也深深的困扰了我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大批丧尸隐居蓝星，全国各地的战斗终于打响。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我在升级为9阶异变者之时，明明感应到一丝8阶丧尸皇的气息，为何现在隐匿起来了？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秘密。唐团长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谈，去我的房间吗？什么重要的秘密？居然还要去他房间说？难不成这家伙看上自己了吗？唐团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高爆手雷吗？要是在末世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看到这武器肯定会欣喜不已，但现在的我对这东西已经没有了感觉。就算是以前的导弹，现在的我也可以轻松躲避过去。这玩意儿用处大吗？你仔细看看。当我拿到手上的时候，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这个手雷蕴藏着大量的能量，我稍微推测了一下，这颗手雷的能量竟然相当于10颗2阶变异晶石的样子。你再看看这个，这个明显比上一个能量更加强大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应该相当于10颗4阶变异晶石的能量总和了。还有吗？更高级的。陆统领再次掏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雷递了过来。这一次这个手雷已经相当于10颗6阶变异晶石能量相叠加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玩意儿丢出去应该可以威胁到7阶丧尸了吧？虽然不足以将其击杀，但也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小的伤害了。这东西的威力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一点。走，我们城外找丧尸练练手。我们很快来到了城外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吧。手雷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落在了密集的丧尸中间。我操，这也太猛了！一个手雷就能干掉一群丧尸。你确定这是2阶变异晶石的手雷吗？要不要是一个高阶的？那我就试试这个6阶的吧。这次的爆炸声音比上一次猛烈多了，就连大地都好像摇晃了一下。我滴个乖乖呀，这也太猛了吧！这种6阶的手雷简直就是新世界的核武器啊！这东西咱们有多少？6阶的不多，毕竟6阶变异晶石可是能升级8阶的。现在人类的8阶还不算很多，6阶变异晶石都是供不应求。如果我弄点8阶变异晶石来，能不能搞个8阶手雷出来？这6阶的手雷就有如此大的威力，要是8阶的，估计9阶丧尸都得受伤。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手里有这玩意儿，我也放心了。现在最高就是6阶，7阶都没法做。不过这只是我们研发的武器中的一种，除了变异手雷外，我们还有100颗变异晶石融合的变异炮。不过现在只有4阶的，而且我们还有上千颗2阶变异晶石融合的小型导弹。这真是一个大惊喜啊！这些武器能研发出来的话，我相信除了背后的黑手，丧尸应该不再是我们的威胁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制作流程了，大概要1周后，这些武器就可以投入全国范围使用。就在这时，万茜赶过来。堂哥，大黄苏醒了。太好了，走，去看看。当我们赶到住处的时候，大黄浑身散发出的气息就震惊到了我。主人，我的好兄弟，本汪汪现在已经是7阶强者了，牛比不牛比？万茜姐，你的欢迎方式真特别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主人，我说我是变异兽，你信吗？我是被兽王通过空间隧道投放到了蓝星，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地球，你信吗？那你怎么会到我们地球的呢？因为我们的星球也遭受到了丧尸的攻击，兽王最后使用领域空间保留了一部分我们同类的火种，而我们则是通过空间隧道传送到了你们蓝星寻求帮助。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因为你太垃圾，说了也是白说。你们兽王什么等级了？好像是准地级。听到这个新的级别，我心里猛然一惊。大黄，你们星球还有多少变异兽啊？不知道。那你还知道回家的路吗？不知道。不过我能感应到我来时空间隧道的大概位置，就在未来城的北边，具体能不能找到，还得看运气。此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要去一趟。毕竟大黄他们的兽王是一位准地级的存在，而且丧尸也攻击了他们的星球，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成为合作伙伴。毕竟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大黄，我们明天就去找你说的那个空间隧道。第二天，我和大黄离别众人，前往未来城。看着大黄带领的方向，我隐隐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大黄，这里真的就是你说的空间隧道的位置吗？好像是这边。中午时分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大黄说的目的地。就是这里吗？是的，主人。随后我立马散发出精神力，开始探测。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，但是我没有感应到任何的波动。就在我刚准备收回的时候，那看不见的空气中突然有什么东西跳动了一下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。随后我开启规则之眼，在规则之眼的照射下，
任何物体都能被我发现弱点。就在那边，我们过去。主人，这通道是单向的，我们可能有去无回啊！我再去打开了规则之眼，在规则之眼的照射下，我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运行规则。然后我快速掏出了一颗7阶变异晶石，并塞进了嘴里。我要将眼前的单向通道改成双向的。我庞大的精神力开始试着转化为空间之力，慢慢的填入了这条空间通道之中。好了，大黄，我们走吧。我刚迈入空间通道，身影瞬间就消失不见。大黄没有过多的犹豫，紧跟其后也进入了空间通道。随后我们顺利抵达了绿星，这里就像是在一个原始森林里面，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木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周围并没有丧尸的踪影，不过大黄也已经失踪了。别看在空间隧道里只是一步之遥，换算到了绿星后，很有可能就是天南地北的差距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先去附近寻找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变异兽的踪迹。我走得十分小心，虽然这边现在是白天，但是四周都是静悄悄的，给人一种冷飕飕的感觉。我走了足足20几分钟，依旧没有见到任何活着的生物，别说什么高阶丧尸和变异兽了，连一只蚂蚁都没见到，该不会是来错星球了吧？我还是先去找大黄吧。于是我硬着头皮飞上了天空，希望可以找到它。几分钟后，我果然发现了大黄的踪迹。傻狗，差点就找不到你了。不对，你不是大黄，你们只是长得很像而已。他竟然能够轻易挡住我的攻击，看来这是一只9阶丧尸。我才不是什么丧尸呢，我是人类。少骗我了，我们这里怎么可能会有人类呢？我是通过那个空间通道特意过来找你们的，你快带我去你们变异兽的藏身地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，你这可恶的丧尸！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，10几只变异兽走了出来，领头的是一只狮子模样的神兽，而且实力竟然也高达9阶。你好，我是小唐，是一名人类，我对你们没有恶意，我是从空间通道过来的，想跟你们合作。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丧尸？9阶丧尸伪装成人类也不是不可能。怎么跟你们说呢？我是从蓝星过来的，我的家乡同样遭受到了丧尸的入侵，和我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只大黄狗，等找到了它，就能证明我的确不是丧尸了。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星球已经跟丧尸到了最后的决战关头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人类的实力还是处于劣势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我要去请示一下兽王。不用请示了，我同意去蓝星帮助人类。此时兽王白虎从远处飞了过来，而大黄竟然就在他的旁边。大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主人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兽王是我大舅，我已经把蓝星的事情都告诉他了。好家伙，你不早点跟我说，我都快担心死你了。小伙子，是不是打败了那个幕后主使，丧尸就会消失？按道理来说是这样的，因为丧尸都是他创造出来的，只要干掉他，丧尸数量应该就不会再增加了，到时候我们再把残留的丧尸全部干掉就行了。对了，兽王前辈，请问生地的事情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不太懂，因为我也只是踏入了地级的门槛，但是上届兽王曾说过，拥有领域才有成帝的资格。领域吗？那怎么才能拥有领域呢？你们人类的领域应该和异能有关，你依旧要从精神力和异能入手。听到这里，我虽然还是有些一头雾水，但是至少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。我去召集绿星上的最强神兽，随后就赶往蓝星。放心吧，蓝星有我们在，只要地级丧尸不来，我们都能应对。你也可以趁此时间抓紧领悟地级。兽王前辈，您为什么要这样不留余力的帮助我呢？因为大黄说你是千百年来难得一遇的天才，我相信他的眼光，而且我已中了尸毒，很难再提升境界了，不如赌一赌搏一搏，单车可能变摩托，毕竟打赢丧尸对我们都有好处。敢问前辈，你所说的最强神兽都是什么等级？现在我们有9阶神兽8只，8阶神兽113只，7阶神兽247只，你看够用吗？那可太够用了，有你们的支援，我们一定会战胜他们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丧尸的影子，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兄弟们，主人说了，这一仗能打赢，回去一狗奖励一个妞子。大黄哥，什么是妞子？为什么在绿星没听过啊？妞子就是会让你爽歪歪的奖励。那堂哥能让我们这么多兄弟都爽歪歪吗？放心吧，主人，别的没有，就妞子多。堂哥，大黄又在胡说八道了，老是妞子长妞子短的，就好像他很懂似的。我可没说奖励他们这个，就算给他，他会用吗？大黄哥，妞子是什么呀？这个你不需要。那我有什么奖励？奖励你2个大鸡腿，好不好？谢谢大黄哥，我去杀丧尸了。时光飞逝，很快1周就过去，而人类自从有了变异兽的加入和变异晶石武器的大规模，华夏各地四处开花，到处都处于战斗之中。这也是末世以来人类所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反击。末世后积压已久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。此时的我在不断的去摸索中，已经对于领域有了初步的认识。通俗的来讲，
只要自己能把技能转换到一个单独的空间里就行了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全都是自己的异能之力，而在一个充斥着自己能量的空间里，相当于自己是主宰。而我现在拥有多个异能，如果说领域就是自己制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异能空间，那自己把多种异能全都填充进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？一种异能所形成的领域很强大，但如果能把不同的异能组合成一个领域，互相包容，取长补短，那岂不是更加牢不可破了？随后我开始尝试，我要制造一个空间出来，而这个房间就是我创造的单独空间。首先我填充的是空间异能，下一秒眼前的桌子就消失不见了，瞬间移动到了另一个地方。紧接着我释放了时间异能，时间空间配合下，我可以将眼前的桌子静止在自己的空间中。我决定先把时间和空间领域弄出来，先让自己有了地级的实力之后，再慢慢去研究其他的领域。当我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，时间已经过去了5天。堂哥，你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，是气质的问题。堂哥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层面了一般。我经过了整整5天不眠不休的努力，终于将时间领域以及空间领域的雏形给弄出来了。现在我的实力已经达到了9阶的最巅峰状态，一般的9阶在我面前还真没有丝毫的还手余地。而另一边，京都外那无人的县城里面，大人，人类中出现一个疑似9阶的人类，有点意思啊。不知道是不是大人特意嘱咐过的那个人类？人类出现9阶，意味着真正的大战正式开启。看来我们得去看看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城外的丧尸好像又多了不少呢？好像是的。要不要跟上面汇报一下？不用了吧，对方也没来攻城，不用担心。也就在此时，城外的丧尸突然有动静，无数的低阶丧尸纷纷朝着两边散开，好像在迎接着什么重要的角色。一只丧尸如众星捧月一般的走了出来，在他的身后跟着好几只8阶丧尸皇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有9阶人类的城市吗？怪不得你们迟迟不敢出手，他已经不是你们能对抗的了。他就交给我吧，9阶变异者鲜血的味道，光想想都让我沸腾。听我命令，准备攻！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哈密哇！8阶的牛魔吗？还有8阶的白虎，甚至还有那么多土口兽。这颗星球有点意思，这座城市更有意思。堂哥不好了，丧尸攻城了，城外出现了大量的高阶丧尸，甚至还有一只9阶丧尸。动作是真快啊！这只9阶摆明是冲着自己来。我此时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隐隐有一丝丝的兴奋。刚好自己才升级没多久，正愁不知道该如何快速掌握自己的能力呢，这就送了个靶子过来。只要对方不是那传说中的丧尸帝，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再怕的，正好还能试一试自己的规则之眼。想到这里，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顶死你！我日你法海的9阶丧尸还搞偷袭，你是真的狗啊！不好，大黄有危险！瞬间移动。这个人是哪里冒出来的？我怎么没有丝毫察觉？雷电之力，俗物环绕。可恶啊！这个人类远远比想象中的还要难缠，难怪能被大人称之为变数。如果再等上一段时间，让你把自身的力量完全掌握，那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现在你还是嫩了点，我想走你还留不住我。是吗？那你再试试这个，开启异能规则之眼，开启领域空间。今天就拿你当磨刀石吧。竟然是领域，你难道成帝了吗？不对，你才是准地级。等我们真正的大人到了后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什么是真正的准地级？准地级就是同归于尽吧，人类。太可恶了，他宁可自爆也不愿告诉我。哎，有空再问问兽王吧。这是一颗金黄的9阶变异晶石飞了出来。这9阶变异晶石果然是不同凡响，拿在手中就已经能感受到它这雄厚的能量。这要是吸收下去，自己的精神力直接就瞬间补满了。不过我肯定不会这么浪费，留着以后关键时候再用。现在那只9阶丧尸已经被解决掉了，剩下的那些7阶8阶有异兽的配合也不足为惧。万茜、江月，等这次丧尸工程结束，你俩就升级8阶吧。我估计这次又能收获大量的变异晶石。唐团长，我现在就带领手下把城里的丧尸都给清理干净。好的，那就辛苦陆统领了。堂哥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我现在好像并不是真正的地级实力，好像是什么准地级，虽然只有1字之差，但听得出来差距还是挺大的。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差距到底在哪里。从刚刚那只9阶丧尸口中得知，不久后就会有地级丧尸降临，这让我有些不安。我准备问一下兽王，现阶段也就只有他对于地级这个实力有一定的了解了。小伙子，你不是在感悟地级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你小子该不会已经成功了吧？成功了，好像又没成功。我现在应该是准地级。那你现在拥有领域了吗？有了，而且是2个，时间和空间的。
我擦，你也太变态了，这么短时间就弄出了2个领域出来。兽王，你别光顾着感叹了，你倒是看看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为什么只是一个准地级呢？如果我不能快点达到真正的地级，等到地级丧尸下来了，我们都得玩完。什么会有地级丧尸下来吗？是的，我感觉不出意外就是下一次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。地级丧尸不可能通过空间通道下来的，以地级丧尸的实力，这种空间通道根本容不下他们。他们只要知道蓝星的定位后，他们就可以通过肉身渡过宇宙跨越而来。这么夸张吗？横跨宇宙，如果我努力的话，确实可以飞出蓝星，但是在宇宙中根本待不了多久。你的肉身强度不够很正常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掌握地级的关键。之前你问我的时候，我害怕你急于求成，所以只说了领域。但是除了领域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你的身体需要达到生生不息的地步。身体达到生生不息吗？是的，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那你的战斗力绝对是成倍的增长。你接下来要去感受这大自然中流淌的能量，尝试着去获取它们，而不是再通过变异晶石获得精神力了。我懂了，感谢兽王指点。从兽王那里回来后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尝试了。只不过我之前并没有尝试过从空气中吸取能量，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。万茜，你能感觉到空气中的能量吗？空气中的能量可以啊。什么？你竟然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能量？对啊，堂哥，难道你不能吗？那你能主动吸收这些能量吗？能啊，你不能吗？我还不能。万茜感应到空气中的能量，并且能够自主吸收，这是成为地级的一个基本条件之一。看来你离成帝也不远了。万茜，堂哥就靠你带了。这有什么诀窍吗？我也形容不来啊，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了。不过这能量吸收方式跟吸收变异晶石能量的方式有些相似，估计是你平时没有想到要从空气中来吸收灵气，所以没有试过而已。开启异能规则之眼，在我这双眼睛的注视下，眼前的空气突然变得有了颜色，之前自己并没有注意过，看来这带颜色的空气就是自然之力了。随后我在万茜的帮助下，开始尝试吸收自然之力，能量入体的刹那，那原本感觉已经到达极限的身体再次获得了增强，而且不是一点半点。这小小的区域隐藏的能量居然如此之多，仿佛无穷无尽一般，一直在朝着自己的身体灌溉。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，我感觉我现在好像已经踏入了真正的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50天，我此时已经把管城的娘子军全部接回，赶往未来城。已经成功升级为地级的我，打算进行最后的闭关。因为这里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，也是我的重生之地，哪里开始就哪里结束吧。此时各大城市都同时停止了进攻，主力人员都在冲击高阶层次，以应对接下来新一轮的丧尸大军。整个华夏再次陷入了平静之中。不过在这表面的平静下，暗流不断涌动。3天后，京都这边首先发现了异常。首长城外有不少的低阶丧尸在四处行动，自从上次丧尸攻城后，已经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了。像这种大规模的低阶丧尸出现在各个地方的情况确实很反常，你带领一支小队去看看情况，一定要打探清楚。万团长，请问堂哥还没有出关吗？还没有呢，怎么了，陆统领？我猜所有的高阶丧尸现在应该都已经集中起来了，我感觉这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是的，堂哥说了，马上就会有地级的丧尸下来。这些丧尸明显已经是准备抱团固守，然后等待后援力量的到来了。不过现在整个华夏上的高阶丧尸也没有很多了，这段时间我们就提升自身实力，静观其变吧。几天后的晚上，漆黑的天空中，一道亮光突然出现。首长，远处的光柱是什么？这光明明很远，但是诡异的是，我们都能看到。不好了，难道是丧尸帝要下来了吗？万团长，堂哥出关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能看得到那光柱吗？能。万茜简短的回答了一个字，双方都陷入了沉默。未来城和京都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可现在却能同时看到那一道光柱。丧尸星的通道再次开启了，而且这一次只有一条通道。我们现在只能静观其变，等待堂哥出关了。当天夜里，全国各地无数人都没有入眠，全都被那道通天的光柱所吸引。而在华夏境外，那座无人的县城，大批高阶丧尸又聚集到了一起，好像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。太好了，那位大人正在展现自己的伟大力量。这通天的光柱如同神灵降临一般，刚好可以让这个星球上的土著们看看什么叫做神迹，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力气。只要大人出手，什么天才什么变数都只会化为大人的养分，让他更进一步。是的，一会儿大量的丧尸会借着这一道空间通道出现在蓝星上，开启最后一轮的战争。很快，大量的8阶丧尸开始通过通道来到蓝星，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8阶丧尸才全部通过。紧接着的是9阶丧尸，平日里哪怕是在丧尸星，都很难看到如此多的9阶丧尸齐聚一堂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这样的盛况。又1个小时后，这一次的丧尸降临才全部结束，具体的数量已经没办法统计了。反正8阶9阶的丧尸就已经把整座县城都塞满了。此时丧尸星上在空间通道的入口处，无数的高阶丧尸整整齐齐地站在这里，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。
已经确定好坐标了吗？是的，大人，不算特别远。人类的高阶强者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和你会会了。随后在他们的注视下，这个丧尸地腾空而起，坚定地朝着蓝星的方向走去。第二天，整个华夏依旧风平浪静，并没有7阶以上的丧尸出现，这让陆伯宏也是一头雾水。统领，兽王找你。陆统领在为昨晚的光柱烦恼吗？可不是嘛，看来最终一战马上就要到了啊。最终一战嘛。对啊，丧尸侵略的每一个星球，在最后关头都会有一次最终战。当这巨型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，就是代表着这场战争要准备收尾了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才好呢？最终一战下来的全都是高阶丧尸，而且他们的目标也不会再放在那些普通低阶生物身上了。如果你们是想减少普通人类的伤亡，那可以把所有的高阶全都集中起来，然后等待丧尸过来就行了。全部集中到一起吗？是的。另外，如果丧尸地真的降临蓝星的话，那这些高阶丧尸还有一段时间不会行动。低级丧尸想要穿过宇宙过来，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这个过程时间应该不会太短。小唐好像还在闭关吧？是的，我昨晚才联系过。蓝星是目前看上去最有希望胜利的星球了，我们都尽力而为吧。据我最近对你们蓝星的了解，未来城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。我们所有人，包括变异兽，都集中在未来城吧，给小唐多争取点时间。只有他把地级实力完全掌握，我们才会有机会。好的，兽王大人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是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陆国宏统领说，要把所有的人类和变异兽高阶全都集中到未来城来，主要是7阶以上的，7阶以下的则是留在原来的城市。不仅如此，未来城里7阶以下的人类要全部都遣散出去，让他们去其他的城市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陆统领说，最终一战下来的全都是高阶丧尸，而且他们的目标也不会再放在那些普通低阶生物上了，高阶集中在未来城。到时丧尸大军应该只会攻击未来城了，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丧尸是不是真的不会进攻其他的城市，所以这还是有一定风险。可是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现在的意思很明确，整个华夏以未来成为最后决战之地，我们准备最后决战就行了。静音安排下去，娘子军现在没有升级为7阶的，明天中午之前全部升级为7阶，我们要全员参战，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姐妹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万茜团长，是什么事这么急切？马上就会陆陆续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异变者过来，在这之前，你们得把未来城这边全部都给安排好。未来城将是最终决战城市，所有高阶集中在未来城，低阶我们要分散到其他城市。未来城现在也有上百万的人口，低阶异变者才是主流，那岂不是大部分未来城的人都要迁移走？是的，如果未来城作为主战场，那这些人肯定要妥善处理好才行，太近了可不行，到时候战斗起难免会波及到他们。但是稍远一点的话，现在这外面可是有不少丧尸的，这是必须要抓紧，而且要办得漂亮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人类最终胜利了，未来城以后可就载入史册了，而几位团长也将会在其中留下浓厚的一笔。听到万茜这么一说，3个人瞬间从愁眉苦脸变成了一脸的激动。说的对啊，这估计是未来城历史以来最大的殊荣了，这同时也是我们这辈子唯一一次光宗耀祖的机会了，交给我们了，保证安排的妥妥的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人类跟丧尸之间的最终一战，而战斗地点选在了未来城，这一战关系着我们所有人类的未来，胜败在此一举，能够成为最终战场，这是我们整个未来城的荣幸。但是现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，我们需要大家积极配合。我知道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大家肯定会有不舍，我承诺这一战若胜利，我会亲自去接你们回家。陈城主，我们作为一名华夏人，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安排，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配合。随后整个华夏所有的城市都在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，京都的陆国宏，魔都的林明生，还有留在管城郭宇的虎豹团。不过相比较未来城而言，他们就简单许多了，他们要动的只是7阶以上的异变者，根本不用担心路上的危险。所以差不多1周的时间后，整个华夏大部分的7阶以上异变者都会聚集到未来城来。城墙得加高，还得加厚，上面要多做点炮口出来，方便大家使用。城主你就放心吧，我们挠干，哐哐干，保证1天就给你搞定。行吧，你们加油干，有什么要求直接提就行了。3天后，万茜团长，这就是小唐闭关的地方吗？是的。灵魂探测，大量能量聚集，精神力比以往更加浑厚。我现在都已经看不清小唐的真实实力了，没想到他的天赋居然如此的惊人，就算是上界兽王在世，也不会比他更强了。而此时我已经感觉到了外面兽王的气息，但是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分心，连兽王都出现在了这里，足以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。但越是这个时候，反而越不能急。
只有尽快完善地级境界，才能够真正的带领大家走向胜利。这段时间闭关，我再次发现了很多规则之眼的神奇之处，说不定这双眼睛会比领域更加强大，成为真正的杀手锏。时间很快又过去了5天，这5天里，未来城所有的低阶已经全部都转移了出去，而陈刚作为未来城的主人，这几天脸都快笑僵硬了。这来的人最差也是7阶，8阶数不胜数，9阶也不在少数。陈刚也没有这个能力，能够分出所有人的实力，只能见到谁都笑脸相迎了。万茜团长，小唐兄弟现在什么情况？陆统领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前几天兽王已经去看过了，可是他也看不出什么来。现在只能希望那地级丧尸不会这么早就出现。陈刚城主，陆统领，您说，我这里有一批武器，还得麻烦陈刚城主协助我们的人一起安装一下了。这批新武器，也就是京都最后的秘密武器了，7阶变异晶石为动力的变异能量炮。这东西就算是京都全力以赴的研究，最终也只弄出了10台，但不要小瞧这10台，等大战开启，肯定会给丧尸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陆统领，放心，我马上就安排人安装。宇宙永远都是最神秘的地方，在这里你不知道会存在什么样的危险，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离奇事件。此时，那只地级丧尸正在朝着蓝星赶路，哪怕在面对神秘的宇宙之时，他依旧尽显从容淡定，这就是地级真正的表现。好像不远了。同一时间的未来城里，万茜团长，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胜算有多大？如果堂哥没有及时出来，胜算几乎是0；如果堂哥出来了，我相信是100%。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双方的实力差距的话，人类的胜算真的很低。绿星已经够强大了，可是他们依旧输了。其实陆国宏想说的是，人类可以学绿星，给人类留下一点火种。万茜是个聪明人，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意思。陆统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是我不认同，人类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这一战要么胜，要么亡，我们必须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难道陆统领觉得，如果我们真的输了，留下点火种就有希望了吗？眼前的绿星就是结果，除了抱头鼠窜，等待着慢性死亡，还能做什么？既然如此，还不如干脆点，不成功便成仁。陆国宏就这么看着万茜，这一刻，他觉得万茜并不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女生了，她就是那个敲钟人，一下就把自己给敲醒了，同时也唤醒了他作为军人体内的血性。这段时间他身上肩负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，让他畏首畏尾，已经有些失去了自己。但是现在他已经明白了。万茜团长，我太惭愧了，谢谢你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第二天下午4点，就在这一刻，未来城所有的人类全都抬起了头，看向了天空，一股极其强悍的气息如从天外降临。可能是因为能量太过于强大，好像遭受到了蓝星意志的排斥，在付出了一点点小的代价后，地级丧尸成功降临了蓝星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此时，远在华夏之外的丧尸城里，所有的丧尸全都匍匐在地上。地级丧尸并没有在意这些跪拜着的丧尸，甚至对于那些9阶丧尸都没有多看一眼，旁若无人般走进城内，眼神中到处都充满了好奇，一直走到城市的最中间。地主，根据我们打探的消息，目前所有7阶以及以上的人类已经全部聚集在了一座叫做未来城的城市里。看来他们是知道我已经来了，聚集到一起也好，省得我浪费时间玩猫抓耗子的游戏。那我们就直接去吧，直接把他们一锅端了。但是他们中有一个踏入地级的人类，实力很强，杀了我们不少的兄弟。这个人也就是大人口中的变数。管他是变数还是天才，这茫茫宇宙中，目前只有2个让我害怕的人，一个就是黑袍大人，而另外一个则是那已经被黑袍大人所镇压的白袍老者。除此之外，我再没遇到过对手，而在这蓝星更是不可能的。明天出发！冰冷的声音响彻整座巨城。当天夜里，整个蓝星都下起了大雨，好像是知道了要到来的大战。这一晚，无数人陷入了失眠中。听说你们有个踏入地级的人类，怎么了？你是想来试试吗？呵呵，试试。恐怕你们那个所谓的地级还在闭关，现在没有办法出来应战吧？真是可惜了，本来以为到蓝星可以和地级人类切磋切磋，看来也没机会了。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实在有些让我失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毁灭吧。随后，无数高阶丧尸冲了过来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身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，握紧手中的刀，一起战吧！同一时间，所有炮火齐声响起，人类和丧尸之间的准大战彻底被点燃了。蓝星上的人类是目前9个星球中最聪明的，如果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发展，说不定还真能弄出一些可怕的东西出来。可惜了，没有跟自己智慧相匹配的实力，那就注定要毁于一旦。想凭借这些东西就妄想阻挡住丧尸的进攻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火系异能者顶上，随后一条条火龙咆哮着朝着前方的丧尸大军冲了过去。王科准备异能，淡淡的金光出现，笼罩了整个战场。这金光能量属性很高啊，而且还有些克制丧尸。可惜是一个刚踏入9阶的人类，实力太弱了，无法施展出它属性的全部威力。不过这个星球确实很特殊，
也出现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。如果不是大人着急吞噬他们，我倒是真希望他们再成长一段时间，到时候说不定会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。人类的战斗型九阶都还没出手的吗？你们这些九阶是想着一起对付我的吗？看来你们这些生物根本就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，你们就一起上吧。话音刚落，郭宇已经率先忍不住了，眼睛出现一丝血色，这是狂暴的表现。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给激发了出来，不管是力量还是速度，都已经达到了巅峰。面对如此凶悍的一击，地级丧尸都没有多瞧一眼，只是淡淡的伸出自己的脖子。天赋和能力都还不错，但是没用。看我的吧，虎震山林！你也只是个准地级而已，比他们强不了多少。你们绿星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！你们还要垂死挣扎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拖延时间没有任何意义。城内那家伙再快也要7、8天的时间，而这段时间已经足以灭掉你们全部了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来。7、8天的时间，他们根本没有人能够挡住这地级丧尸的进攻。呵呵，我给你们足够的尊重，能死在我的地级领域下也不冤了。当领域出现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已经明白是不可为了。紧接着，无数异能武士勇士全都朝着地级丧尸身上走去。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，而那些乱七八糟的异能，在地级丧尸的时间就已经全都消失不见了。在他的领域里，他就仿若神明。全体娘子军听令，握紧手中的钢刀，随我冲锋！既然这么急着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吧。我堂哥的人也是谁都能动的。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，几秒钟后，漫天的漆黑缓慢消失，而这几秒钟已经足够我做很多事。我将所有的人全部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太好了，堂哥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们不会有事的。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，你们先休息一会，我去会会那个地级丧尸。这个人类的气息确实很强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这个史上最短时间成帝的人类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。时间领域果然有自傲的资本，所有异能空间为王，时间为尊。雷系加时间系嘛，果然很强。你竟然还是一个空间系，瞬间移动吗？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让你试试我的毒物吧。我精灵一族天生亲近自然，得上天眷顾，拥有生命之力，而我堕入黑暗，成为丧尸。这生命之力跟丧尸的尸毒相结合，变成了现在这诡异的毒物，自补自身却侵蚀万物。既然都堕落了，那就还是毁灭吧。还有什么招数？尽管放马过来吧。好久没那么畅快了。那就再让你长长见识吧。开启异能规则之眼。好了，结束吧。他的眼睛怎么回事？这是刑天的规则之眼吗？这家伙隐藏的也太深了吧，居然还有这种能力。最终这只地级丧尸在我的规则之眼下，终于去见上帝了。是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此时在遥远的宇宙深处，看来你的计划要失败了。人类那小子已经踏入地级，恐怕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吧？真是可恶啊！他居然可以把地级丧尸杀掉，要不是为了镇压你，我早就亲自去解决他了。不过你忘了，我已经吞噬了8个星球了吗？实力还是远在他之上，我要让他尝尝惹怒我的后果。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等我吞噬掉蓝星，就能把你干掉了。黑袍男子随后伸出了右手指向了蓝星，原本平静的宇宙突然开始旋转，随着速度越来越快，一道巨大的空间通道出现在他面前。我要让那小子知道激怒我是没有好下场的，都等着被我吞噬吧。与此同时，在宇宙的另一边，太好了，堂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主人，什么时候不行？堂哥什么时候都很行。就在大家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时，可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心里反而越来越不安。这是一颗金色的地级晶石从丧尸体内飞了出来，这地级变异晶石果然不同凡响。我估摸这能量如果释放出来，可以把整个蓝星炸毁。怪不得那幕后黑手要选择培养最强者，最后杀掉强化自己了。这能量果然强大呀！就在这时，天空上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突然出现，整个蓝星好像突然动了一般，居然朝着漩涡缓缓移动了过去。难道这就是那个丧尸的幕后黑手所为吗？难道他要开始吞噬蓝星了吗？难道我放下的狗胆又要重新提起来了吗？舅舅，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？看来那个幕后黑手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你的突破已经威胁到了他。小唐，这是我绿星的本命之源，加上那颗地级丧尸的变异晶石，你抓紧吸收了吧，也许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有一战之力。
毕竟那个幕后黑手已经吞噬了8颗星球，实力还是要比你强很多的。那就多谢兽王前辈了。此时的我也没有推脱，一把接了过来。另外，我看这吞噬的速度，蓝星大概3天时间就能抵达幕后黑手那里。趁这段时间，你抓紧把那能量都吸收了吧，整个蓝星的生死存亡就都靠你了。分别众人后，我再次选择了闭关，因为提前出关导致我的领域并不是很完善，除了要吸收那庞大的能量，我还要趁着短暂的时间再次完善一下领域。3天时间很快过去了，我也终于把领域和那庞大的能量全部吸收。此时的蓝星距离幕后黑手所在的区域已经很近了。堂哥，你成功了吗？是啊，成功了，接下来就是这最后一战了。堂哥，我要和你一起去，因为末世开始就是你一路陪着我，这一战不论生死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主人，我也要去，到时打不过，我带着你跑路。我们一定会胜利的，那就出发吧。说着，我们便朝着漩涡的方向瞬移了过去。老家伙，看到了吧？蓝星很快就要到了，等我吞噬了他，最后再来收拾你。这老家伙实在是难缠，如果不是中了尸毒，无法吸收恢复能量，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呢。不过等自己解决掉这群讨人厌的蝼蚁后，就可以完全碾压这个老家伙了，彻底毁灭吧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终于瞬移到了幕后黑手所在的区域。你的对手是我，蓝星可不是能随意毁灭的。真没想到你一个人类竟然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踏入地级，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但这又如何？空间规则吗？都到了这种境界，居然还拥有蝼蚁一般的感情，结局已经注定，那你就去死吧。呵呵，瞬间移动吗？我们之间该做个了结了。你这人类实力确实不错，但还是太过于自信了。才刚刚踏入地级，就觉得能胜过我吗？让你感受下我的地级尸毒领域吧。可恶啊，这个毒性太强了，还限制了我的行动。再给你加点料吧，灵魂封印。你中了我的尸毒，就慢慢等死吧。可恶啊，难道我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吗？好不甘心。人类，你忘了你的规则之眼了吗？对啊，我的规则之眼能够看透世间万物运行规则，看我的吧，规则之眼。然后金光涌现，瞬间打破了尸毒领域以及灵魂封印，随后和黑衣人展开了300回合的战斗。看来想战胜眼前这人类得下点本钱了。突然他身上爆发出了一种狂暴的气息，看来这家伙要拼命了。可恶，他怎么消失了？怎么样，还有什么招数吗？我看你还怎么挣扎。呵呵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允许你踏足蓝星半步。来吧，继续。又经过了10几分钟的激烈对锋，并没有分出胜负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人类的双眼就在刚刚好像闪过了一丝诡异的红色，难道我是因为能量消耗过多产生了幻觉吗？去死吧！你这是刑天的规则之眼吗？你是看穿我的弱点了吗？那你可以瞑目了，这个无尽的黑暗就是你的目的。最终，幕后黑手终于被我击杀，他的能量核也飞出体外。这能量核和之前的变异晶石差不多大，但其中蕴含的能量简直无法估量。万幸最后规则之眼找到了他的弱点，要不然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。随后我开始吸收能量核中的能量，开始快速朝着我的体内涌入。5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将黑衣人的能量全部吸收。此时的我应该是全宇宙最强的了。人类，黑衣人已经死了吧？解决了，解决了就好，从此宇宙中也可以重归平静了。这一鞠躬是感谢前辈对我的照顾，如果没有前辈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这一鞠躬是感谢前辈对蓝星的照顾，如果没有前辈，蓝星可能活下来的人还不如现在的1/10。这一鞠躬是感谢前辈对黑衣人的牵制，给我们最终胜利争取了时间。3鞠躬结束，我没有去解开封印，反而拔出了武器。呵呵，很敏锐的小家伙，你是怎么发现问题的？因为我的规则之眼感知到，您的能量其实比黑衣人的更强大。光凭这一点，你就否定了一直以来帮助你的恩人。如果只是这一点，我还不会怀疑，但是我还感知到您和黑衣男子的能量是同源的，同属于一个生物。下一秒封印突然消失，果然这封印对他来说根本就是百试一般。敢问您跟那黑衣男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是这片宇宙的第一个生物，或许也是人，我一出生就已经超脱无敌而又孤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走遍了这片宇宙的绝大部分地方，也发现了不少的生命星球，可这些星球上的生物实在是太弱了，我想变得更强大，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分出了另一个自己，斩断他所有的记忆，给他灌输了另一段记忆。当你拥有一个大敌的时候，
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弄死他，而我就是鞭策另一个我成长的那个大敌。宇宙深处，我和白衣男子终于交上了手。时间一分一秒度过，战场中心随着一开始的气势磅礴慢慢归于平静，并不是说两人的战斗不激烈了，反而更表示着两人都已经拼命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，甚至可能已经进入了空间裂缝之中战斗。3天后，太好了，那是主人，看来主人胜利了。堂哥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吧？伤势有点严重，不过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走吧，回家。万茜和大黄一左一右搀扶陪伴着小唐，宇宙中3人的身影越来越淡，直至消失不见。在末世苟延残喘了6年的我居然重生了，就重生在了末世的前一天。这是个很特殊的日子，5月20日，也就是所谓的情人节。我因为是一个单身20年的老光棍，所以才幸免那天的灾难。记得从傍晚开始天开始下起小雨，然后越下越大，整整下了3天，淹没了整个城地。只有住在20层房子以上的人类才能存活下来。之后天空又下起了火雨，时间同样是3天。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，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外出寻找食物，饿死、热死无数。好不容易熬过了6天，可迎接人类的不是重建家园，居然是大批的丧尸。因为谨慎，在火雨结束后，我并没有第一时间出去，安全的活了下来。没想到6年后，在一次外出任务的时候中了尸毒，因为不想变成僵尸，最终选择了自杀。没想到老天又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看了下表，还剩20几个小时，我必须得做点什么才对。带上手机直奔本市最好的酒店。给我开一间总统套房。前台小姐微笑的说出了一个高价。你好，总统套房666，661晚。我操，这么贵吗？我一直都是租房子住的穷屌丝而已。这是第一次听到总统套房这么贵。切，又是一个土包子，都不知道价格就来装逼，这下被打脸了吧？一道声音突然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左右看去，但刚刚好像没人说话。哎呦呦，一惊一乍的，没钱就走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声音再次在我脑海中响起，这声音好像跟眼前的服务员声音有些像啊。我嘴角露出一个微笑，明白是什么情况了。重生后的我居然可以听到别人的心声，这不就是重生的金手指吗？哈哈，那就给我开个总统套房吧。我记得在末世前的前几个月才刚退伍回来，这6年来存的钱加上退伍费，住几天总统套房还是没问题的。前台小姐愣住了，原来面前的小伙是个隐形富豪。开2天，别弄错了。前台小姐以最快的速度给我办好了手续，在我强烈拒绝下，她才没有送我上楼，就她那点小心思早就被我看穿了。这2天谁都不能打扰我。到了总统套房，直接打发走了专属管家。现在的我满脑子就是想着怎么舒服的度过接下来的末世。既然重生后的我有了金手指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我就是主角，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。前世的经验会让我在重生后更好的生存下去，那就从囤积物资开始吧。在末世苟延残喘6年的我居然重生了。末世前的我深知囤积物资的重要性，纯净水，这是最重要的东西，还有食盐，这些都是人体最需要的。我立刻就来到了唐城最大的批发市场，除去开房的钱，我现在身上还有10来万。我准备在1天时间里把这些钱全部变成物资。水和盐是人体不能缺少的，买。肉罐头，这是好东西啊，来一卡车。泡面，这也是好东西啊，虽然比不得肉罐头，换一套还是可以的。我突然看到柜台上有好多辣椒酱，馋得我立马流了口水。你永远无法想象，在一个月都吃不到几克盐的环境下，忽然看到辣椒酱是一种怎样的刺激。这玩意儿在末世一罐就能换回来一个校花。末世后所有的电路都会瘫痪，强光手电和蜡烛一度成为热销产品。强光手电筒买上1000支，蜡烛才1毛钱1根，想都不想，直接买1万根。在购买物资的时候，我有些懊恼，都让我重生了，就不能大方点再给我个存储空间吗？不过我记得末世后会有储物空间设备的出现，等到末世来临后，我一定得搞上一个，有那玩意儿，可以在未来程度上一辈子吃穿不愁，娶上10个8个老婆的了。看着眼前的大米，我还是犹豫了，这东西没有自热米饭和自热火锅来得快，末世后天然气肯定用不了了，不过煤气还是可以准备一些的，而我刚好知道哪里有卖。在批发市场忙碌了一整个下午，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果然有再多的钱也不够花啊。重生以后太过兴奋，今天1天还没吃东西呢，我立刻挑选了最好的餐厅来一顿，以后再想吃可就吃不到了。酒足饭饱后，我立刻回到酒店，远远的就看见管家一脸的狗腿跑了过来，满脸笑容的和我说，我从超市买来的东西都放着好了，贴心的询问我还有没有别的需要，心里却把我骂了108000遍，这什么玩意儿，把总统套房当成了小卖部呢？你是准备在这里开个超市吗？我似笑非笑的看了主管一眼，并没有去计较，反正这家伙也活不了多久了，哥很大度，不和要嘎了的人计较。没事了，辛苦你了，明后2天我希望不会受到任何的打扰。你上午也是这么说的，
然后就让老子帮你搬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进来。我看你后天退房的时候怎么办？到时候我绝对就在一旁看着。主管脸上笑嘻嘻，心里妈卖批。我懒得理会他，直接关上了房门睡觉。梦里我居然梦见自己成了未来城的城主，全城万千美女更是任我挑选，这梦简直太美好。醒来之后还是有些迷糊，清醒之后经过深思熟虑，这个梦我也许可以实现，但目前还是继续做准备比较好。多准备些物资总是没有错的。昨天买的都是能长期保存的食物，今天就准备一些肉类和蔬菜水果好了，但是没必要多买，根本没办法储存很久。日常用品，锅碗瓢盆之类的也得准备一些，总不能用手抓着吃饭吧？哥是讲究人，用手抓饭我可吃不下。最后就是武器了，目前国内不允许，要不非得弄几把枪壮壮胆，没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先弄2把削骨刀防身吧。卧室之中最忌讳的就是圣母心泛滥，当别人在楼道里痛苦惨叫之时，我却躲在房间里大鱼大肉，面对求救坚决不开门。到了晚上11点，窗外突然就下起了大雨，末世开始了。此时的我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寻找商场躲雨的人群，我不禁摇了摇头。在上一世，那个商场景隔天就会被完全淹没。又看了一会儿，已经知道结局的我索然无味，打着哈欠回到了舒服的大床上继续睡觉。明天醒来，世界就变了。果然，在第二天醒来，昔日繁华的城市现如今已成了汪洋。昨天那个4、5层楼高的商场，现在只能看到一个楼顶。我内心毫无波动，在真正的末世里，每天都是几万甚至几十万的人死去，现在只不过在刚刚开始，这数量简直是9牛1毛。此时门外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以及那巨大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总统套房的隔音效果是非常好的，这都能听到声音，足以证明外面哭得有多惨烈。透过猫眼看去，我看到21楼的走廊上早已挤满了人。这才刚开始，往顶楼走不过是他们的求生本能，现在的他们还不会明白末日有多么恐怖。我懒得理会他们，趁现在还有电，抓紧做点美味可口的饭菜。吃饱了又开了一瓶肥宅快乐水，美美喝上一口，舒服。吃完饭继续睡大觉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还在做我的绝世大美梦，我却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叫喊声吵醒。是那个给他开房的前台小姐，没想到她也跑到了顶楼躲过一劫。里面的人快开门，我是建成公司的老板，只要你让我进去，等雨停了，我给你100万，不对，500万。大家都是同胞，你能不能让我们进去？总统套房面积这么大，我们哪怕睡客厅也行。里面的人，你再不开门，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或许是知道这种套房里有人的原因，敲门的人越来越多，但我都不理睬。最后，外面的人似乎急了，开始踹门撞门。果然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这就是人性。但我完全不带怕的，这里好歹也是总统套房，质量不会这么差。时间又过了一天，这期间房门被断断续续的敲响了好几次，但我依旧没去理会。实在不是我不愿意开门，只是在上一世，我见过太多恩将仇报的例子。在末世之中，最忌讳的就是圣母心泛滥。今天我给他们开门，再过几天，灾难形势更加严峻的时候，我就得为自己善良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又下了一天的雨，此时雨水已经到了18层楼那么高，不过雨势也开始变小了。其实大雨还要好一些，在大雨停后，很快就会有一场非常可怕的火雨。这火雨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岩浆，会活活热死烫死很多人。如果现在走廊上还有活人，那等到那场红雨降临后，他们不躲进房间里，活下来的几率将会很低。10点，雨停了，走廊上的人互相奔走相告，互相热烈庆祝。终于停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这时我去到浴室，把浴缸放满水。到了11点11分，天空中开始下起了红色的雨滴，一落到原先的水面上，马上响起了沸腾的声音。相对于一片汪洋来说，一滴火雨根本不算什么，可紧接着密密麻麻的红雨滴落，周围的空气也在急剧升温。现在明明是冬季的夜晚，可温度却比非洲夏季的中午还要高。第二场灾难开始了。重生之后的我抢夺了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但好像因此打乱了时间线，居然出现了现阶段本不该出现的高阶丧尸。时间过去了2天，一直泡在浴缸里的我终于可以出来了。每天超过18个小时泡在水里，依旧感觉热得不行。走廊外面已经完全没有动静，整整5天5夜，没有吃的可能还有人能熬过去，没有水才是最大的问题。不过总会有一些适应能力极强的狠人，外面这么多现成的肉和红色的饮料，只要够狠，还是可以活下来的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在红雨停止后的第二天早上9点，天空中会突然飘落下一些奇怪的箱子，俗称空投。有些极品箱子里装的都是高科技产物。根据记忆，距离酒店不远的一座大学里就会落下一个极品空投箱。上一世，未来城10大高手之一的妖姬，据说当时只是沙雕大学一名普通的学生，意外打开了这个顶级空投箱，最终才成为了10大高手，实现完美逆袭。这一世，我作为重生者，对这个空投箱志在必得。很快，我便出发前往大学。我准备在体育馆内等待空投箱的降临。12点整，原本漆黑的天空忽然出现一些诡异的白光，仿佛打开了一道道裂缝。紧接着，一些似人的东西砸了下来。丧尸的出现使学校里不断响起了惨叫声。今晚将是一个不眠夜。一个晚上过去，阳光再次照射在大地上。与昨日不同的是，今天的唐城已经陷入了一片死气沉沉。
当我在看向窗外时，天上已经开始掉落空投箱。因为昨晚的丧尸之乱，这一幕也只有极少的人看过。我走出体育馆，解决了周围的丧尸。正当我要接近空投箱时，却看到一道瘦弱且美丽的身影也在靠近着空投箱。满身杀气的我盯着那个女生，女生瞬间懵逼站在原地不敢再动。先不管她，我走上前去，先把空投箱洗刷一空。空间装备被制作成戒指的模样，容量为500公斤，高科技钢刀，削铁如泥，滴血后可认准。高科技作战服，将军级别才能拥有的作战服，可以抵挡大量伤害。太好了，真是赚到了！更幸运的是，里面不仅有丧尸病毒的解药，而且还有一份高级变异合剂，吃完可以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。我想也不想，立马就把合剂喝了下去。很快我就感受到自己变牛骨。那个女生来到了我身边，这时我才知道她叫做万茜，是这个大学里舞蹈系的学生。她刚刚在旁边看到我杀丧尸的牛逼场面，想着趁机来看看箱子有什么，没想到却被我的一个眼神吓呆。柔弱无比的她，内心却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，只要自己跟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就绝对可以活下来。搜完装备后的我坐在一边休息，此时衣不遮体的万茜走过来，我想跟着你，求求你，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。看到我没有说话，万茜急了，这是她唯一的机会，如果被我拒绝，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只要能跟着你，不管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，只要能活着就行，求求你了。我知道，眼前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学生，就是上一世10大高手里的妖姬。虽然本该属于她的装备被我拿了，但能成为10大高手，本身肯定不简单。那就带上吧，如果表现不行，直接遗弃就好了。反正自己可以听到她的心声，完全不怕她突然背叛。那你跟紧啊，跑丢了我可不会管你的。正当我们要离开时，一只隔了很远的丧尸却朝我们扑来。我的心中十分诧异，这么远，不应该啊，除非这是一只变异的丧尸，但看它的走路姿势就知道，跟其他丧尸没有任何区别。可这只丧尸却是目标明确，明显就冲着我们2人。眼前这个老六的身上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让这个纤弱胆小的妹子只不过跟了他10几分钟，现在居然敢在丧尸堆大杀四方。这是一只突然发难的丧尸，看模样和穿着应该是沙雕学校里的学生。此时我看向万茜，却发现她脸色不太对劲，经过询问后才知道这只丧尸是她的舍友。怎么是他？小玉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我不是不想救你，那么多丧尸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啊。看情况，他原本是跟万茜在一起的，结果他被丧尸缠上了，万茜见死不救还趁机逃跑了，所以才对他怨恨不止。我把刀扔给万茜，示意他自己去解决。放心的去，我给你略阵。白天丧尸战斗力极差，这还是只女丧尸，你肯定可以。嘎了他，你才能解开心结。万茜还在犹豫，但那女丧尸却已经扑了过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万茜挥动手里的刀，竟砍下了丧尸大半的头。杀杀杀，把丧尸都杀光！我惊讶地看着有些失去理智的万茜，身子却闪向了一旁，把战场让给他。真不愧是能成为10大高手。只要他救我，我以后就对他死心塌地，他逼着我杀小玉的事也就算了。这小妮子对刚刚那事还有介意，自己可是在帮他，真是不识好人心啊。等到他冷静下来后，我看着满地的尸体，让他帮忙找丧尸脑袋里的晶体，这东西对我们以后有大用，你找找。没想到他的运气还挺好，没一会就帮我找到了好几个晶体。清理完战场，我带着他回到酒店。一进门，他被我满屋的物资所震惊，我大方的让他随便吃喝，这让他的内心十分感。要知道在前几天，他甚至可以为了一瓶水去陪人睡觉，直到遇到了我，他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现在满屋子的食物给他带来的冲击，更是让他心理防线直接崩塌。现在哪怕我直接带他去大床上数鸭子，他也不会有任何抵触。舞蹈上的快乐你绝对想象不到。吃喝洗漱完，我来到客厅，拿出来从丧尸脑袋里收集的晶体，这些晶石能帮助我成为异变者，增强我身体的各项指标。我把一颗颗晶石送进口中，瞬间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。以前能一拳打死一头牛，现在的我可以一拳打死2头猪了。这时万茜从卧室走出来，我和她说起了我的计划，明天再去多找一些空投箱。万茜有些惊讶，问我是今天的那种箱子吗？现在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但是明天就肯定很多人会知道了，因为这7天每天都会有空投箱掉下来，而晚上12点则是下丧尸雨。我和他讲起空投箱的妙处，他听得满脸诧异，随后我便让他去好好休息，明天我自己去就好。第2天出门前，我留了几把刀给万茜，叮嘱他一些注意事项，还拿出了5颗晶石给他吃下。随后我便出发寻找空投箱，途中路过一间超市，在解决完超市里的丧尸后，我把超市洗劫一空。出来超市后不久，我就遇到了一个空投箱，但我的运气不如万茜好，只开出了一些食物。早知道就带他出来，他的运气一定比我好，不然上一世也没办法成为10大高手之一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7天，本是丧尸横行的末世，眼前的这个老六却过得十分滋润，不仅隔3差5的拯救可怜少女回家，居然还打算将少女们训练成一支所向披靡的娘子军。这天我和万茜吃饱喝足后，就继续出门去开空投箱。
每次发现箱子，我都让万茜去开，果然万茜一出手就知有没有。一天的时间下来，她不仅开出了空间装备、高科技作战服，还开出了一个变异合剂。这逆天的运气很难让我不眼红。跟她一对比，昨天我那双手简直是摸过屎一样。我告诉万茜把作战服先穿上，在外面还是小心一些为好。就在我们要打道回府时，却被一只长着爪子的丧尸偷袭。万茜的胸口处一个明显的爪印，如果不是有高科技作战服，这一击就直接要了她的命。这是一只2阶丧尸，它的手指已经进化成了锋利的爪子。2阶丧尸实力更强，还有着简单的智慧，而且不受阳光影响，白天黑夜都是一样。原本的记忆里，2阶丧尸至少得2个月后才出现，难不成真的因为我的重生时间线都被打乱？以我们2人现在的实力对付这只丧尸没那么轻松。终于经过一番，我们才将这只丧尸杀死。看着已经死后的丧尸，我忽然想到了什么，急忙让万茜去翻找丧尸的头颅。只见他从里面找出了一颗2阶变异晶石，这可是现阶段不可多得的大宝贝啊！经过一晚上的休整，我看着满屋的物资，这足够我俩吃好久了。突然想到昨天遇到的2阶丧尸，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策略，不再以寻找空投箱为主，而是收集丧尸脑内的变异晶石，来帮助我们2个人快速升级，增强实力。第二天，我打算去往沙雕大学探查，如今这附近都已经被我找个遍，应该开启新地图探索了。到达大学后，我和万茜分头行动，约定好最后到教学楼里集合。一路的厮杀下来，看着地上至少100来具尸体，我估摸着能掏出不少的变异晶石。他喵的，没想到居然只有区区9颗。不知道万茜那边怎么样了？她的运气那么好，应该攒下不少的晶石了吧？但随后的惠泽却让我目瞪口呆，她带来的不是晶石，而是几个软妹子。我有些不悦地看着万茜，要知道在末世最忌讳的就是圣母心，她要是每次出门都带回这么几个啊，我就算有再多的物资，也不够她这么败家啊。再说了，我也吃不消啊。万茜见到我本还想说什么，可是看到我蕴含着怒意的眼神，她不敢开口说出收留他们的话，但她身边的那2个女生却主动开口。您好，我叫江月，是万茜的舍友。我叫李静音，也是万茜的舍友。他了个喵的，这2个名字好熟悉啊！上一世的未来城，除了城主府以外，还有3股顶尖势力，其中有一个由全女人组成的团队，他们的团长好像就叫江月。如果只是一个江月的名字，我还不敢确认，但还有一个李静音。这个李静音虽然不是团长，但在未来城比他们的团长江月更加出名，尸体堆积出来的名气。一支纯女子组建的团队，不用想也知道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。这2个人可以收下。心里虽然如此想，但我的脸色还是装得非常阴沉。装波一还是很有必要。眼前这个老六为了寻找物资，竟不惜深入丧尸巢穴，他本可以不用这么拼命，奈何家里还有好几个女人等他带回东西。明知道这群女生都是宝，在将来会是一个战力恐怖的组织，但我还是装作满脸不高兴。不这样的话，我怕以后压不住他们。随后我和宝贝们约法3章，给他们1个星期的时间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如果合格就把他们留下。随后我便带着他们赶回酒店。这一路上我们又杀不少丧尸，变异晶石也攒到了100颗。我把变异晶石全部吃下，终于升级为2阶异变者。这一下面对2阶丧尸就不用那么慌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带着他们出门，我们兵分2路，我自己去商场搜索物资，不然现有的物资养这几个大宝贝，压力多少还是有一些的。万茜则带着女生们在酒店的周围猎杀丧尸，让女生们在这末世也有一项保命的技能。去往商场的路上，我遇到好几个空投箱，可摸出来的都是一些基础的物资，我的手气还是太差了。这时我遇到了一对幸存者，他们说自己来自一个幸存者团队，团队里已经聚拢1000多人了。他们还报出领头人的名字，陈刚。听到陈刚这个名字，我猛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以后未来城的城主吗？他们邀请我加入团队，我拒绝了他们。现在的我有能力，有人，有物资，没必要去受限于人，屈居人下。与他们告别后，我继续赶路。这次居然让我遇到2个空投箱并排放在一起。我知道有如此异象，这2个空投箱肯定都不简单，当然也不会那么容易让我拿到。果不其然，路边突然窜出一只2阶丧尸，但现在的我已经无所抵。我不仅是2阶，还是强化后的2阶。2阶对2阶优势显而易见，我轻松地解决了这只2阶丧尸，随后就摸起了空投箱。第一个空投箱平平无奇，这让我有些心慌慌。难不成一个人的运气真的能差到这样？但随后第2个箱子的物资让我不禁喜笑颜开。我不仅摸出了武器和空间戒指，还摸出了一个天赋合剂，这可是比晶石和变异合剂都要好的宝贝啊！它能让人类觉醒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者。正当我以为差不多时，没想到又摸出了一个空间手镯。哈了个咪的，这东西的存储空间可比戒指多出几千斤啊！开心之余，我有些慌了，运气突然这么好，不会是在透支寿命换来的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2天，我打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天赋合剂先吃掉。摸完空投箱后，我悄悄来到了商场的储物仓库。
储货仓库满满一仓库物资，看来是还没有人来过。床上用品先收个50套，然后软软的蒂梦丝床垫也收50张，然后再是50套棉花被，还有一些其他大品牌的衣服鞋子，我也象征性的收了一点，到时候奖励给表现出色的小姐姐们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在这个仓库足足收取了4000公斤的东西，基本都是给团里小姐姐们准备的，差不多了。我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，这里还是很安全的，我决定就在这里服用天赋合剂。液体入口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很快就顺着喉咙滑了下去。10几秒后，我的脑子突然一热，像是有什么特殊的东西要钻出来一般，这种感觉足足持续了7、8分钟，然后就没了。可恶，肯定是进化失败了，这成功概率确实低啊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脚步就倒了下去。堂哥怎么还没回来？马上就要天黑了。堂哥实力这么强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不行，我要出去寻找堂哥。万茜，你不要冲动，最多还有半个小时就天黑了，你又不知道他的位置，以你的实力，贸然的出去很有可能回不来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屋外的丧尸就开始活跃了起来，偶尔能听到远方传来惨叫，那是没来得及回到住宿地的人类临死前的呼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醒了过来，可就在下一秒，我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瞬间移动？我竟然进化出了异能？突然我的大脑中出现了一段信息，瞬间移动，异能者目光所至的范围可瞬间移动过去，每日用3次。他了个咪咪的，这也太强了吧！谁要是敢跟我打架，我突然瞬移到对方身后，还不是想怎么杀就怎么杀。一天只能使用3次，虽然少了点，但用得好，一次就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打算先回酒店，万茜他们估计该等急了。堂哥，你可算是安全回来了，我都担心死了。万茜两眼通红的说道，遇上了点小情况，不过已经都解决了。异能天赋的事情，我打算先对他们保密。万茜，你今天继续带着他们行动，记住优先去找空投箱，因为后天空投雨会停止，这2天必须抓紧时间多找一点。这是昨天我统计的资料。我大致的翻了一下笔记本，昨天他们总共找到了6个空投箱，收获1阶变异晶石74颗，无一人伤亡。我这里还有41颗变异晶石，加起来够万茜升级为2阶异变者。万茜，你先升级了再走吧。江月、李精英，这些是你们的武器。今天开始，你们获得的变异晶石可以直接升级，谁先谁后，江月根据你们的贡献来决定。以后你们获得的武器自行分配使用就行了，但是所有数据都要记录下来，知道了吗？江月重重的点了点头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4天，美女军团也在我的带领下不断的扩大，现在的规模已经有30多人。可是，一名队员在杀丧尸的时候不幸被抓伤，万茜忍痛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。虽然我早已习惯了这种生离死别，但对于这些女生来说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末日每天都有无数人死亡，我们也都是在为生存而战。未来或许有更多的人死去，甚至是我。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。不管怎么说，一起并肩作战的姐妹突然死亡，这个阴影肯定不是1、2句话能解决的。江月，你说一下今天的收获。江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让他说这个，但我既然开口了，他只能翻开自己的笔记本。今天共计找到7个空投箱，其中包括1个高级空投箱，饭盒收获7个，水壶收获6个，钢刀2把，匕首1把，还有1个高科技浴池，不过这个可以同时容纳10个人一起洗澡。我突然眼前一亮，看来我大展拳脚的机会终于来了。除了空投箱出产以外，我们还收获了92颗变异晶石，已经按照表现分发下去，所以我们现在拥有9名异阶异变者。难怪他们可以找到这么多空投箱，9名异阶异变者在现在也算是一股极强的力量。我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了210颗变异晶石，又从手上取下了一个空间戒指，一起递给了江月。今晚过后，把所有人都升级，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原本沉默的众人全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自从我救了他们以后，不仅没要求他们有任何回报，还一直在提供帮助。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想和我单独数鸭子。江月有些犹豫，这210颗变异晶石虽然多，但我还能理解空间装备，可是稀有装备就这么给了自己，他为什么对我特殊？就算我是万茜的室友，可不是还有李静音吗？此时江月的心声传了过来，我微微一笑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控制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互相争宠。我故意亲近江月，冷落李静音，就是为了让李静音吃醋，他才会更卖力的讨好我。先别急着高兴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今后的住处。说完，我起身率先进入了客厅一角的高科技帐篷中。这就像一个独立的空间，可使用面积有500平米，却丝毫不会占用酒店房间的面积。等到所有人都进入帐篷，一个个更是惊呆了。再看到堆放的床垫和被子，所有人都激动起来了。总算不用睡那充满血腥味的房间了。这些物资你们自己分配摆放，这里还有一个马桶，这些都是你们的，怎么摆放就是你们的事了。还有那个高科技浴池也找个地方放置吧。有时间我要单独训练一下你们的水下作战能力。江月，这里还有一些姨妈巾，不管是衣服还是姨妈巾，都由你统一保管分配吧。
把这群娘子军安顿好后，我来到走廊透气，却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，还带有一些血迹的男生。在距离我还有3米的时候，突然双膝跪地，给我连磕了几个响头。大哥，我妈妈快不行了，只要你能救我妈妈，我郭宇做牛做马报答你。郭宇，这名字有点耳熟。这个人我知道，上一世是陈刚手下的第1大将，实力极强。让我救你母亲也可以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好的，大哥，无论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光明中学，在那里聚集着一帮幸存者，我要让你加入他们，给我当卧底。没问题，以后你就是我老大，我为你马首是瞻。这是5颗变异晶石，一个饭盒以及一把削骨刀。变异晶石除了可以升级以外，还可以恢复体力，也可以治疗普通的疾病，比吃药还好使。武器和食物就送我，去救你母亲吧。堂哥，我们很久没单挑了，我想试试我现在的战斗力到底如何。好啊，这个要求不过分，我可不会让着你的哦。第2天清晨，我神清气爽地下了床。万茜此时已经昏迷不醒，看来是我下手太重了。女生们也陆续走出了帐篷。堂哥，万茜呢？她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让她卧床休息1天吧。我跟你们一起行动，你安排今天的行程，我听你指挥。走出酒店，30名小姐姐在江月的指挥下分成3组，2个组以尖刀阵型，直接开启了碾压模式。剩下1个组负责收集变异晶石，3个组每过20分钟就来一个轮换，充分保证了大家的体力需求。我则是很悠然地跟在队伍的后面，只要不出现2阶丧尸，我就不会出手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群娘们怎么这么猛？我是眼花了吗？这是在屠杀！中间那个男的是谁啊？被这么多好看的小姐姐包围着都不用动手，这他娘的也太爽了吧！我听到这些人的议论声，虚荣心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堂哥，快看前面有2阶丧尸，还有一个空投箱。终于轮到我闪亮登场了，你们全都给我让开，这个比让我来装。小姐姐们纷纷散开。我操，好快的刀啊，好猛啊，好强啊，我好喜欢，好想拥有这样的男人。不少陌生的女性也被我迷得神魂颠倒。我见状也觉得是时候扩充队伍了，于是便冲着他们大喊道：我们团队招人，有愿意的都可以加入，但是有要求，必须是00后的年轻女性，凭自己的身份证过来报名，五官必须端正。如果有长得丑的敢过来凑热闹，我直接砍了他。9点整，天空中再次落下空投箱，这也是本月的最后一次空投，无数空投箱落向了城市各地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5天，天空中再次落下空投箱，这也是本月的最后一次空投。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资，我亲自带着美女军团上街寻找箱子。途中的2阶丧尸的数量大幅度增多，幸亏有我在，不然他们都得。短短半个小时，我们就找到了2个空投箱。大家原地休息一会，我请你们吃自热火锅。再上一世，这只不过是最普通的食物，但现在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就在我们休息的地方，不远处同样有一群人在休息。大哥，你看那边好多水灵灵的小姑娘啊！叫什么叫？老子又没瞎，要你说。他们这一伙人本是无所事事的街溜子，末世来临反而给了他们施展的机会。但是你得看清形势，那群娘们不是我们几个人能惹得起的。就你这尖嘴猴腮流口水的样子，说不定待会儿人家就把你砍了。那你说这么多姑娘，你就不想要吗？还有那火锅，你就不想吃？蠢货，想死你一个人去，别想拖着弟兄们。大哥，我有一个法子，说不定有用。首先，我们要把他们的消息给放出去，夸大一点，告诉那些幸存者们，这群人手里有大量的食物，而且还是一群漂亮的女大学生。到时候绝对会有人过来抢夺，我们只需要坐收渔翁之利就行了。堂哥有点不对劲，周围跟着我们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。我也注意到了，从下午开始就一直有人跟着自己队伍后面，到现在跟着的估计有上百人了。要不我去问问？好的，那你小心点。堂哥，这些人不知道哪里听说的，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物资，他们想找我们要物资。我没有听错吧？现在可是末世，要我给他们食物，他们是在做梦吗？这时后面的人群已经喧闹起来了，或许是因为我们半天没有移动，也或许是他们觉得人数已经够多了。姑娘们，我们都是同胞，你们就忍心看着我们饿死吗？对呀，可怜一下我的孩子吧，才6岁，他爸爸找食物被丧尸吃了，我们娘俩3天没吃东西了。我脸色沉重地走到前面，当看到团里唯一的男生走了出来，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，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过了我斩杀2阶丧尸的场景，心里对我还是有几分忌惮的。你们是听谁说的？我的团队有食物。在场所有人都默不作声，谁都不愿当这个出头鸟。谁能告诉我这些食物就是谁的？依旧没人说话。这下我明白了，这些人根本就看不上这点食物，他们想要的是更多。我操！这位小哥，我们没有听谁说啊，这一路跟着你们，都看见你们获得很多食物了。是啊是啊，你们这么厉害，肯定不缺食物，就帮帮我们吧。
小兄弟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嘛，大家都是同胞，你不应该主动帮助我们吗？我不怒反笑，讥笑的看着眼前这一群人。那你们说我给你们多少合适呢？小兄弟，你就一人给个饭盒和一个水壶吧，人都有困难的时候，下次我们也可以帮你。对呀，一个饭盒一个水壶，这对小兄弟来说不难吧？肯定的，小兄弟实力这么强，随便杀点丧尸，找几个物资箱，不是轻而易举吗？江月跟在后面一脸忧愁，在场已经上百人了，如果起了冲突，肯定对自己这方不利。杀丧尸可以，可是杀人江月想都不敢想。果然年轻的大学生就是好欺负，特别还是女大学生。等这次要到了食物，下次吃完了还能接着来。这一次来对了，以后说不定可以发展一下，让他们去找食物，自己就跟着后面要就行了。这套路我熟啊，以前我公司那些大学生不就是跟着一模一样。我冷笑着把所有人的表情都收入眼底，甚至连不少人的心声都听得一清二楚，都是一群披着人皮的吸血恶魔。刚刚是谁说的提议？我记得好像是你吧？那就从你开始领吧。小兄弟果然是个好人，姑娘也是真漂亮，就是这盒饭吃的太没味道了，要是再给点汽水和火锅就更好了。放心吧，以后你都不会为了食物发愁了。我冰冷的声音响起，眼前这人下意识地问了句为什么，下一秒他就问不出来了。以后的他也确实不会再为食物发愁了。杀人了，他杀我们的同胞，大家一起制裁他。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怕他吗？还有谁想当出头鸟？大哥，饶命啊！别杀我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是有一伙人跟我说的，要我来煽风点火，好让你们打起来。他们还给了我一个饭团。哦，一伙人，形容一下。是一个脸上有疤、肚子很大的男人。听到这里，我恍然大悟，那不就是之前在我们附近休息的那群人吗？老子没去招惹他们，他们竟然打起了老子的主意。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。这个事先放一边，我们现在人手还是少了，还要招人。我不想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想要杜绝，那就只能自身足够强大。如果今天是100个手持钢刀的一阶一变者小姐姐，那群人还敢来吗？30个听着不少了，可相对于一个团队来说，还是远远不够。一夜战斗之后，第二天果然没有空投允。一大早我就做了一个招聘启事，上面写着娘子军的招人要求，然后就让江月全程举着。果不其然，效果嘎嘎地。第一天就招满了100人，现在总共有队员300名，其中有一对双胞胎，相当哇塞。正当我准备训练他俩水下作战的时候，江月突然急冲冲地跑了过来。堂哥有大消息，幸存者团队他们说要成立一座新的城池，就叫未来城。我知道了，终于还是来了。听说幸存者工会这5天时间已经清理了大半个区的丧尸，并建立了一个安全防线，现在在号召所有幸存者前去入住。通知所有成员，我们明天早上7点准时出发，前往未来城。堂哥，我们是要加入未来城吗？不加入，我们以团队的方式入住，而不是加入。为了确保此次行动的万无一失，我拿出了4000颗一阶变异晶石，每人吃掉1000颗，我们都升级成了3阶异变者。最幸运的是，他们3个都进化出了异能天赋。万茜的异能是隐身，每天可以用1次，每次隐身能持续5分钟，隐身时的速度会增加3倍。江月的异能天赋是破甲利刃，10分钟内可以无视任何防御。简单来说就是无坚不摧，每天也只能使用1次。如果说万茜是背后的杀手，那江月就是正面的屠杀机器。而李金英的异能是坚韧，开启后会获得强大的防御能力，就连2阶丧尸的利爪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。一天可以使用3次，每次可持续10分钟。江月、李金英，你们2人的异能天赋都不要随便暴露，哪怕是自己手下的小姐姐也不能说，除非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，否则不能随便使用。我再三叮嘱2人，特别是江月，她的异能天赋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使用，绝对可以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，甚至能主导一场小规模战斗的胜利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前往未来城。一路走来，一只丧尸的影子都没看到，看来已经被未来城打扫过了。很快，我们就来到了未来城。团长大人，麻烦您登记一下。我在本子上写下了帅波1、2字，团名则是堂哥后宫团。在守卫的目瞪口呆下，我带着300多名小姐姐扬长而去。很快，堂哥后宫团的名号就传遍了整个未来城。我们先来到了办证大厅，建立团队必须在这里办个建团证，还有购买领地或者房子都需要在这里办证。办证大厅里面的人并不多，甚至有些冷清。先生，请问您来办理什么业务？建团证怎么办？我直奔主题。那得看你的团队规模，如果是100人以下的，只需要支付10颗变异晶石就可以咯。100人到500人则是30颗，500到1000人是50颗，1000人团以上暂时还不允许建立。那就先来个500人的团。
好的，帅波一团长，您看这些就是未来城划分出来的领地区域。如果您购买了任何一块领地，那您就成为了那一片的主人。不管您是盖房还是干别的，未来城都不会有任何干涉。最大的一块领地足足有10万平米的范围，需要1万变异晶石，1变异晶石等于10平米，这价格倒是不贵，毕竟现在才是初期。别说1万了，很多人身上10个变异晶石都拿不出来，跳过了这些领地。我直接看到了地图最边上，在那里也有一块领地划分，有2万平米的范围，而价格只需要500颗一阶变异晶石。这里为什么这么便宜？团长，因为这里已经是郊区了，再往上面走一点都要出城了。城外的丧尸可比城内多多了。虽然我们未来城向外清理了10公里，而且还建造了比较厚的围墙，但晚上的时候难免有些吓人。我突然眼前一亮，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啊！我就要这个了。1阶变异晶石，我没有这么多了。你们这里2阶变异晶石是怎么兑换的？一听到2阶变异晶石，本来有些遗憾的小姐姐马上兴奋起来。未来城给出的兑换价是1比80，但是每兑换1颗都会给她5颗1阶变异晶石的提成，也难怪她会如此兴奋了。团长，如果是2阶变异晶石，您只需要支付6颗就够了。在小姐姐的卖力工作下，仅仅3分钟的时间，我就拿到了自己的领地证和建团证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领地看看去。离开办证大厅，还没走多远，对面也浩浩荡荡的出现了一群人，看样子也是前往办证大厅的。道路虽然不窄，但几百人想同时通过，肯定还是行不通的。双方都没有退让的意思。好狗不挡道，快给老子让开！好大的口气！姐妹们听我指挥，立刻拔刀！一群娘们也想要老子让路，这传出去，我以后在未来城还怎么混？我此刻的想法和这个男人一样，要想在未来城立足，就绝对不能怂。只要怂了一次，以后人人都会觉得你好欺负。堂哥，你看那几人，是不是就是上次在我们旁边休息的那些人？上一次自己被人给阴了，要不是他恰好那天跟着，还指不定会发生什么后果。看来是时候跟他们算账了。把那几个人交给我，我就让路。呵呵，兄弟怕是说笑了。这路你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。要我独狼把自己兄弟交给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告诉你老子可是3阶异变者。没想到还有其他3阶异变者，正好拿他练练手。下一秒万茜就动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娘们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？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吗？兄弟，这可是未来城，进城的时候你没看规矩吗？不允许同胞相残的。那你又知不知道拥有领地的团队是不受这个规矩限制？今天这人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那几个小卡拉以前阴过我一次，我这个人报复心很重，把人交出来，这事就完了。兄弟有话好好说，你让我交谁我就交谁，我听你的就是了。你们3个给我过来！大哥饶命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有什么话到了下面再说。兄弟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我朝着独狼微微一笑。其实我今天并不打算放过他，因为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独狼的团队会成为未来城的3大团之一。为了削弱他们的势力，我决定还是先干掉他。不好意思，独狼，我这人有强迫症，杀人必须杀双数，这样才比较吉利。你就下去陪他们吧。解决掉独狼后，他手底下的那些小卡拉们也都想加入我的团队。开什么玩笑？老子的后宫团要男人有什么用？前面那只傻狗你留下。你是叫我吗？人家才不是傻狗，我有名字的好不好？那你叫什么？我叫野狼，是独狼团长开空投箱把我开出来的。你不要杀我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他了个咪的，空投箱里居然能开出这玩意，那一定有他的道理。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但是野狼这个名字不好听，以后就叫大黄吧。大黄，这是什么破名字？哪里有野狼好听？本汪只是还没长大而已，所以看着像条狗。小姐姐身上好香啊，还是茉莉花味的，我好喜欢。看在这么多小姐姐的份上，本汪就跟你了。解决完独狼后，我带着众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自己的领地。堂哥，这个地方真的很荒凉。这里放眼望去都没有什么高楼建筑，反而是农村的土房比较多。只有在中心地带有几套别墅，不过这正符合我的要求。依据上一世的记忆，用不了多久会发生一场全球性大地震。我们住在这样空旷的地方，反而更加安全。这是什么破地方？看着怪吓人的。看来晚上嘘嘘的时候，很有必要叫上几个小姐姐保护我。哎呦，你替我小弟了。万茜、江月、李静怡，你们带人打扫一下，我们就住这里。大黄，你慢点吃，我们有好多呢，别噎着。这么多好吃的，简直太感动了。跟着独狼的时候，每天都给我吃剩饭，有时候连剩饭都不给。你们对我太好了，不会是想把我养肥了再吃吧？对了，以后不要叫我大黄，我叫野狼好不好？我还会跳野狼迪斯扣呢。江月今天负责继续招人，直到招到满团为止，也就是500人。静音，你挑选一些信得过的小姐姐继续收集物资，重点是商场、超市的物资。万茜，今天你就随我出城，城外是一片未开发的地方，肯定还有很多没有打开的空投箱。那我干什么？你负责快点长肉，长胖了我要吃烤狗腿。主人真会开玩笑。我们来到了城外，刚离开领地没多远，便看到了聚集在一起的3只2阶丧尸。万茜，他们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吧？堂哥，放心吧，我现在收拾他们简直就是老虎吃豆芽，小菜一碟。
万茜在开启天赋力灵后，很快就将眼前的二阶丧尸全部斩杀。我操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狗大爷还没发威，他们就倒下了。无愧是能和我大战的女人，这战斗力直接爆表，就是这么干脆利落，没有一丝拖泥带水。大战？什么大战？我们继续往里走，越走我越感觉有些不对劲。这一路上的二阶丧尸好像太多了，走了短短200米，我就杀了8只二阶丧尸了。就算这里从来没有人清理过，也不应该是这样才对。又走了大概50米，我心中越发不安。突然，一道黑影从我身边闪过。你俩跟紧我，这里有点古怪。这个情形我总觉得有些熟悉，就像上一世所经历的丧尸工程一样。在上一世当出现3阶丧尸之后，未来城经历了第一次丧尸工程。那一次丧尸工程虽然丧尸等级不高，但人类方毫无准备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那一战，未来城损失惨重，幸存者人数锐减1半。刚才从我身边闪过的有可能就是3阶丧尸。3阶丧尸已经可以拥有一些简单的智慧，会本能的寻求侵略、抢占地盘，这也是丧尸工程的原因之一。你俩小心点，这里可能会有3阶丧尸。那怎么办？堂哥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？对呀，快点回去吧，我可不想在这里待着了。这里阴森森的，早知道我就不和你出来了。突然一道飞影再次闪过。万茜，你没事吧？真是可恶，3阶丧尸的战斗力实在太强了。虽然万茜穿着高科技作战服，但依旧被抓伤了。堂哥，你杀了我吧，我不想变成丧尸。听说把毒吸出来就好了，让我来吸毒吧。要吸也轮不到你这个傻狗吸，我这里还有一瓶解毒剂，你赶紧吃了吧。我看向那只3阶丧尸，他并没有趁机偷袭我。眼前这个男人好厉害，我不一定是他的对手，但是我要这个女人当我的老婆。我此时竟然听到了丧尸的欣赏，看来读心术不仅仅是对人类有效，而是对所有的智慧生物都有效果。主人，我保护万茜小姐姐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。你快去嘎了这只丧尸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人类的语言，不过你的想法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既然敢伤害我的女人，我只能送你上路了。瞬间移动，我一连发动2次瞬间移动，并没有给他造成致命伤。可恶，眼前这个人类为什么这么强大？我快顶不住了，这个女人我不要了，小命最重要。现在想跑是不是太晚了些？瞬间移动，我完成了世界上3阶丧尸的手杀。这时一块幽蓝的变异晶石从丧尸体内浮现了出来，这就是3阶变异晶石吗？万茜，我带你回去，放心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不知道万茜是因为解毒剂的原因，还是因为受伤太重，已经陷入了昏迷中。我一路杀了回去，就当我快到基地的时候，已经精疲力尽，视线开始模糊，一头倒了下去。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别墅里。我没死。主人，是我把你救回来的，第一次跟你出去打野就差点嘎在外面，本王现在还在后怕，必须奖励我2个小姐姐。不对，是2个大鸡腿。这时一个陌生的女人走了进来，女人看起来25、26的样子，全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成熟的气息。自己团队好像没有这样的女人吧？这容貌和气质各方面都相当的哇塞，看一眼应该很难忘。团长，你醒了。团长，你不能乱动，你身上多处肌肉韧带拉伤，得好好躺着。你是谁？我叫姜薇，我是新来的，末世前是名医生，所以被江月团长安排到这里了。堂哥，你终于醒了。万茜，你已经康复了吗？我昏迷了多久？2天了。那我还要多久恢复？团长，伤筋动骨100天，你这个更严重，就算你身体恢复能力很好，起码也要2个月。2个月？那我可等不了，在床上躺2个月的话，美女军团说不定就散了。我立刻从空间戒指里拿出了那颗3阶变异晶石，看来只能吃这个了。变异晶石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理，除了能给人升级以外，恢复和治疗能力也十分强悍。听说7阶变异晶石已经可以断肢再生了，变异晶石入口，我全身都升起一股暖流，特别是4肢痒痒的，很舒服。3分钟后我就能下床走路了。姜薇从头到尾都是一脸的惊讶，她在来到娘子军之前都不知道变异晶石还有这个效果。难道到了末世，连医生这种职业都会失业？我听到了姜薇的心声。姜医生，变异晶石可以疗伤，但不能治病。我这并不是生病，是受伤。如果是其他大一点的疾病，变异晶石是没有办法治疗的。我们的团队肯定还会扩大，我们更需要像姜医生这样的专业人才。欢迎你的加入。姜医生，本王最近总是胸口痛，要不你也帮我看看吧？好呀。不痛了。第2天晚上，天空再次下起了丧尸雨。此次过后，2阶丧尸将会成为主流。堂哥，娘子军已集结完毕，随时准备战斗。这破玩意太长了，本王拔不出来，看来还是躲一躲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10分钟后，随着第1只丧尸的落地，战斗正式打响。
我带着娘指军团浴血奋战，在我们领地这一片小小的地方就落下来了40多只2阶丧尸。最终我们将所有丧尸斩杀完毕，我才长舒一口气。堂哥今晚阵亡了41人。江月，41人不多了，死亡率1/10都没到，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堂哥，我们为什么不等明天白天再动手？白天丧尸不是会弱很多吗？丧尸刚落地的时候，会因为短暂的不适应，行动迟缓，而且晚上有未来城这么多人吸引丧尸的注意力，我们需要面对的丧尸大军会少上很多。此时的未来城如同人间炼狱，无数前来投奔又没有住所的人类，在这一夜变为丧尸，甚至不少居住在房间里的人也遭到了丧尸的攻击。2阶丧尸的破坏力超出他们的想象。而此时未来城城主陈刚带领手下进行反击，只见他双手喷着猛烈的火焰，丧尸触之必死，凶猛的如同一个战神。他不想看到自己精心经营的未来城就这么毁于一旦。这场未来城的保卫战一直持续了整晚，也不知道具体死了多少。这应该是末世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。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早上9点会再次下起久违的空投雨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，新的一轮空投箱如约而至。相比较上一轮的空投箱，这一次的品质会更加好。江月带一队，万茜带一队，静音带一队，剩下的跟着我。大家记住，如果途中有人抢空投箱，直接杀，不要留情。对于最新一批的空投箱，此次我们势在必得。那我跟着万茜小姐姐这队。不行，你跟着我。主人，那你看我怎么死合适？团长，好多空投箱啊！别感叹了，快点动手，等其他几个团反应过来，可就没这个机会了。我抓住一个时间差，开始疯狂收割，这哪是找空投箱，这简直是在捡。没有丧尸，也没有人。蠢女人，傻瞅啥呢？抓紧行动啊！哎呦，我小弟刚好。此时未来城中独狼团的团长七匹狼也反应了过来，独狼被我干掉后，他的弟弟七匹狼就接手了独狼团。还在睡，快点给老子起床了！天上又掉空投箱了，速度快点！辛辛苦苦杀了一晚上，都给别人当嫁衣了。团长，人越来越多了。没事，我已经收割的差不多了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集合回领地。当我返回领地的时候，娘子军已经全部回去了，但此时还有一群陌生人在和他们对峙。这群小娘们看着真带劲，你们团长是谁？要不都跟着我吧，本银侯大人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你就是这群漂亮妞的团长。我默不作声，静静地看着他，因为在我眼中，他已经是死人了。问你话呢，就你这种傻不拉几的样子，能吃得消啊？我弟兄们多，要不帮你分担分担。说完，他身后的人全都哄笑起来，不少人还冲这边吹着口哨。我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，以前就听人说过，独狼团有个变态副团长，绰号银猴，身材瘦弱，尖嘴猴腮，不过实力很强。上一世的未来城到处都是他的恶名，但是这人确实有点实力，未来城无数人想宰了他，而他依旧活得好好的。看本汪咬死你这只银猴！哎呦，本汪的小弟弟啊！这不是独狼的那只土狗吗？等我抓到你，非得拔了你的皮！臭男人竟敢出言不逊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隐身术。这娘们居然跟我玩阴的，等老子抓到你，一定让你好好尝尝我新研发的招式。这猴子果然有点手段，居然可以感觉到隐身的万茜。都给我住手！就在战火一触即发的时候，一道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，竟然是七匹狼。独狼被我干掉的时候，他也在场，所以他是知道我的实力的。想必他是想来平息事端，但此时的我却并不这么想。银猴今天当着我的面就敢如此猖狂，踢我的狗，调戏我的女人，就这样放了他，我岂不是要成为笑柄？所以今天他的命必须留在这里，耶稣也留不住他。好快的刀，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不错嘛，银猴竟然还穿着高科技作战服，瞬间移动。其他人看到银猴被杀，可却无一人敢上前，纷纷向两边逃窜。我把目光移向七匹狼，他的身上已经冒出了冷汗。他那神出鬼没的瞬间移动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如果真把他惹急了，可能连我都要死。我已看穿七匹狼的心声，就在我快要靠近他的时候，他居然后退了。显然他已经怕了。七匹狼，你还不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领地？难道还要我留你吃午饭吗？你记住，以后再敢擅闯我的领地，我一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可恶啊，就这么走了，也太没面子了，他也不给我个台阶下。兄弟们，今天我们要以找空投箱为主，所以不宜开战，以后还有的是机会。大家听我命令去找空投箱吧。回到家后，双胞胎姐妹已经迎了上来。万茜，给我放水洗澡。大黄，团长还没起来吗？还没呢，昨晚听万茜姐说让主人交作业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什么作业？我不出声看着还不行吗？哎，你们别走啊！人类的世界真搞不懂。江月，你今天继续招人，我们的目标是1000人团，将医生基地的伤员就交给你了，剩下的人今天全部随我出城。
不久后，全球将发生一起毁灭性的大地震，到时候所有房屋都会倒塌。我们必须要赶在地震之前寻找到新的住处。堂哥，你是怎么知道不久会地震的呢？有些事情暂时我不方便说，等以后时机成熟了，我再告诉你吧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的相信我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 N 天，再过不久就要爆发全世界大地震。我必须在这之前给娘子军们找到新的庇护所。出了领地到城外还有一段距离，这路上到处布满丧尸，小姐姐们也早已经轻车熟路，都不用等我开口，他们就率先冲锋，真是让我省心不少。让你瞧瞧狗大爷的厉害，砍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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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傻狗真不让人省心。主人，谁让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？我自己可以的。哦，是吗？那下次我不管了。本汪收回刚才的话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出城必须要经过前面的一座桥，可现在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丧尸。堂哥，桥上的丧尸太多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桥上空间小，打起来很难发挥，一不小心很有可能会掉下去。我略微思考了一会，从空间戒指中拿出了几箱酒精，可惜了，如果有汽油就更完美了。不过酒精也凑合能用。随后我又拿出来了一个高科技浴缸，接着将酒精倒进了浴缸里面。堂哥，你出门为什么要带浴缸啊？这个你就别管了。万茜姐，这个我知道，主人应该是想随时都能训练你们水下作战用的。主人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就你多嘴。堂哥，你是准备用火攻吗？是的，我们杀过去的风险有点大，还不如用火攻。可是这酒精也倒不过去呀。放心，我能一滴不剩的全部到他们头上。我的计划是用酒精当引子，把桥面上都倒满酒精，然后再把没开封的酒精全部扔上去，再将其点燃，这样火势就会越来越大。丧尸大军则不攻自破。一切就绪后，我扛起浴缸准备行动。桥上正好有3根柱子，虽然都不是很粗，但我还是能勉强站在上面。开启异能，瞬间移动。我顺利来到了第一根柱子上，并将1/3的酒精倒了下去，然后又向下扔了几十瓶未拆封的酒精。接着是第2根柱子和第3根柱子，我如法炮制，把酒精都倒了下去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打着防风打火机，然后扔了下去。整座大桥瞬间燃起了熊熊烈火。因为我已经用光了3次瞬间移动，现在只能站在柱子上静静的看着。主人，你快下来，你都要变成烤鸡了。堂哥异能字数用完了，现在也只能在上面等着了。哦，那就烤着吧。桥上的丧尸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他们虽然没有痛觉，但是面对大火会本能的害怕，以他们的智商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大火，只能在互相冲撞中被烤熟。大火足足烧了1个小时。等火熄灭以后，大部队开始陆续过桥。今天先这样，在这个桥上布满固态酒精块，下次出来接着烧。堂哥，这种方法我们不能经常用，否则大桥可能会被烧毁的。我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虽然大桥很坚固，但也经不起几次火烧。丧尸雨还要再下几天，每天烧一次肯定是不行了，所以我们只能隔几天烧一次了。下了大桥，四面八方都是丧尸，我们要先清理出来一片空地作为安全区，否则迟早会被打穿。李金英开启了异能天赋，一马当先。他的异能开启以后，就连3级丧尸都打不破他的防御。依靠着静音的超级防御，我们只用了10分钟的时间便杀出了一块空地。大家听我的命令，架设防御据点。只见小姐姐们从空间戒指拿出了几十根尖头木桩，迅速钉在地面上，形成防御工事。木桩并不能完全隔绝丧尸的进攻，但能给我们降低不小的压力。下午6点，我们回到领地，江月早已在别墅里等着我们。堂哥，我们今天招到了200多人，全是一阶变异者，以上18到25岁之间的美女。隔壁城市有一个女子学院，她们都是来自那里的。之前那里有3000多名学生，现在就只剩下200多名了。亏我们都投靠了堂哥，否则现在可能早变成丧尸了。晚上7点半，我独自一人来到房间。通过今日一战，我终于集齐了1000颗2阶变异晶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吞服变异晶石。当第1000颗下肚的时候，我忍不住怒吼一声，因为实在是太痛了。我感觉身体的枷锁仿佛被打开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，头脑也格外清晰，疼痛感在慢慢消失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段话：异能升级成功，瞬间移动增强版开启，以自身为中心，方圆100米范围内瞬间到达，无视任何障碍物，可携带1人，每天可以使用3次。他了个咪咪的，能够携带1个人，这可是大提升了。无视障碍物，意思是我可以直接从房间外面瞬移到里面来，简直是入室偷窥，不对，是入室救人的极品技能。哈哈，正合我意，我终于成为4阶变异者了，加上升级了异能，现在未来城里我谁也不怕了，哪怕其他几个势力也有4阶异变者，对我也不会造成任何威胁。第2天丧尸雨如约而至，我知道这一次将又是一场惨烈的丧尸工程。城主，我们快顶不住了，丧尸大军已经击溃我们的防线，正在向未来城方向迁徙。撤，我们回城防守。堂哥不好了，丧尸大军已经攻入了未来城，我们要去帮忙吗？不需要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按兵不动。
这是这段时间我们团队获取的所有变异晶石，所有人先升级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幸运的是，万茜和江月的异能都得到了升级。万茜隐身技能升级为幽灵，使用后进入隐秘状态，速度增加3倍，攻击后失效，5分钟内可重复使用。其他都没变，只是多了个重复使用，不过已经可以做到杀人悄无声息了。不愧是上一世的刺客之王，江月的是破甲利刃，10分钟内无视任何防御，并增加1倍的速度，相比之前速度再次提高1倍。万茜，你给大家介绍下当前局势。这是目前未来城的势力分布情况，陈刚镇守的是南面，七匹狼镇守的是东面，血衣镇守的是西面，而我们的领地则在最北面。最北面的唯一入口就是上次烧丧尸的那个大桥，已经被我炸掉了，所以丧尸大军已经无法从北边进攻我们，我们这里将是未来城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很快3天的时间过去了，我派出的密探回来报告，团长，未来城南面全是密密麻麻的丧尸，根本数不清有多少，没看到一个活人。团长，西边也一样。团长，第一波的火攻和第二波的高空抛物让丧尸损失惨重，但丧尸数量实在太多了，东边的独狼团很快就会被丧尸击溃。怎么可能？他们团可是将近有10万人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，七匹狼那个家伙只要是个人，他就往团里招，他团队那些人都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根本经不起战火的考验。此时的七匹狼正在心腹的掩护下撤退。老大，我们往哪里撤？这丧尸也太多了吧！往城北撤，找唐团长，现在只有他才有这个能力救我们。唐团长救命啊！这不是七匹狼兄弟吗？这个点你不在家里睡觉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唐哥，你就别调侃我了，丧尸打到家门口了，他们实在是太猛了，我们完全不是对手啊！这不是特地来你这里避难的吗？我还给您带来了1000个兄弟，全是我们团里的精英。要我帮忙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可以让你们进来避难，但每个人需要给我1颗3阶变异晶石。唐哥，我这有1000人，我要有1000颗3阶变异晶石，我早就成为5阶异变者了，我最多只能拿出来100颗，您就通融一下吧。其实100颗3阶变异晶石已经不少了，我之所以狮子大开口，就是为了榨干他的变异晶石。如果让七匹狼先升级，那么他肯定会找我报仇的。哈哈，好吧，100颗就100颗吧，我就卖你个面子。堂哥，有个叫郭宇的人找你。听到郭宇这个名字，我欣喜若狂，没想到我安插在未来城的卧底竟然还活着。堂哥，好久不见了，非常感谢你上次的援助之手，我按照你的要求已经成功打入了他们的内部，现在就任防卫队小队长。你看我后面这2000人都是归我指挥的。太好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堂哥，不好了，丧尸已经攻到我们领地了。那么快就来了，看来前线已经全面崩盘了。老狼团的兄弟守住这个通道，郭宇你带着人随时准备补上，不能让丧尸轻易突破这道防线。剩下的人听我指挥，20分钟换一批。换人的时候，接任异能者上前顶住，火系异能者等我命令不要随意出手，发现感染者以及外来入侵者一律斩杀。主人，我们发现丧尸大军中有好多3阶丧尸，其中还有8只4阶丧尸，还好本王跑得快，要不你就见不到我了。大黄做得好，回头奖励你2只烧鸡。小姐姐不要哭，到时本王分给你个鸡屁股吃，跟着本王吃香的喝辣的，嘿嘿。万茜，你们3个带领大部队消灭4阶以下的丧尸。七匹狼、郭宇，4阶丧尸你们1人2只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我们去前线。随着战斗的白热化，大批的幸存者想要进来避难，同时不可避免又吸引过来了大批的丧尸。兄弟，求求你放我们进去吧，我们保证没有被感染。想进来可以，但是要杀个5只丧尸才行。堂哥，他们杀够了，我们真的放他们进来吗？我只是利用一下他们而已。此时我们建设的第1道防线即将崩溃，火系异能者赶紧顶上，其他所有人撤到第2条防线。第2防线是我重点建设的一道防线，不仅容纳的人数巨大，而且防御工事也比较牢固，就算面对海量丧尸，也不至于出现一推就倒的情况。江月，我们一共损失了多少人？我们已经有47名小姐姐牺牲了，而且他们都是3阶异变者。可恶啊，这损失未免有点太大了。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件非常担忧的事情，那就是5阶丧尸还没有出现。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道刺，只有5阶丧尸死了，100万的丧尸潮才会退去，未来城才可以挺过去。眼看第2防线也快顶不住了，就在我准备下令撤退时，突然听到了一股陌生又冰冷的声音。太好了，这里有好多人类，吃了他们我就能进化。这就是5阶丧尸的新生吗？他居然可以吃人进化！想到这里我已经毛骨悚然，看来离我们并不远。江月，你快去发射信号弹，信号弹是我们几个团长提前商量好的暗号，谁的领地出现了5阶丧尸就由谁发射，通知其他人赶来支援。现在此地不宜久留，大家准备好有序撤退到第3防线。几分钟后，所有人都撤到了第3防线。第3防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了。此时，陈刚和血衣团的团长白衣看到信号弹后，也终于赶了过来。白衣，这次就靠你了，
在丧尸攻城之前，我们就已经想出了怎么解决5阶丧尸的办法，但是前提就是必须确定它的精准位置。而白衣的异能天赋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。白衣的异能天赋是洞察，以自身为中心，100米范围内可以查看到所有能量体的等级和精确位置，且持续时间30分钟。唐团长，你确定5阶丧尸在这里吗？我们只有一次机会，如果他现在已经走了，那我就再也感应不到他的位置了。放心吧，我可以确定他就在这附近，你只需要负责找到他的准确位置，告诉我就行了。如果探查出他的位置，那由谁去斩杀呢？七匹狼和陈刚在一旁谁都没有说话。斩杀的任务我可以去完成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们每人要给我50颗3阶变异晶石。没问题，小意思。我也没问题，但是丧尸攻城结束以后，自己地盘的战利品归自己，其他地方的凭本事了。那就直接开始吧。白衣也不废话，立刻发动了自己的异能，开启异能洞察。找到了，果然有5阶丧尸，他就躲在那所破房子后面。唐团长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看我的吧。发动异能，瞬间移动。居然敢有人前来送死，还是一位高阶异变者，哈哈，太好了，吃掉你我的实力能进化到6阶了。想吃掉我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瞬间移动，这一次的攻击斩断了他的一只手臂。可恶，这个异变者怎么这么强？先走为上，小命要紧。眼看这只5阶丧尸就要逃走，我掏出了第2把刀，然后发动了2次进攻，瞬间移动。我操！不出意外，我完成了这个世界5阶丧尸的手杀，但是我也被他抓了一下。5阶丧尸最后的反扑也的确厉害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从空间戒指中拿出最后一瓶解毒剂，喝了下去。唐团长，你太厉害了！现在5阶丧尸已被斩杀，城里剩下的都是些虾兵蟹将，我们的胜利指日可待。陈刚随后便掏出了一瓶酒，让我们共饮一杯，庆祝一下吧。陈团长，这酒暂时先不喝了，等大战结束之后，我们再一醉方休吧。唐团长，那我先告辞了，我那边的战场还等着我坐镇指挥呢。白衣走后，陈刚也想要离开，但他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。这不是我未来城里的大队长郭宇吗？他怎么会在你这里啊？唐团长，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个嘛，是意外，他们被丧尸大军冲散了，所以误打误撞跑到我这里来了。如果不是他亮出了未来城的招牌，我还不收留他们。陈刚听后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但他好像不太相信我说的话，看来郭宇要倒霉了。唐哥，如果没什么事，我也先走了。七匹狼这个家伙眼看战斗已经到了尾声，竟然也想着开溜，估计他那10万名手下也没剩多少了，对我来说更是不足为惧。行吧，我非常期待和独狼团的下一次生意。这哪里是生意啊，分明是我在给他打工。众人走后，大家赶紧组织反攻。江月马上安排人手去收集变异晶石，记住先抢领地外面的，领地内的不着急。晚上9点我们基地会合。正当所有人都在庆祝胜利的时候，而我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我知道在丧尸攻城不久后，人类将会面临更大的灾难，那就是全球大地震。在地震之前，我要带领娘子军团离开未来城，寻找更安全的住所。江月，你说一下咱们现在手里的物资。堂哥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拥有的1阶变异晶石是173227颗，2阶变异晶石11452颗，3阶变异晶石772颗，4阶变异晶石11颗。全团人数目前共计721名，4阶异变者9名，其余人员全员3阶。我们现在拥有的饭盒和水壶足够我们全团生活10个月，其余各项末世前的物资，食盐17吨，矿泉水11吨，大米14吨。肉罐头2.3吨，辣椒酱类产品3.5吨，另外还有各种类零食4.2吨，调料0.4吨，冷冻食品1.7吨，香烟还有7147条，都是高档的。最后还有高科技套套10个。我们现有的空间装备完全可以将这些物资储藏起来，全员配备了武器，而且还多出了217把钢刀和112把匕首。以上就是咱们目前的物资明细。高科技套套是什么？干什么用的？反正不是给你用的。对了，江月为什么只有10个？堂哥，我看了一个可以用1000次，这可是足足1万次呢，你得努力了。击退丧尸攻城后，我也稍微放松一下连续紧绷的神经，把之前千万件的作业都补上。大黄，堂哥还没出来吗？还没呢，昨晚主人说要清理库存。什么库存？就是你昨天说的高科技套套。江月准备一下，我们今天出城。那我们要跟血衣团和独狼团说一声吗？不用，我们干什么没必要和他们说。从末世到现在，堂哥总是带着一丝神秘，各种大事总能提前感应，往往我们都能抢占先机。他不会是穿越回来的吧？听到江月的心声，我微微一笑，眼前这个妮子可真是聪明啊。由于之前我们北边出城的唯一入口桥梁被炸断的原因，所以出城要穿过七匹狼的领地。当七匹狼看到我带着上千名娘子军过来的时候，直接吓尿了。我擦，这杀神怎么来了？还带了这么多人，这是要跟自己干架了吗？
堂哥，今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西比狼老弟，别来无恙了。我今天打算出城去看看，我那边的大桥被我扎断了，所以准备走你这边，你没有什么意见吧？当然没意见了，堂哥，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好的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后会有期吧。我们一行人很快就到了城外，一眼望去，荒无人烟，也没有丧尸的踪影。堂哥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找一块范围大点的平地，最好是四周没有其他建筑物的，离城市越远越好。堂哥，救命啊！好粗好大的一条蛇呀！我当是什么呢？一条蛇就把你吓这样？万茜姐，一条小辣条而已，看本王前去把它拿下！呀呀呀呀呀呀！看我的小狗飞刀！卧槽，真的好粗好大！我靠！主人还是你去吧，我今天发挥不太理想，没能把辣条干倒。我不相信大黄说的话，朝着前方走去，直到看到那条蛇，我彻底惊呆了。这条蛇是要成精了吗？足足3米多长的身高，这体型这长度堪比一条巨蟒，看来今天可以改善伙食了。发动异能，瞬间移动。我们今天晚上就在这边住下吧。万茜，你去吩咐人把这个蛇给烹饪一下，多放辣椒，不要香菜。堂哥，这个蛇不会有毒吧？放心好了，毒蛇也是能吃的，因为它们的毒是藏在头部的毒腺里的，只要把头去掉就可以放心使用了。我拿出了高科技帐篷，今天大家就在帐篷中休息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剧烈的震，我立刻带着万茜开始向外跑。堂哥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先把所有人都集合起来，大家不要乱跑，我感觉地震要来了，你们不要挨得太紧，队形分散一点，东西都装进储物空间里，不要留任何东西在外面。震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现在想要站稳都得花费不小的力气，再这么下去，感觉大地都会裂开。分散以后都蹲下，实在不行就趴着，不要躺着。四周尘土飞扬，不少小的石子更是四处乱飞。可这一切只是地震的开始，仅10几分钟，城市内的建筑物就开始倒塌，很多幸存者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埋在了废墟之下，到处都是哭喊声，宛如一片人间炼狱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47天，全球爆发了大规模的地震，此时的未来城宛如一片人间炼狱，一座接着一座的房屋接二连三的倒塌，死伤不计其数。可在我眼中却是另外一番景象，我终于知道未来城究竟是怎么来的了。这哪是什么地震，这根本就是在强行改变城市，甚至可以说是给人类建造一个能够生存的环境。里面的房子在不断的倒塌，但是外围随着大地的挤压，居然神奇的出现了一面围墙，而且围墙还在不断的升高。可惜的是，这一幕城内并没有几个人能看到，都在忙着四处逃窜。地震一直持续到晚上。堂哥，所有人都已经找到了，41人死亡，还有300多人受伤，死了41个小姐姐，足以证明这场地震的恐怖。受伤的人江医生已经在帮忙救治了，而且都吃遍易经石了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堂哥，我们要回未来城吗？肯定是要回去的，但不是现在，出都出来了，我们要弄点别的东西回去。这次地震受伤的可不只是我们，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，让所有没有受伤的人休息一下，然后出去捡肉。一听到肉，大家眼睛都亮了起来。很快，江月就把所有伤者都集中到了2个帐篷里，我则带着剩下的人出去找动物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场地震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我的预计。这一路上，不少躲起来的野兽全都被震了出来，基本没见到几只完好的，都是些半死不活的。堂哥，快看，这几只野鸡好小哦！我顺着声音看去，在一只1米大小的野鸡下面，居然掩盖了5只正常大小的鸡，一看就是他的孩子。别杀了，带回去养着，这带回去可就变成了可再生资源了，搞不好以后就能吃上新鲜的野鸡蛋了。这次收获不错，要是再弄些其他的野兽幼崽，到时候在领地开一个养殖场出来，那可就不愁吃的了。一直忙到快天黑，我才带着人回到帐篷处，其他的队伍都已经回来了。当看到我们带来的各种动物的时候，都蒙圈了。江月，这些动物你可要找人看好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到时候全部养殖起来。我已经幻想着2头猪变4头猪，4头猪变8头猪的美梦了。堂哥，我们以后是准备在未来城定居了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先好好的养精蓄锐，等我们实力再强大一些，我想去其他地方。未来城太小了，我有预感这个末世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我们就这么躺平了，迟早会灭亡的。我严重怀疑丧尸爆发不是偶然，而是有一股神秘力量特意制造出来的。去其他的地方，另外的城市吗？我们要去更大的城市，距离我们最近的广深市相距也不过几百公里，以我们现在的速度，最多几天就能到达。那里人口更多，幸存者肯定也会更多，消息也更加灵通。很快便到了第2天，我准备带着小姐姐们回未来城了。在接近未来城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昨天地震所产生的那堵围墙。堂哥，这怎么会突然出现了一堵墙？这个根本就不是墙，而是地震引起了地面的挤压，越挤越高才形成的墙。我们绕着墙走吧。进入未来城之后，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是我还是被眼前的惨状给震惊到了。里面的道路已经被完全掩盖，到处都是尸体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有30%的人死于地震。我们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后，这里也是破烂不堪。我们住的那几栋别墅也已经倒塌了，看来今晚只能继续睡帐篷了。
晚上和万茜清理完库存后，我久久不能入睡。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陈刚会在1周后宣布，那面墙是他建造的，是为了抵御外来丧尸，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。最后他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真正的未来城城主，大家因此会对他感恩戴德。我无心跟陈刚争夺这个城主，也懒得揭穿他的谎言，因为自己迟早是要离开的。只要陈刚不来惹自己，我也不会去招惹他。毕竟有了他，才有了未来城的秩序，给了底层人类一丝丝的活命机会。未来城现在还有100万之众，等丧尸雨停止一段时间后，会有更多的幸存者涌入未来城。我感觉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干预着这一切，这就是我想要变强的根本。时间已经过去了3天，领地的房子也全部重建了，依旧是在原来的地方，但因为材料的原因，房子自然是没有以前那小别墅好，但是居住也是绰绰有余了。更重要的是面积大了许多。这次地震，整个未来城内不仅是人类遭了殃，同样遭殃的还有丧尸。没有了丧尸的阻挡，搜刮末世前的物资变得容易起来。堂哥，水泥还是有些紧缺，虽然这段时间我们弄到了不少，但想要建造足够多的房子，还是有些不现实。没有房子就用帐篷，划一片区域出来用作帐篷安置区，每个帐篷里放满200张双人床。地震后能住的房屋少之又少，很大一部分人连帐篷都没得住。现在各大势力就已经在疯狂裁员了，特别是知道了城墙的事情以后，几个大势力更是十分默契的一起裁员，缺少了丧尸工程的危机，团队人口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了，没必要养着。陈刚更是一口气裁了几十万人，最后只留下了4、5万人的团队，像血衣团更是直接回到了解放前，只留了8000人。七匹狼也不蠢，因为他团队的质量实在太差，最终留下了1万人。而我这边反而成为了唯一一个招人的团队，我准备正式把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分开管理。战斗人员的队伍补齐1000人整，后勤队伍招收了200人，由江月和李静英负责。还有一个50人组成的医疗团队是由姜薇直接负责，剩下150人包含了各个领域的精英，有建筑师，也有商人，甚至还有专业的按摩师，就连化妆师都有2个，全部由万茜负责。城墙的消息终于在所有幸存者的口中传开了，不少人还特意去观摩了一番。那雄壮威武的城墙，也有一些人心生疑惑，这真的是新建的吗？有这么多材料和人工吗？可陈刚一句话就打消了所有人的怀疑。这是为了人类幸存者的安全考虑，我和唐团长、白衣团长还有七匹狼团长共同努力下完成的。不得不说，陈刚这老登还挺机灵的，为了堵住所有人的嘴，竟然还分了一些功劳给我们。走在新建设的大街上，所有幸存者都不由得对我们顶礼膜拜，不少人都在称赞4位团长的大义。被我安排在未来城的卧底郭宇也带着人回到了我的领地，正式成立了虎豹团。而我在领地周边找到了一块空地，划分出来一个农场和一个牧场，分别用来种植新鲜的瓜果蔬菜以及养殖部分牲畜。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家里一边清理库存，一边规划着年后出城的事情。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1个月后，我们种植的蔬菜已经过剩了，而牲口这边却出现了问题。堂哥，这些牲口我们快养不起了。一只鸡一天能吃3颗变异晶石，一头猪一天能吃10颗变异晶石，一头牛同样能吃10颗。喂了1个月了，也没见长大多少啊，这怎么养得起啊？没长大多少？这怎么可能？吃了这么多的能量，不应该长起来飞快吗？要不待会儿你自己去看看吧。我们已经足足养了5头猪、2头牛和9只鸡了，一天所吃的变异晶石就能强化出一个2阶异变者。再这么吃下去，真的吃不起了。不用谢，喝点农家乐能让你们快点长大。卧槽，哪来的野狗敢霍霍我的牧场？看我不打断你的第3条腿！吴队长，这狗看着好眼熟，是不是唐团长的？管他呢，末世后我还没尝过狗肉呢，到时候就说没看见。处理完团里的事情，我打算亲自去养殖区看看。等到了这里，情况果然如江月所说的一样。这里现在是谁在负责？是郭宇安排的人，好像是他原先在陈刚那边当大队长时手下的人。把他叫过来，我问点问题。大哥，我这么可爱，你怎么忍心吃我呢？现在把我放了，本汪可以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叫吧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吴队长在吗？就说我不在。吴队长说他不在。卧槽，你傻逼吧？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？唐团长让你过去一趟。难道这么快就知道这狗是我逮的了？唐团长找我干什么？我跟他又不熟。说是找你问问养殖场的事情。等我回来再收拾你。唐团长，我叫吴花肉，这农场和牧场都是我在管理。这些野兽平时都是你的人喂养的吗？是按照什么标准来的？这些野兽最开始几天都是我喂养的，我末世前就是农村放牛的，对动物非常了解，几天就能揣摩出它们的饭量和习性，之后就是有其他人喂养了。那这些动物半个月了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你不会觉得奇怪吗？这些动物可能发生了基因变异，生长周期也许会长一点，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也属于正常。如果是别人可能真被忽悠过去了，但我可是有读心术的。唐团长怎么会突然跑来这里查看这群畜生的情况？这些动物加起来每天就为8颗变异晶石，估计都吃不饱，肯定不可能长这么快的。
唐团长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事情了？这些粗活就交给我们就行了。难道我私吞变异晶石的事被发现了吗？我听到了无花肉的心声，瞬间怒气爆表。这个和江月跟我汇报的数量相差太多了。根据计算，他们每天能私吞掉大约90克变异晶石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那他们还要喂多久才能长大啊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这种变异动物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肯定不能用末世前的动物来比较。原来唐团长只是恼怒这些畜生浪费了变异晶石，却没有快速长大，果然还是太年轻，随便糊弄他就相信了。你们这里现在有多少人负责农场和牧场的管理？两边加起来一共50个人，24小时轮班制的，防止有人随意靠近，也害怕野兽们躁动。安排的不错，这样吧，你们忙了这么久，也辛苦了。这些动物太能吃了，我就不准备养了。下午你把兄弟们都叫过来，我们就在这里把这几只败家野兽现场给炖了，大家伙一起尝尝鲜。聚宝盆没了，不过能免费吃一顿肉还是不错的。看着无花肉离去的背影，我已经计划好要怎么处置他们了。这一次我要杀鸡儆猴。下午3点，所有人都集合在了养殖区。我已经把事情都告诉郭宇了，他也是气得火冒三丈。毕竟这是他带出来的人，结果出了这档子事，这让他在我面前脸面丢尽了。可我左看右看，就是找不到无花肉在哪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那个家伙肯定是察觉到不对劲，所以提前跑路了。你们谁知道无花肉在哪？团长，吴队长说下午让我们过来宰杀这群畜生，说晚上要吃肉，其他事情我们就不知道了。我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让你们来可不是吃饭的。无花肉那个家伙私吞了我不少变异晶石，而且据我了解，应该不止他一个人参与了此事。现在他畏罪潜逃了，你们最好老实交代，还有谁参与了？我环顾四周，那50个人没一个敢吭声的，都不说，就当全部参与了，直接杀了吧。唐团长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啊，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四周巡守，防止其他人靠近。喂养野兽这活我是一次都没干过，他们俩是我们的小队长，喂养野兽都是他们做的。我听到立刻怒视眼前的2名小队长，吓得2名小队长直接尿了。全部说出来，我可以考虑一下，饶你们一命。唐团长真不关我们的事啊，全是无花肉那个王八蛋干的。一开始无花肉叫我过去说每天可以给我5颗变异晶石，只要帮他喂牲口就行了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天给我13颗变异晶石，我喂8颗，自己留5颗。不对吧？你其实只喂了6颗，自己留了7颗。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就连无花肉都不知道我少喂了2颗。等下辈子我再告诉你答案吧，永别了。轮到你了，知道怎么说了吧？唐团长，求求你饶我一命吧，我跟他一样也是被无花肉骗的，而且我绝对没有中饱私囊。无花肉让我自己留5颗，但是我并没有那么做。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又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？你我可以相信，姑且不杀你，回头还要奖励你。堂哥，我现在就去追无花肉。不用了，郭宇，我早就料到他会跑，万茜应该马上就到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只见万茜拽着无花肉走了过来，看样子他的双腿已经被万茜打断，不过万茜怀里还抱着大黄，这让我很意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主人，这个王八蛋说要吃了我差一点就去西天报道了。哦，你胆子不小啊，看来今天不杀你都不行了。唐团长，饶命啊！这一切都是郭宇指使我干的，变异晶石我已经全部都交给他了，杀大黄也是郭宇说想吃，我才去做的。唐哥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？狗狗这么可爱，我怎么会吃它？放心吧，我相信你，只不过以后要管好自己的手下，我不希望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，有的人让我大开眼界啊，居然可以身兼数职。我很想知道陈刚派你去雪衣团，到雪衣团后又被白衣派去了独狼团，最后又被七匹狼派到了我这里，那你到底算是谁的人？你说说哪家给的工资最高，我也好比较一下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60天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2件事，第一就是快速提升团队的实力，其次就是储存足够多的食物。等这2件都达标了，我就准备出发离开未来城。江月，我们有多少3阶变异晶石了？一共972颗，还是要加大3阶和4阶变异晶石的兑换，争取把散户的高阶变异晶石都给换过来。另外每天都要安排起码2个队伍的人出城杀丧尸，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新出产的变异晶石才行。与此同时，虎豹团是我让郭宇管理的娘子军下的附属团，也在进行内部整理。大家都会报一下这几天的成果。郭团长，这几天我把手下大队所有人明里暗里的盘查了一遍，抓到了2个内奸，已经送去西天报道了。我这边也是一样，整个大队所有人都排查到位了，只有1个内奸已经送去缅国自生自灭了。好的，清洗行动可以先放一放，明天集体去城外杀丧尸，但是所有人不能掉以轻心，只要发现腐败现象马上处理。堂哥，太好了，前面有一个没有拆封的空投箱。没想到过去那么久了，还有没被打开的空投箱。万茜，我们的幸运女神，这个开箱的任务交给你了。堂哥，你少打趣我。只见万茜缓缓打开箱子，然后从里面拿出了一瓶药剂。堂哥，这个是异能天赋合剂，使用后有一定几率进化出异能天赋，但已经有异能的人使用无效。我有些奇怪，记得上次自己获得的时候没有提示什么已经有异能的人使用无效啊。
难道是因为自己上次没有异能的原因？于是我接过了天赋合剂，这时系统也出现了一段文字：异能天赋合剂使用后，有一定几率进化出异能天赋。奇怪了，竟然没有提示我使用无效，难道说我还能再次使用异能合剂吗？堂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你岂不是会成为第一个拥有双异能的人？看来你才是我们的幸运之神，我们赶紧回家试试吧。还有，我们已经有1000颗3阶变异晶石了，同时你也可以进阶5阶异变者了。回到基地后，我独自一人走回房间，我拿出了1000颗3阶变异晶石，我打算先升级成5阶异变者，然后再喝下异能天赋合剂，说不定等级越高，概率越大呢。我张开血盆大口，一鼓作气喝下了1000颗变异晶石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便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我顺利踏入了新的境界——5阶异变者。同时系统提示：异能升级成功，瞬间移动范围变为200米，并且可同时携带2人，每天可使用3次。除了异能的升级，我的身体素质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，现在就算陈刚他们联手，都不可能打赢我了。接着我又喝下了异能天赋合剂，10几秒后，我感到头痛欲裂，这跟上次的情况简直一模一样。几分钟后，觉醒异能天赋雷电之力，雷电之力攻击附带雷电属性，对敌人造成巨额伤害和麻痹效果，每天可以释放3次，每次持续10分钟，对丧尸伤害翻倍。之前瞬间移动只有出其不意，但是没有足够的伤害，根本没有办法对高阶丧尸造成太大的困扰。而这个雷电之力的存在，对我来说就是如虎添翼。瞬间移动加上强大的雷电之力，越级战斗已经不再是问题。此时在未来城里，绝对没有人是我的对手。堂哥，怎么样？成功了吗？我什么时候失败过？传我的命令，团长突破，明天全体休息1天。堂哥，那我们姐妹几个有特殊奖励吗？给你一个提要求的机会，不过我现在的身体素质又提升了，你们可要小心点。未来城新建了一条步行街，可繁华了，明天能陪我们去逛街吗？这个可以拒绝吗？不去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谁让你自己瞎想的？第二天，我们来到了步行街，这里果然十分热闹。就在我们正逛得开心的时候，前方突然传来了吵闹声。怎么了？本少爷看上你了，那可是你的荣幸，你却还敢反抗？我认识这个家伙，他好像就是陈刚的儿子，叫陈皮。不过这人行事作风毫无底线，是出了名的嚣张跋扈。上一世他应该在末世1年以后才开始嚣张跋扈的，现在随着进度的加快，他也提前出来作妖了。老公，你快醒醒啊！好家伙，没想到这个陈皮竟然看上了别人的老婆，还把人家老公打得不省人事。你答应了本少爷不就行了吗？还能让你男人免受皮肉之苦，现在弄成这样，可怪不得我。就他这样的能养得起你吗？跟着他有什么好的？不如跟着本少爷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见女人不为所动，陈皮也不耐烦了，准备把她强行拖走。可就在这时，他无意中看见了万茜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仙女下凡吗？想不到我未来城还有如此美女。下一秒，陈皮便放开了眼前的女人，大摇大摆地径直朝着我们走来。小姐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皮，是调皮的皮，不是皮球的皮。我父亲是未来城的城主陈刚，不知是否有幸请小姐去我家探讨人生。你才是小姐，你全家都是小姐，赶紧给我滚！你这个臭娘们竟然敢骂本少爷，别以为傍上了哪个人物就可以嚣张了。在这未来城，小爷我就是天，我不信你能翻了天。兄弟们把他给我绑走，送我房里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些人都是3阶异变者，竟然被眼前这个女人一击毙命，那他最起码要有4阶的实力，难道他是堂哥后宫团的人吗？父亲再三叮嘱过我，谁都可以惹，但千万别去招惹堂哥的人。这次自己算是踢到铁板了，都怪自己鬼迷心窍。姑奶奶，我错了，都怪我有眼无珠，没认出你们来。你叫我姑奶奶，你的意思是我很姥姥？刚才你不是很嚣张的吗？继续啊，别人怕你们，我们可不怕。别给脸不要脸，就算你是堂哥的人又怎么样？我爸可是陈刚，这未来城的城主，得罪了我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呵呵，别说你爸是陈刚了，就算你爸是玻璃刚又能怎么样？你爸来了，我也照打不误。有我在，你在未来城撒野还嫩了点。你们回去告诉陈刚，让他3个小时之内自己亲自来赎他的宝贝儿子，来迟1分钟，我就卸掉他一条腿。我当着众人的面，径直拉着断腿的陈皮，慢慢的走出了商业街。如果他不是陈刚的儿子，那他早就已经凉了。终归到底，他的身份还是救了他一命。把他看好了，他爹应该很快就会过来。陈刚很宝贝这个儿子，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末世6年，陈刚也有不少的女人，但是没有一个在怀孕的，所以他一直只有陈皮球这一个儿子。没过多久，陈刚就来到了这里。唐团长，我儿子陈皮呢？陈城主，你来的可真快啊！唐团长，有话你就直说，我儿子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我替你教育了一下，不小心打断了他的2条腿，就在屋里休息呢。这次的事情我已经了解了，大致情况确实是我儿子有错在先，这也是我能坐在这里跟你聊天的原因。不知道唐团长觉得犬子的行为应该如何才能挽救？陈城主，要不是看在他是你儿子的份上，我早就送他去缅甸了。这样吧，给我200颗3阶变异晶石吧。
什么200颗？我哪有这么多呀？唐团长，我们之间可没有什么恩怨啊，你跟我交好，未来城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吗？陈城主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压根不准备留在未来城了，过年后就走。我准备带着娘子军去广深市去寻找末世真正的秘密，不知道陈城主有兴趣同行吗？唐老弟，我岂能不知道你的野心？我年纪大了，只想求一个安稳，不想去追寻答案了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希望你可以成功，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吧，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。就当我和我儿子陈皮向你赔礼道歉了。10吨肉，10吨青菜瓜果，1吨调味品，1吨面粉。别人要东西都是按斤，到你这里都是按吨计算，不过没问题，但是我需要一点时间准备，年前准给你送来。希望唐老弟找到真相的时候，还能回未来城看看这些老大哥们。把陈皮放了吧，陈城主奉劝你一句，你儿子这样下去，迟早会惹来祸端。多谢唐团长提醒。陈城主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还有14天，就是2041年2月1日，同时也是农历的春节了。过个年吧，明年就启程去寻找真相。今天是2041年2月1日，农历春节。为了庆祝这短暂的和平，团里放假1天，和万茜大战3天3夜的我，也终于获胜。唐团长你好，城主让我们来给你送物资，这里是你要的10吨肉，10吨青菜瓜果，1吨调味品，1吨面粉，都在这个空间戒指中。好的，谢谢陈城主了，给你们城主带句话，祝他新年快乐。还有明天一早我就准备离开未来城了。还是唐团长有魄力，如果我再年轻个10岁，说不定我就跟你一起走了。希望你能早日寻找到这末世的秘密，一步一步走上巅峰。唐团长，我白毅一向很少佩服人，但是你的确让我佩服。这是100颗3阶变异晶石，一点小小的帮助，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弄清楚末世的来龙去脉，拯救所有幸存的人类。说要拯救所有幸存人类，我还真没这么大的格局，只是我的预感告诉自己不去争，我一样会死。我回过头来看向了七匹狼，七匹狼兄弟，你看看人家白衣格局多大，再看看自己，我帮过你那么多忙，居然还扭扭捏捏的。可恶，他们也没说需要送礼啊，早知道今天就不来了。堂哥，怎么可能？我早就给你备好了，这是50颗3阶变异晶石。感谢各位的礼物，咱们后会有期，江湖再见。随后我带着2000多人的队伍，按照早就演练好的队形，依次朝着城外走去。堂哥，根据我们探测出来的路线，最好是走高速，因为高速距离短，而且不容易走错。没有导航的情况下，沿着高速走最好。好的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一路上也没遇到几只丧尸，都是一些零零散散的低阶丧尸，我们并没有理会。很快我们来到了第一个收费站。堂哥，收费站有不少的丧尸，还有4阶丧尸。郭宇，收拾他们应该没问题吧？堂哥，收拾他们简直就是老虎吃豆芽，小菜一碟。虎豹团队员亲令，随我干丧尸。也就几分钟的时间，收费站的丧尸就已经被郭宇不费吹灰之力的解决了。难怪团长要带着他出来，看来郭团长也是一位猛男，不能给团长生猴子，给他生好像也不错。我们越过收费站继续前进，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我也都是第一次离开未来城，对于外面的情况是全然不知。但是走上高速以后，发现情况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这么严重，别说跟丧尸工程时候比了，就连比以前我带队出城的时候，丧尸都要少上很多。最后我得出结论，在没有人烟的地方，丧尸也会相对的少很多。这更能证明今天的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，把人都圈养起来，用变异晶石来提升人类的实力，然后再用人类提升丧尸的实力。堂哥，前面隧道口已经堵住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估计是地震的原因，这条隧道大概有3公里的样子，打通肯定没戏了。看来我们只能从山上翻过去了。为了防止山上会有残留的高阶丧尸，我让郭宇和江月以及李静英在前面开路。事实证明，是我想多了，一直到翻过了整座山，一只丧尸的身影都没见着。而随着队伍距离未来城越来越远，路反而越来越好走。按照这样的趋势，估计3、4天就能够到达广深了。可没走多远，一片场景惊住了所有的人。好多丧尸啊，看他们的方向是朝着未来城去的吧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堂哥，我用不用带队去消灭他们？别管他们了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未来城已经跟我们没关系了，我们要赶在天黑之前到达燕城，在这里过夜还是太危险了。燕城如果算上下面的县城，人口也是近1000万，哪怕只是市区里也有几百万，那里肯定会有大量的幸存者。下了高速以后，沿着高速延伸线继续向前走。这也太干净了点吧，连根丧尸毛都没有。堂哥，我先去前面看看有没有幸存者吧。好的，让你小心点儿。又过去了20几分钟，这时万茜回来了。堂哥，燕城也有幸存者，而且人数还不少，但是他们好像在经历丧尸工程，而且他们完全没有一点预防措施。距离我们还有多远？战斗情况如何？不远了，大概5公里的距离，战斗应该也才刚刚开始。不过我大致看了一眼这次丧尸工程的实力，完全不能跟我们那次相比。3阶丧尸都十分稀少，除了实力以外，数量也比我们那次少了起码1半以上。听着万茜的话，我陷入了沉思。我们这边有2000多人，最低也是2阶异变者，更多的是3阶异变者。这次丧尸工程对自己的队伍来说几乎没有威胁，如果自己带队从他们屁股后面杀过去，
损失应该会更小。而这么一大波的丧尸所贡献的变异晶石肯定是十分可观的，甚至能再培养出一批4阶异变者出来。告诉所有人，10分钟的时间休息和吃饭，然后出发迎战丧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81天，我们终于抵达了第一站燕城，刚好遇到这里丧尸攻城，于是我带领娘子军们迎战丧尸大军。在我的指导下，几十名火系异能小姐姐同时出手，这场面着实是壮观不已。丧尸大军很快在这火焰中飞快的融化。眼前这些人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区区几千人，而且基本都是女人，竟然打败了上万丧尸大军。特别是这个带头的男人，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。你好，我是燕城城主萧强。你好，我叫唐哥，是这个团的团长。我们是从未来城来的，路经此地。你们是从未来城走过来的吗？城外这么多丧尸，你们这2、3千人就走了过来吗？是的，我现在是5阶异变者，团里最低的小姐姐也2阶了，所以我们一路过来很轻松。你竟然是5阶异变者，我可是燕城的城主啊，现在也才是3阶变异者而已。萧强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，自己可是能拿到整座城最好的资源，没想到还没有一个团长等级高。萧城主，你是不太欢迎我们吗？怎么可能？要不是你们帮忙，这一次我们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。你不用报答我，我只要这些丧尸体内的变异晶石就行了。那没问题，你全部都拿去吧，这些本来就是你们的。郭宇，你立刻安排人去收集变异晶石。收集完变异晶石之后，我们被萧强带到了一栋别墅。唐哥，这里卫生已经全部打扫好了，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吧。感谢萧城主的招待，我这几天会在燕城停留一下。我们团队里有几个小姐姐是燕城人，她们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探探亲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萧强就早早的来到了楼下。萧城主，我们团长他们还在休息，你在这里等一会吧。可恶啊！眼前这个看门的漂亮女人，居然是一名4阶异变者，自己作为燕城最强的男人，居然连别人的保镖都比不过，这就是堂哥的快乐吗？2个小时后，万茜走了出来。萧城主久等了，你先进来吧，我去喊堂哥，去给萧城主泡一杯上好的大红袍。萧强看着眼前热气腾腾的茶水，陷入了沉思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在末世竟然还能天天喝大红袍，这也太夸张了。你去吩咐厨师多做一份午餐给萧城主，今天中午就吃红烧野猪肉、葱爆山羊肉、蒜香牛肉粒和五香驴肉吧，主食就吃馒头、大饼、白米饭吧。我中午一般都是吃饭团，条件最好的时候也就吃下自热米饭，肉类更是不敢想象的。我本来已经做好这辈子都不再吃肉的打算了，吃得好就算了。堂哥身边的这些小姐姐简直都是人间仙女，这唐团长真是艳福不浅了。不好意思，萧城主让你久等了，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唐团长，你们是从未来城过来的，难道说未来城已经没有幸存者了吗？当然不会，现在城内有上百万幸存者，而城主陈刚是5阶火系异能异变者。萧强听罢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燕城最强的也才3阶，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。萧城主，你今天来就是为了问这些的吗？当然不是，我觉得唐团长这样的才是真正能成大事的人，我决定跟在唐团长身后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愿意放弃整座燕城来当我的手下吗？况且我现在也没有招人的打算，我的话里拒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我可不会允许自己的团队出现任何问题。如果今天站在这里的是个普通的燕城3阶异变者，我估计有可能就收了。能成为团长甚至成为城主的人，谁还没点野心了？唐团长，我是很认真的，我觉得跟着你才能活下来，而且我马上就可以升4阶了。那你可以等升级到4阶以后去未来城，同样可以活下来，我这里并不适合你。唐哥，我的异能是绝对防御，能够免疫跟自己同等级的攻击，以后战斗让我顶在前面，可以当肉盾。我听到这里眼前一亮，你想跟着我也不是不可以，但你的伙食要自己带，我可不会管你的吃喝。没问题，我会带够食物的。那我就破例收下你了，你快回去准备准备吧，过几天我们就离开燕城。真的吗？那就太谢谢唐哥了，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。万茜，路线都规划好了吗？已经规划好了。好的，那我们3天后出发前往下一站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85天，此时我带着娘子军团来到了阳城附近，晚上你们就驻扎在这里吧，人多太引人注目了。我和万茜先进城探探路。好的，堂哥。我们刚进入阳城，就听到一阵打斗声，原来是几个幸存者在那杀丧尸。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，战斗已经进入了尾声。让人惊讶的是，居然是一群小姐姐。难道除了自己以外，还有人也无聊到组建一个女子军团？要知道，在末世里，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加难以生存，而到了末世稳定以后，大多数女性也会选择依靠一个强大的男性来维持生存。像这种依靠自己的实力的并不多。眼前的几位小姐姐看到我们走了过来，也提高了警惕。你们好，我们是燕城来的，想请问一下，阳城有幸存者的聚集地吗？有，足足几十万人呢，你们从燕城过来，应该吃了不少苦吧？是啊，2、3千人出来的，现在就只有我们2个人。什么？那你们也太惨了吧？能活着就好了。阳城有几十万幸存者，还有我们团长在，肯定可以安然无恙的。你们也有团长吗？我们团长可厉害了，带着我们一群女人，在几十万的幸存者中站稳了脚跟。你如果愿意，到时候也可以加入我们。只是你身边的那个矮胖子不行，我们禁止男士加入的。我们一共有4000多人，2阶异变者也多达100人以上，我们的团长更是3阶强者。听到这里，
我都笑了。三阶异变者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，但我现在还并不打算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万茜，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寻亲。我想先找人，如果找不到再来投奔你们。这样吧，万茜，今天也晚了，你们想找个地方睡，估计是很难了。我跟柯姐说一声，腾个地方给你们睡一晚，明天再找。随后我们被带到了团长王珂家中。这个女人如果单论长相，也称得上一个美女，就算放在美女如云的娘子军团队，依旧可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身上的气质，不管她末世前是做什么的，但是末世后能够组建一个几千人的团队，并且做到当地最强之一，真的很令人敬佩。臭男人眼睛乱看什么呢？就在王珂的手下准备攻击我的时候，万茜突然动了，随后那名女生竟直飞了出去。怎么可能？下面的乡镇居然有4阶的高手，如此快的速度和力量，这肯定不是3阶异变者可以达到的实力。王团长，我们是来阳城找人的，并没有其他恶意，找到了就走，所以请你们行个方便。放心，你们告诉我要找的人的信息，我明天就发动姐妹们去帮你们找。面对一名4阶异变者，王珂也不敢再继续展示他的高傲，反而有些小心翼翼，同时他的心里也在庆幸，还好这名4阶异变者是个女性，如果是这个矮胖子的话，我们估计就遭殃了。今晚我们就在你这里暂住一下，麻烦你搬出去吧。万茜也毫不留情，既然都暴露实力了，那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你住倒是没问题，可他一个男人怎么能住这里呢？男人怎么了？他今天也跟我一起住，你有意见吗？王珂还想说什么，可被万茜的目光一扫，马上闭上了嘴巴。其他人都十分好奇，这个男人到底有什么魅力，居然可以征服一个4阶强者。就在王珂安排好一切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叫住了他。王团长，你继续住在这里吧，让其他人离开就行了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这个男人怎么敢的呀？自己的女朋友明明就在身边，居然还敢打我的主意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个女生居然也没有反对，更没有生气。你们不要做得太过分，我们这里有6000人，就算你是4阶异变者，也绝对讨不到好处的。放心，我对你没有想法，你自己刚刚也说了，你们6000人呢，要是让你这样离开了，明天早上等着我们的，可能就是6000把钢刀了。所以为了双方着想，今晚就麻烦团长继续在这里将就一晚了。6000把刀，虽然对我依旧没有太大的威胁，但是能少点麻烦总归是好的。王团长，你没得选，要么相信我们，要么鱼死网破。最终，王珂还是选择了留在别墅里。刚刚失误了，突然想起来，让这里的厨师也走了。没事，我会做。堂哥想吃什么？王团长应该也没吃吧？待会儿跟着我们一起吃点儿，那就做个3荤1素1汤吧。材料里面都有，你看着做，分量要足一点。吹，你使劲吹吧，还3荤1素，我会信吗？此时，王珂看着满桌的饭菜，口水直接喷涌出来。天啊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就算在末世前，我也没吃过那么丰盛的晚餐。酒足饭饱后，我们就各自回去休息去了。这一晚，王珂一直处于一个很微妙的情绪中，前半夜一直在担心，他到底什么时候来？该不会2个一起来吧？毕竟那个色狼打不过我，可是2个人一起来，那得多羞涩啊！不过很快他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被楼下的吵闹声吵醒了。怎么回事？堂哥有一群男人闯了进来。是血战团的人，我们阳城一共有2股势力，一股就是我带领的娘子军，另一股就是谢鼎带领的男人军，也就是血战团。他的手下有20名3阶强者，谢鼎则是到达了恐怖的4阶强者。就算万茜跟我联手，恐怕也赢不了他们，更别说还带着你这个色狼拖油瓶。哎，居然被人小瞧了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86天，血战团的团长谢鼎此时率领团里的精英来到了娘子团的门口。谢鼎，你来我的地盘是想干嘛？当然是来找我未来的城主夫人了。只要你愿意当我的城主夫人，2团合2为1以后，我们可以共同掌管阳城，一起面对接下来的末日危机。我呸！你也不撒泡尿看看你那副鸟样，你在我面前乱说一个字，你就死定了。小娘们，你就认命吧，外面全是我的人，而且你以为能杀得了我？我可是坚韧异能异变者，这里谁能伤我分毫？我手下有20名3阶异变强者，你拿什么跟我玩？最后还不是被我玩？20名3阶异变者，再加上他们团队远超自己的人数，这一仗确实没什么胜算。难道说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打算跟我回家了吗？既然你还不甘心，我就让你彻底死心好了。只见娘子军突然转过身去，把武器都对准了王珂。什么？我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竟然背叛我？对不起柯姐，女人没有男人，就像是鱼儿离开了水，我们都不想做被渴死的鱼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考虑清楚了吗？谢鼎胜券在握，看着王珂的眼神也已经毫不掩饰，让王珂一阵恶心。堂哥，我们要插手吗？你想帮他们就去吧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还不想暴露实力。谢谢堂哥，我这就去。看得出来，万茜还挺想帮王珂的，可能是对于这种愿意在末世组建女子团的人，倒有好感吧。万茜快速来到了战场，对于叛徒她从来都不会手软，用最快速度解决了那些叛徒。你是谁？我是来替天行道的。万茜，你们快跑吧，他的战斗力很强的，他会把你和矮胖子都杀掉的。臭娘们，你竟然耽误我的好事，那我就连你一起拿下吧。谢鼎不愧是4阶强，竟然能和万茜打个不相上下，
眼看万茜快坚持不下去了，瞬间一动。你又是谁？臭娘们！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做我的城主夫人？原来屋里藏着个矮胖子。王珂叫我矮胖子就算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送你去西天取经都对不起我自己。瞬间移动。什么？好快的速度！这不可能！矮胖子一击就打败了谢顶，难道他是5阶高手吗？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！矮胖，哦不对，堂哥，我没想到你竟然那么强，这么猛，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？因为我们来阳城是寻亲的，所以我就想着低调行事。如果不是为了救你们，我也不会暴露真实的实力。真的很感谢你救了我，请问我能跟你们一起走吗？你愿意放下团长身份来给我做小弟吗？你不会看上我了吧？堂哥长得那么帅，实力还那么强，是个女人都喜欢的。呵呵，这句话我爱听。不过你我倒是可以考虑，但是你的军团我肯定不收的。我觉得娘子军不该再存在了。谢顶说的没错，女人是离不开男人的，特别是在这个末世，男人和女人更应该互相扶持。所以我决定解散娘子军，让他们去寻找自己的真爱吧。我今天突然有点累了，想早点休息，晚上表现好了，我就收下你。好的，堂哥，我先去把娘子军解散，你一定要等我哦，我这条鱼也很渴了呢。我操！呵呵，你刚才表现的还不错，不过有几招使用的还不够到位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一会你去收拾下行李，明天我们就启程离开阳城吧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00天，此时我带领娘子军已经抵达广深市管城。晚上12点，本来平静的天空再次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，随即下起丧尸。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了，但是每次见到我都会生出一种无力的感觉。这种事情如果真的是有幕后黑手的话，那他的实力到底会恐怖到什么地步？堂哥，此次丧尸雨的强度有点高啊。是的，丧尸的数量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一些，质量也比我想象中的更强。如果按照比例来，100只丧尸里面1阶有40只，2阶有30只，3阶有20只，4阶10只，2只5阶。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竟然还有6阶丧尸。此时事情远超出了我的预计，6阶丧尸的智力很高，让人防不胜防。刚落地，他就立刻躲了起来。能进阶的食物好少啊，还是楼上面那个食物比较好吃。此时6阶丧尸的心声突然传入我的脑海，看来他是想通过吃异变者来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上面的那个食物指的肯定是我，可恶啊，不能再等了，我现在必须要升级成6阶异变者才行。江月，我们现在有多少颗4阶变异晶石？堂哥，我们现在有1200多颗4阶变异晶石，还有4000多颗3阶变异晶石。现在立刻把变异晶石都拿出来，我们一起升级。我拿着1000颗4阶变异晶石走进了房间，然后一口气都吞了下去。随后一股暖流从丹田涌出，我知道自己已经升级成功了。系统提示我的2个技能都得到了升级。瞬间移动，以自身为中心，方圆400米范围内可瞬间到达，无视障碍物，可携带2人，每天可以使用4次雷电之力攻击，雷电属性对敌人造成巨额伤害和麻痹效果，持续10分钟，对丧尸效果翻倍。晚上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凌晨2点多钟，但是6阶丧尸一直没有出手。堂哥，我感觉到了更恐怖的气息，只是他没有出手。万茜作为一个刺客，他对气息也更加敏感，去找人打听一下其他区域的情况，看看有没有6阶丧尸出手。好的，堂哥，我这就去。堂哥，我们今晚收获颇丰，3阶变异晶石就收获了211颗，4阶变异晶石收获了62颗，1阶2阶的不计其数。这个数字着实把我吓了一跳，这爆率是被调整了吗？还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爆率也会变得高起来？大家都回去休息吧。第二天一早，万茜赶了回来。堂哥，根据我的打探，整个管城昨天晚上没有出现任何一只6阶丧尸，但是5阶丧尸出现的频率，他们都说提高了很多。我有一个大胆猜测，这些6阶丧尸都不出手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下一波的丧尸攻城。丧尸攻城数量起码是丧尸雨的10倍，以管城现有的战斗力，很难撑得过的。丧尸雨结束后，要马上离开管城。此时6阶丧尸的心声又传入到我的脑海。主人说的不可控因素就是在这里了，看起来也不是很厉害，居然特意让我下来，还得带领那群弱者一起行动。我可是马上就要踏入7阶的丧尸了，岂是这群只会吃的白痴可以比的？不过那个不可控因素到底是哪一个呀？就连主人都无法精准确定，只能模糊感应。不过主人已经屏蔽了对方的感知，不会让他察觉到危险的，那就只需灭了这座城市就行了。不可控因素难道指的就是我吗？因为我重生了，所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看来我已经越来越接近末世的真相了。丧尸攻城其实是幌子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杀掉我。也就是说，很有可能今晚或者是明天早上就会有丧尸大军杀进来。与此同时，宇宙深处2个人类虚影现出，一黑一白，一老一少。都挣扎了这么多年了，有用吗？迟早都要被我吃掉的。有没有用，谁知道呢？但总不能让我束手就擒吧？按照第9世界现在的进度，估计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快。只要等到第9世界大成，然后让我吞噬以后，你就再也无法抵抗了。堂哥，不好了，6阶丧尸带着丧尸大军开始攻城了。
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01天，丧尸大军终于对我们发起了总攻。管城的城墙足足有10几米高，墙面也很光滑，没有能攀爬的地方。但丧尸们的智力超高，他们竟然利用叠罗汉的方法不断往上爬。没过一会，墙面上就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丧尸。但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，在我的一声令下，一群火系异能者同时砰，一瞬间墙面就被清空了大半。掉落下去的丧尸身上还带着火焰，直接砸落在了丧尸群中，引起了剧烈。但好景不长，丧尸们改变了战术，他们一起向城门展开了猛烈的撞击。10几分钟后，城门终于不堪重负被撞开。当城门被撞开的一瞬间，所有火系异能者全部发动异能，同时在后方数万人已经严阵以待，依靠着防御工事准备迎战丧尸。堂哥快看，5阶丧尸出现了！第一只5阶丧尸现身了。他暴走后，并没有理会前面的众人，而是径直朝着江月跑去，仿佛知道他是整个团队的指挥。不好，江月有危险，发动异能隐身术。就在万茜解决掉那只5阶丧尸时，周围又跳出了2只5阶丧尸。还没等我回过神来，那2只丧尸已经向万茜他们冲了过去。不好了，已经躲不掉了，我和堂哥的库存还没用完呢。发动异能，神之守护。就在这危机的时刻，王珂发动了他的异能神之守护。神之守护可以给100米范围内的队友提供一次保护，免疫所有伤害，堪比金钟罩，1天只能使用1次。接下来就是我装波一的时刻，发动异能，瞬间一静，再次发动异能雷电之。这个人类怎么会那么强？雷电之力不是我族的克星吗？看来这个就是主人说的不可控因素了吧？我还是赶紧逃吧，等我到达7阶以后再来对付他。我再次听到了那只6阶丧尸的心声，呵呵，想逃吗？没那么容易。发动异能，瞬间移动，我瞬移到了房顶俯视下方，只见丧尸大军都在向前冲，而唯独有一只正在往后跑，这也太明显了吧！我看你往哪跑？发动异能，瞬间移动。你跑不掉的，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只要你配合，我可以不杀你。什么？这人类疯了吧？他居然不杀我！我现在肯定不是他的对手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先听他的话，然后找机会逃跑或者干掉他。你想什么呢？竟然还想找机会干掉我？你有那个本事吗？你怎么会这样？难道你可以听到我的心声？你知道就行了。你怎么想的我一清二楚，所以不要跟我玩什么花招。好吧，我认栽了，我跟你走就是了。为了证明你的诚心，你去杀几只5阶丧尸给我看看。不太好吧？我可是他们的总指挥啊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做的。你现在是我的人，不对，是我的丧尸了。你是要他们的命，还是要自己的命？给你3秒钟，快点选，我没时间和你磨叽。好吧，我杀。不愧是能当总指挥的丧尸，实力果然不同凡响。有他的叛变，我们娘子军轻松了许多。你有名字吗？我的名字就叫又帅又聪明的小猪佩奇。我操！我还是叫你乔治吧，有意见吗，乔治？我不敢有意见，乔治也挺好听的。跟我说说你的主人吧。我的主人特别厉害，我们都是他创造出来的。那你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蓝星吗？他让我们到这里来升级，而且除了你们这里以外，还有好几个跟这里类似的地方，也去了很多丧尸。什么？除了这颗星球之外，还有别的星球也爆发了丧尸吗？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以你主人的实力想毁灭一个星球，简直太简单了。所以我猜，他这么做的目的并不在此，他是想找到一个存在生命的星球，然后打造成一个巨大的养殖场，经过不断的进化，养出一个最强大的人类，最终让他吸收，从而变得更强大。我猜的对吗？你猜测的没错，而且主人已经吞噬了8个世界，只要再吞噬掉第9个世界，他就能干掉他的对手，彻底走向胜利。乔治，6阶以后还有多少个等级啊？还有3个等级，7阶称王，8阶称皇，9阶称圣，7阶以后会有质变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开口说话，而且我的尸毒也可以自我控制，能在无形之间下毒了。我知道的就那么多了，主人，我现在需要干什么？我现在派你去西天顶替猪八戒取经吧，乔治。那我什么时候出发？我现在就送你过去。我是出了名的不讲信用，不会真以为随口给你起个名字就准备一直养着你了吧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02天，我带领娘子军成功击溃了丧尸大军，但我知道这些丧尸只不过是傀儡。而此时幕后的主使正在幽深的宇宙深处窥探着一切。堂哥，此次丧尸攻城，我们伤亡惨重，娘子军团死亡214人。娘子军团不是后勤队伍，战斗成员总共才1000人，这一下直接死了1/5，我的心简直像在滴血。堂哥，这次我们收获了大量的5阶变异晶石，足够你升级到7阶了，你赶快升级吧，只有你强大了，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。随后我拿着1000颗5阶变异晶石走进了房间里，深吸了口气，我开始按部就班的往嘴里塞变异晶石。过了一会，先是身体暖洋洋的，能量充斥着全身，慢慢的改变身体的强度，然后再到头部，身体内还不断传来奇奇怪怪的声音，像是内脏的轰鸣声，又像是骨骼的摩擦声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明显感觉到脑子越来越清晰，一股奇异的力量好像要被拉扯出来，但又有些后劲不足的样子。不对，是能量不够。我又拿出来了5颗6阶变异晶石，很快就塞进了嘴里，一股更加猛烈的能量涌入脑海，拉扯感更强，
脑海也传来了一股刺痛感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等我再度睁开了眼睛，一股庞大的无形力量喷发而出。七阶称王，掌控灵魂之力。灵魂之力就相当于我的能量，只要我的灵魂之力越强，我能够使用异能的次数也就越多。现在的我一天可以使用15次瞬间移动，雷电之力可以持续1个小时。这时系统再次提示：恭喜宿主获得飞行能力。什么？竟然还有意外收获！我猛地一用力，直接飞出到了屋外。以我现在的能量，大概可以飞行半个小时左右。万茜快看，堂哥竟然会飞了！这就是7阶异变者的能力吗？我也好想快点升级啊，这样就能和堂哥一起飞了。堂哥，这是你的飞行异能吗？现在应该不叫异能了，3阶觉醒的异能，那只是个拼叨叨的体验版。但也只有觉醒了异能的人，才能跨入7阶，否则就算你用再多的变异晶石，也不可能跨入7阶的。而升到7阶以后，你之前觉醒的异能就会化作你的专属属性。比如说我应该是空间系和雷系，但是空间系太过高级了，我目前为止依旧只是掌握了瞬间移动，但是雷系我现在可以随心所欲的驱动。原来7阶才是开始啊，我也要努力，到时咱们3个一起飞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又传来了提示：恭喜宿主获得时间静止的能力，以宿主目前能量，时间静止时间为10秒钟。什么？我竟然又获得了时间系的异能，虽然只有10秒钟，但关键时刻绝对能派上大用处。晚上，我将众人聚在一起，我准备去其他的城市打探一下情况。这一次我自己出去，你们都没有到达7阶，我自己一个人速度更快，更加方便。所有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，想什么呢？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好好发育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，而且不是有通讯设备吗？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不就行了？空投箱也要抓紧搜索，你们要加快增加自己的异能天赋。想做什么就去做，记得回家就行了，家里有我们，你放心。主人，高科技套也多带一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沿着国道前进，但因为地震的原因，越是距离大城市近的地方，路越不好走，所以我选择了飞过去。飞行可比走路快多了。我突然看见下面有几只丧尸，于是便准备下去练练手。发动异能，雷电之力。这种远程操纵雷电的感觉，真是太爽了。大牛哥，那边有一个人。这里可是丧尸遍布的城外，居然还有人独自出来的，看来他的同伴都被丧尸吃掉了。小兄弟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很危险啊，不如你给我们5颗1阶变异晶石，我们带你进城吧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拿出了5颗变异晶石，递给了他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大牛，接下来就由我来保护你了。小兄弟，你的团队是不是被丧尸团灭了？是啊，刚出来没多久就遇到了4阶丧尸，全队就我一个活了下来。要不是碰到你们，我现在估计也已经成为丧尸了。看开点，至少你还活着，5颗变异晶石你很快就能赚回来的。我是大牛的弟弟，我叫3牛，而且我们都是4阶异变者，实力都很强的，跟着我们绝对安全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03天，此时我顺利到达了克都，我准备先找个地方住下来。我找到了一家酒店，名字也很气派，叫客天下，给我一间你们这儿最好的房间。帅哥，我们这里最贵的房间，一天30颗1阶变异晶石。那先给我开1个月的吧。住宿的房间还挺不错，一室一厅，一厨一卫，很标准，高科技马桶、浴缸一应俱备，甚至如同末世前的酒店一般，还摆放了一瓶矿泉水。30颗变异晶石的价格，反正在管城肯定是住不到这么优质的酒店的。这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早早的出了门，准备出去转转。刚出门，我就发现有个人鬼鬼祟祟的跟着我，但我故意假装没看见，想看看他到底要干嘛。走着走着，我便来到了人才交易市场。打听消息就得去人最多的地方，人才市场肯定是最为热闹的地方之一。先生，请问您是来找工作的，还是来招人的？我是来招人的。如果要在这里等候丧尸雨的到来，那估计还要一段时间，招几个人给自己打打下手，跑跑腿也是挺好的。我们这儿的收费标准是按照您招人的数量来计算的，如果是30个人以下，您需要交纳30颗变异晶石的保证金才行。等您招完人以后，还得去前台支付一笔招人的费用，这30颗变异晶石是可以抵扣的。团长，您对招人有什么要求吗？实力高低无所谓，要年轻点的，机灵点的，漂亮点的，最好是对克都熟悉的。一般来这里招人都是要求有实力的，不怕死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奇怪的要求。先生你好，这4位就是我们这里的4大金刚，而且他们都是4阶异变者。最左边是一个贼眉鼠眼的汉子，第2个则是一个相貌冷酷的年轻人，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味道。第3个是一名小姐姐，很漂亮的小姐姐，哪怕以我阅女无数的眼光，都能排得上号。第4个是怎么看都像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，再配合上他的憨笑，看起来傻乎乎的。说说你们擅长的。那我先说了，我叫侯飞影，4阶异变者，打架我不在行，但是单论身法，我谁都不服。我末世前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偷，只要老板需要的，哪怕城主夫人的小内内，我都能给你偷来。我叫坤坤，4阶异变者，异能寒冰。我是高心怡，4阶异变者，异能治疗。
估计跟王珂一样，属于辅助系的异能。老板你好，俺叫刘大柱，俺是外地的，在这里打工，没想到末世回不去了。俺从小就力气很大，现在也是4阶异变者，异能见人。我就要这个美女了。我一天的工资是50颗1阶变异晶石，这是200颗，不用找了，走吧，逛街去。就在我们逛得正高兴的时候，那个一直跟踪我的人终于现身了，而且他的身边还多出了几个同伙。你们给我站住！大姐，把变异晶石都交出来！高星一见状，立刻掏出了武器。虽然他的异能是治疗，但好歹他也有4阶的实力。高心怡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你一个奶妈，你觉得护得住他吗？认识我就好，他是我的雇主，现在他的安全由我保护。我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还这么勇敢，心里不由得对她产生了爱。老板对面人多，而且肯定不止一个4阶，你待会儿找机会赶紧跑。眼看有2个人已经慢慢逼近，高星怡准备上前迎敌。就在这时，我一只大手按住了他。老板，你这是干嘛？别说话，看我的吧！发动异能，雷电之力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可以操控雷电！完了，遇到高手了，抓紧跑，还是小命要紧。想跑吗？没那么容易。发动异能，瞬间移动。好快啊！既然连我都看不清他的动作，堂哥的实力最起码有5阶，那岂不是跟我们城主一样？就在高星怡还在震惊的时候，城主府的巡逻队赶到了。我暂时还不想惹事，便拉着他用瞬间移动离开了这里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在城内行凶，必须抓住凶手，严惩不贷。那个老板，晚上你是住哪里？我住客天下，你呢？要跟我一起吗？想喝点什么？酸奶有吗？有的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先去洗个澡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04天，我在克都杀了几名强盗后，意外被城主巡逻队全程追捕。堂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城主早就看上我了，如果知道这件事是我参与的，他肯定会把这件事无限放大。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不是5阶异变者，而是7阶异变者，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怕他们吗？他们在我眼里只是渣渣灰一样的存在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城主可才是5阶异变者呀！别激动，我不是克都的，我是从管城来的。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是7阶异变者，我使用出来了时间静止，然后高星怡整个人就像被控制住了，根本无法动弹。在7阶面前，4阶实在是太弱小了，精神力一出，想怎么揉捏就怎么揉捏。行了，收拾一下，这几天我们就住你家，等这件事结束了，你就去管城，我的军团在那里，你就在管城等我就行。我还要继续往前走的，不可能带着高星怡，这里距离管城并不远，让他去管城还是很稳妥的。好的，堂哥，我全都听你安排。第2天，我独自出门查看情况。昨天有人在城主府的领地内杀了好几个人，挑衅城主府，都已经闹一晚上了。杀了几个人不假，在城主府领地内也不假，但是只是杀了几个抢劫的人，其实算是正当防卫。不过凶手跑了，这也算打了城主府的脸，所以才查这么严格的。听说是我们城花高心怡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一起做的。看来他们已经知道昨天的事情是高星怡做的了。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，本来只是件不大不小的事情，但是涉及到他的时候，城主府就肯定会把这件事放大，最终目的就是要逼迫高星怡就范。这时我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不是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吗？而在他的身边还跟着几个巡逻队的人。可恶啊，看来他已经把我和心怡的事情告诉他们了。更不巧的是，他正好在这时看见了我。就是那个人，你们快去抓他。很快我就被巡逻队的人团团围住了。你就是堂哥吧？昨天跟高心怡两人在我城主府的领地击杀10几人，真是好大胆啊！快告诉我们高心怡在哪，你可以少受很多痛苦。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发动异能，雷电之力。什么？你竟然能秒杀4阶异变者？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给你个机会，抓紧去把你们城主叫来。我这就去叫城主过来见你。我也不想在街上傻站着，便走进了一家餐厅等待。没过多久，城主庞光就来到了这里。小兄弟，你是来自哪里？我克都应该没有你这号人物。我来自哪里不重要，但我的到来对你没有坏处。看着庞光明显不相信的眼神，我也不解释。发动异能，时间静止。再次发动异能，瞬间移动。展现实力就是最好的解释方法。可恶啊！眼前这人难道是7阶？这怎么可能？要知道自己动用全城的资源，也才刚刚触碰到6阶境界的门槛。大人，难道您是7阶强者吗？恭喜你答对了，不过没有奖励。此时庞光已经吓尿了，毕竟面对7阶王者，他就犹如蝼蚁一般。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想告诉你，克都的下一次丧尸工程会迎来灭城的危机，我是来帮你们度过这次危机的。灭城吗？对，灭城，而且我在克都不会待很久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快点提升城内的4阶异变者数量，早日迎来丧尸雨，到时候我给你们解决6阶丧尸。那大人，我要怎么做？就我刚刚说的，你们尽快发展一些新的4阶异变者出来，只要4阶异变者达到一定数量，丧尸雨的条件就会被开启。但您为什么要帮助我呢？呵呵，我肯定不会白帮你的。等丧尸工程结束后，我要他们体内的所有变异晶石作为回报。好的，这绝对没问题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
你以后就不要打高心怡的主意了，她对你不感兴趣。小的明白，唐大人和嫂子才是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才子佳人，珠联璧合。唐大人最近可以在城主府上住上一段时间，让我款待一下您吗？多谢旁光城主了，我这个人喜欢自由，不喜欢住别人家，希望你在这几天尽快提升自己手下的能力，早日凑够足够多的4阶异变者。随后，我跟着高心怡来到了他家，准备迎接接下来消耗库存的生活了。末世降临，丧尸席卷全球，而我居然重生了，看我如何生存下去。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10天，丧尸雨终于抵达了克都，巨大的裂缝中落下来了不计其数的丧尸。心怡，你待在家里不要动，我出去杀丧尸，在家里洗白白，擦香香等我。随后，我独自一人走出了小洋楼，静静地站在院子里，等待丧尸的到来。我要先把小洋楼四周的丧尸给清理掉，保证好高心怡的安全之后，才能去管其他的地方。第一批丧尸落地，我抽出了武器，快速解决了院子里面的丧尸。对付这种低阶的丧尸，异能都不需要使用。随后，我朝着城主府方向狂奔，整个路上到处都是喊叫声，看来大家都已经加入了战斗。很快我便来到了城主府。此时，庞光站在城主府顶楼的天台上，认真的观看下方的战斗。我一个瞬间移动就来到了他身后。我操，唐大人，你这无声无息的，差点把我前列腺吓出来。呵呵，哪天我心情好瞬移到你家床头找你谈心。唐哥，你真会说笑。不出意外，这期间一只6阶丧尸都不会出现，这跟上次的管城简直一模一样。丧尸雨的时候，所有的6阶丧尸都会选择隐藏起来，等到丧尸雨结束后集合起来，带着城外的丧尸大军攻城，这才是他们的进攻方式。既然不会出现，那唐大人你先回去休息吧，这种战斗交给我来就够了。那就辛苦城主了，有什么事直接让人来叫我就行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这是一部高科技通讯设备，我已经把我的号码输进去了，只要你按下号码就能够跟我语音通话，十分方便。那我就收下了。一连7天我都没有出门，天天训练心仪的作战能力，这个强度的训练让我很满意。很快，丧尸雨来到了最后一天，不出意外，半个小时后，这一轮丧尸雨就结束了，同时也意味着真正的挑战就要来临。你好好在家待着，今天晚上务必不要出门。放心吧，堂哥，我已经走不动了。与此同时，城主府这边，所有刚刚战斗过的人抓紧时间休息，记住武器不能离身。负责2个城门的人已经到位了没有？再派个人去看看其他势力的团队，让他们抓紧到指定的作战地点。今晚还有一场恶战。整个克都在庞光一条条的命令下，有条不紊的进行着。凌晨3点，密密麻麻的丧尸大军汹涌的朝着克都涌来。全体警戒，丧尸攻城了！火系小队、坚韧小队赶紧顶上！突然，我收到了庞光的电话。唐大人救命！南门出现了5只6阶丧尸，不对，是6只。你们撑住，我很快就到。当我赶到南门的时候，这里已经一片狼藉了，地上全是异能者的尸体。此时看到大牛和3牛已经被6阶丧尸围住，马上危在旦夕，瞬间移动，雷电之力，眨眼间，眼前的2只6阶丧尸根本没有太多的反应，就被我烧焦。大小牛同时张大了嘴巴，眼前如天神降临的帅气到极点男人，竟然是前几天他们保护的人。虽然一出场就杀了2只6阶丧尸，但现场依旧很混乱。唐大人，你终于来了。先别说这么多，你去组织人手对抗丧尸大军，我去干掉那些6阶丧尸。我直接飞到空中，朝着前方探去，起码有20多只6阶丧尸在那里站着，这些可都是能让我升级的变异晶石啊！想想就有点激动。城主，你快看，他竟然飞起来了！这难道就是7阶的实力吗？未免也太恐怖了。只是面对如此多的数量的6阶丧尸，堂哥他能打得过吗？要不我就先跑吧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可恶啊！这个老逼灯竟然看不起我，让他见识下我真正的实力吧。时间静止，开启飞行异能，发动雷电之力。转眼间，眼前的丧尸在我层层异能的攻势下，全部变成了焦炭，在场的人全都看傻了。这就是我们之前保护的人吗？简直比丧尸还可怕！还好我没和他作对，不然我的下场估计比这丧尸还惨。战斗结束，我收获了51颗6阶变异晶石，看来升级到8阶指日可待。庞光城主，你带人打扫战场，变异晶石明天给我送到新一家。好的，唐大人，明天一定准时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11天，我带领庞光成功击溃了丧尸大军。此时克都城主府，庞光城主你不用担心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今天就会离开克都了。太好了，只要堂哥不留下来，我就依旧是克都的土皇帝。不过之前你对心仪的所作所为，这让我很为难啊。堂哥，这是有误会啊，我可是从没有强迫过嫂夫人，都是因为求财若渴，还一直叨扰她的。你也知道她的异能对于我们来说相当于第2条命，还希望堂哥能够理解。这是100颗5阶变异晶石，300颗4阶变异晶石，还有1吨的食物，就送给堂哥作为路上的口粮吧。庞城主您太客气了，东西我收下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就走了，后会有期。随后我和心仪便离开了克都，
我准备先把心仪送回管城后，再独自前往魔都，直接搂着她朝着城外飞去。怎么了，月姐？把女子团带上出城，我们的堂哥又找了个新姐妹回来，让我们出城去接人。我把心仪送回管城后，并没有逗留，沿着省道继续向魔都方向飞行。靠着飞行异能，1天的时间我就赶到了魔都。我没有选择嚣张的飞进去，毕竟这里是魔都，还是要谨慎一点。我找了个制高点，准备观察一下情况。跟克多相比，魔都这边明显更加的繁华，光是丧尸的数量就多了好几倍。不过具体什么情况，还是得等进去以后再打听才能知道。很快就来到了魔都城门下，进城需要10颗1阶变异晶石。我掏出来10颗变异晶石后，便进了城。老板，你这青菜怎么卖啊？20颗变异晶石1颗白菜，要不要来1颗？什么？1颗青菜竟然20颗变异晶石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难怪说这里的人会做生意，这简直是抢钱啊！没钱就走，别在这里废话。兄弟刚来魔都的吧？我告诉你，这老板根本不是来卖菜的，纯粹是来故意恶心人的。兄弟，此话怎讲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老板是城主府的人，他又不愁生计，纯粹就是在这恶心人。像他们这种都是城主府高层的亲戚朋友之类的，城主府会定期给他们发放资源，这也让那些高层更加卖力的为城主府做事。而且啊，城主府的高层包括城主，末世之前就是一个村的村民自己出人头地了，当然要带着自己全村人鸡犬升天。而且他们末世前就是拆迁户，过惯了这样的日子，真是赤裸裸的人情社会啊！兄弟，我看你初来乍到的很容易被骗。我叫王辉，我虽然不是魔都本地人，但是我毕业后就在这边混，末世后也侥幸混得不错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有什么需求告诉我，绝对让你少走弯路，少花钱。行啊，那你先帮我找个住的地方，这是10颗变异晶石给你的跑腿费。王辉脸上一喜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家旅店。阿辉今天又没出去啊？嫂子，我这不是在帮你拉客人吗？兄弟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嫂子。嫂子你好，我叫小唐。嫂子，我这兄弟初来乍到，想先找个住的地方，你可得给个面子。放心吧，嫂子的为人你还能不知道？给你最低价500变异晶石1个月，这房价也不算离谱，1天都不到20颗变异晶石，那就先租1个月吧。你也知道我刚来这里，耽误你一点时间，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。唐兄弟，你尽管问我。王辉在魔都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。魔都现在的局面、势力分布、实力如何，你都说说吧，免得我不小心破坏了什么规矩，或者得罪了什么人。唐兄弟，我也不问你来自哪里，但是来到魔都，可就跟你以前的地方远不一样了。魔都最大的势力就是魔都的城主府，但他们更愿意自称为上户团。上户团的核心全部由原魔都的人组成，十分强势，实力也很强。但是魔都重建以后，出现了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姓吴，也算是有点本事，唯有一点极度高傲。在她的建议下，上户团的核心都换成了他们自己人，而且她这样做虽然让一些人离开了上户团，但最终反而让整个上户团变得更加团结，实力也愈发强大。但是城主府这么霸道，其他人不反抗吗？刚开始也有人反抗过，但是城主府的实力强大，主要还是有资源有钱。当然也不是所有魔都人都是这样的，就像嫂子他们一家也是魔都人，而且实力不俗，就是比城主府稍弱。几大势力也都有矛盾，只是没人敢轻易开战。我大致算是弄明白了，城主府毕竟是把控着魔都大量的资源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没有人愿意当出头鸟。只要有活下去的希望，再加上对方实力雄厚，反抗这2个字也就渐渐的被遗忘了。除了城主府没有其他势力了？有啊，除了城主府以外，还有3大势力。你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其中一个，只是这3大势力有2个依旧是魔都本地人的团长，只是他们没有这么的排外。最后一个势力虽然人数众多，但是高端实力反而不如这3家，整体实力反而更弱。那你知道现在魔都各大势力的高端实力都是多少阶吗？城主府有6个6阶异变者，其他3大势力加起来也就7个6阶异变者。你们上一次丧尸工程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有1个多月了吧。你这么一说，我估摸着下一次可能也快了。放心吧，丧尸雨来了也不用怕，你住在嫂子这里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造成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15天，此时魔都上户团。大家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小唐，7阶异变者。我来魔都没有别的意思，下一波丧尸工程比较特殊，所以我是前来帮你们度过危机的。怎么可能？我身为上户团团长才是6阶，吹牛也不打草稿的吗？呵呵，瞬间一笑。
我操，怎么回事？瞬间移动。我操，看来你真的是七阶王者了。这段时间我会住在王辉这里，有什么事情你们找王辉就行了。还有为了应对接下来的丧尸工程，你们要抓紧提高手下人的实力。我说的都听明白了吗？那就好，我走了。第二天，堂哥，这个是我大哥炎黄团团长林民生。炎黄团是仅次于上户团的第2大势力。唐先生您好，您今天有空吗？我想和您谈谈。我知道你有很多想问的，你问吧。唐先生，您是从哪儿过来的？又是如何得知丧尸工程的变化的？我从管城过来的，如何得知丧尸工程的变化？这一点恕我无法告诉你。但是在来的路上，我已经帮另一座城市也解决了一次同样的问题。而根据某些规律，下一次的变化很有可能就出在魔都。那需要我们怎么应对呢？很简单，6阶以上的丧尸交给我就行。好吧，到时候就多仰仗您了。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，您作为目前人类最强实力的代表，您知道咱们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了吗？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好吗？以前的世界虽然也有黑暗，但更多的是光明。底层的人类虽然同样很辛苦，但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光芒，不管是因为家庭，还是因为爱情，或者是因为梦想。而现在的世界，很多人虽然还活着，其实已经死了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，纯粹是本能在让他们活着。我不喜欢这样的世界，我一定要弄明白这末世的真相。难怪他会建立炎黄团，难怪他会叫林明生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可能会有很多人说他愚蠢，但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得到尊敬。哪怕在这污浊的末世大环境下，他依旧保持着充足的人性和一颗向往阳光的内心。此时，各大势力也多次聚到了一起商议对策。这个时候，所有人都抛开了之前的个人恩怨，也没有人敢藏私心，毕竟只有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我就只需要静等丧尸雨降临魔都了。我准备在此之前先尝试一下能不能开发出第2个时间技能。上一次的时间静止让我的实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，这一次不知道能不能获得其他技能。随后我控制精神力，开始朝着脑海中时间的区域靠近。随着精神力的进入，脑海中属于时间的那一片区域也开始运转了起来。我立马拿出来了2颗6阶变异晶石，吸收了2颗6阶变异晶石的能量后，我感觉我成功了。恭喜宿主获得时间逆流能力，以宿主目前精神力强度，仅支持对于没有生命的物体进行时间逆转。如果这个作用对象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小片地方，我感觉可能要把自己抽干，也逆流不了几秒钟。目前看来这个技能还有些鸡肋，但是等自己成长到8阶甚至9阶以后，在面对同级别的对手的时候，这技能就相当于给了自己一次试错的机会。一觉醒来已经是快晚上了，我此时有着丧尸工程的强烈预感，而且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晚上就会落下来。晚上，我默默地站在天台。堂哥，今晚就会有丧尸雨吗？是的，你觉得林明生这个人怎么样？挺好的啊。仔细说说。林大哥在整个魔都的评价都很高的，不管是实力还是人品，都没有任何人能挑出毛病来。团里的每个人，他都像是对待兄弟一般，没有高低贵贱，任何职位都是一样。而且像他这样的，一直只有嫂子一个女人，我感觉他不像是一个末世的团长，反而更像一个末世前的儒雅青年。林明生确实不错，末世丧尸的幕后黑手可能不是一个人，他可能还有整个丧尸种族的参与。我一个人强还不够，我还需要更多的强力帮手。很显然，林明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人选。或许这次丧尸工程结束，魔都可以换个城主。堂哥快看，丧尸雨来了！通知各大势力准备迎击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16天，在我的英勇领导下，我带领上户团以及炎黄团成功打败了丧尸大军。很不幸，上户团团长在我的奋力保护下终于英勇牺牲了。以后林明生就是这魔都的城主，你们有意见吗？有意见都给我保留。这是10颗6阶变异晶石，你升级7阶吧。随后我拿着此次丧尸工程的战利品回到了房间，是时候可以升级到8阶异变者了。我熟练地掏出变异晶石，一口气将变异晶石都吞进了肚子里。没过一会，我就感觉体内能量要喷涌而出，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力又增强了一大截。这就是8阶的力量吗？虽然我并没有获得新的异能，但灵魂力的增强可以强化原有的异能，让我的异能强度更上一层楼。以现在的灵魂强度，我感觉我使用飞行技能的话，应该可以做到日行千里了。很快来到了第2天，林城主魔都就交给你了。我相信在你的领导下，魔都肯定会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。感谢堂哥的扶持，日后有需要我定全力支持，不留余力。我郑重的点了点头。王辉，你好好辅佐林城主。好的，堂哥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在此别过了，我要回管城了。当我抵达管城后，首先是拿出来所有变异晶石，让万茜和江月升级到了7阶。我准备带着你们北上前往京都。我感觉人类和丧尸大军最后的对决可能快来了，你们交接下工作，我们明天早上准时出发。很快就来到了第2天，这一次的离开，我没有隐瞒任何人，
此时整个管城各大势力都来给我送行。我此次北上京都，是为给同胞们寻找更多的生机，以对抗马上就要发生的种族甚至是星球之间的大战。一切都拜托唐团长了。此时我使用精神力将声音扩散出去。大家放心，人类必胜，我华夏必胜，整个管城的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随后我们离开了管城，从管城出发北上，首先要经过的就是香省，也就是未来城。今天我们直接赶到未来城吧，中间的城市我们就不停了。我想回去看看，顺便给陈刚他们交代点事情。我们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回到了未来城，这也是我们的家乡。离开了大半年，不由得有些想念。我四处打量了一下，一切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，也不知道陈刚、七匹狼他们现在的实力如何。你们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说你们几个呢？没听见啊？汉哥怎么了？就这3个人，我看了他们半天，一直鬼鬼祟祟的在我们领地内看来看去，怎么看都不像什么好人，肯定是血衣团的内奸，直接抓起来。这2个美女给我送到我屋里。就在他准备上前的时候，我已经先他一步发起了进攻。一声脆响，他们的汉哥已经跪在了地上。这怎么可能？汉哥可是未来城少有的5阶异变者，甚至能跟6阶异变者打上几个回合。眼前这个男人究竟何方神圣？难道他是6阶异变者吗？周围的人面面相觑，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汉哥是吧？给你1分钟把七匹狼叫过来。很快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，仔细一看，正是七匹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擦，谁那么大胆，竟然在未来城敢动我七匹狼的人？小狼兄弟，好久不见，连我都不认识了吗？我丢，堂哥，不会吧？难道自己眼花了？小狼兄弟难道不欢迎我回来吗？堂哥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不提前给兄弟说一声，我好给您接风洗尘啊？你是在责怪我？不敢不敢，今天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？这个兄弟是张翰，我手下最强打手，不如就留他一条狗命吧。堂哥不用跟他废话，看我的吧。江月的进攻速度之快，七匹狼根本就没反应过来。这怎么可能？张翰是5阶异变者，就这么被秒杀？就算是我也做不到啊！难道他已经7阶了？如果这样，那堂哥岂不是更强？算了，我还是不要惹他们了。杀得好，整天给我惹事，活该！堂哥，你现在是7阶异变者了吗？我现在已经是8阶异变者了。什么？我才刚升到6阶，这辈子能不能到7阶还不一定呢。你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！好久没回来了，跟我说说现在未来城的情况吧。未来城现在就3个6阶异变者，有我、陈刚以及白衣。这时陈刚和白衣走了过来。堂兄弟，好久不见啊！是啊，堂哥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此次北上途经未来城，回来看看兄弟们，顺便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在不久的将来要爆发一场大混战，是人类与丧尸之间的决战。丧尸大军的数量你们都知道，如果我们人类不能够团结起来，那么必定会灭亡。我这次的目的地是京都，目的就是找到那个幕后主使。我需要你们安排人手去各个省份寻找幸存者，然后把他们都集中起来，到时候方便统一指挥作战。这里是3个高科技通讯设备，里面都存上了我的号码，有什么急事直接联系我就行了。这次北上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。今晚我们会住在未来城，明天一早就启程。堂兄弟，那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20天，经过长途跋涉，我们终于抵达了京都。您好，我做下自我介绍，我叫小唐，我们是从未来城过来的，我现在是8阶异变者。什么？你竟然是8阶异变者？我京都目前还没8阶强者呢。这位是我的妻子，叫万茜，目前7阶的实力。这位将要成为我的妻子，叫江月，也是7阶的实力。堂哥这么说，让人家好害羞啊！难道是想让我和万茜一起和他消耗库存吗？什么？2名7阶，1个8阶，这个实力在整个京都要抖一抖、扭一扭了。你好，我叫陆国宏，现任华夏军第3军统领，这个是我们的司令。你好，我是李振伟。在这个老人身上，我并没有感受到多么强大的能量，但总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。小唐同志，你说你是来自未来城吗？这一路走来，我们华夏的同胞现在如何？随后我将末世后发生的重要事情跟眼前的2人大致讲了一遍，两人越听越心惊，都忘记了发问，只是静静的听着。丧尸星球吗？我们是第9个被选中的世界吗？培养我们再吃掉我们吗？陆统领，我保证我说的话千真万确。小唐同志，你刚刚所说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线索和启发，我需要和高层马上商讨一下接下来的对策。国宏，你招待好小唐同志，我需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。等李政委离开后，首长，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来京都呢，我想带着我的老婆们逛一逛都城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找个人给你们带路吧。小唐同志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外甥叫杨伟。杨伟，这位是小唐同志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8阶异变者了，就由你负责带领他们好好游玩一番吧。骗人的吧，京都最强的都只是7阶而已，而且他这么年轻，肯定是吹牛的。此时他的心声传了过来，看来我要敲打他了，那就多谢首领了，也麻烦杨伟兄弟了。随后杨伟带着我们来到都城，但是这个小子根本没把我们往城里带，而是一直沿着城墙在绕行。想要检验他实力的最好办法，
那就是出城去杀丧尸。我倒是要看看眼前的这个人是不是个大忽悠。此时城门口不少人正在集结，看到杨伟后，马上有人喊了起来：杨伟，前面好几只6阶丧尸，快帮一把！唐大哥，前面有危险，我必须马上前去支援，要不你们先在城内等我。这小子居然还知道玩欲擒故纵，不用，我跟你一块去。我准备展露一下实力，虽然自己的气势摆在那儿，让刚才2位大佬都已经相信了我的实力，但心里还是会有一丝丝的怀疑。只有自己真正出手一次，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疑惑。堂哥，我去吧，我也去。我们很快就来到了城外，江月轻松出手，就秒了2只6阶丧尸后，万茜眼睛都没眨一下，又极快地干掉了另外3只6阶丧尸。这2个女人好强，肯定是7阶强者。可就在这时，异变突生，大家小心，这是7阶丧尸。堂哥，要不我们先撤回城内吧？呵呵，来都来了，不看我表演怎么行？瞬间移动，雷电之力。可恶啊！眼前的这个人好厉害，差点就被伤到。难道他就是主人说的最强人类吗？不错呀，你竟然能躲开我的雷电之力。我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小命要紧，抓紧跑！我还没表演完，你跑了怎么行？瞬间移动，时间静止。我操！雷电之力，眼前的7阶丧尸在我雷电之力下彻底变成了灰烬。我也获得了一颗7阶变异晶石，兄弟怎么样？我还行吧？我擦，堂哥，你以后就是我的偶像啊！就在杨伟对我无限崇拜时，李静英从管城打来了电话。堂哥，不好了，大黄贪吃变异晶石，变成宠物蛋了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城外我斩杀7阶丧尸的事情已经传遍了整个京都，我8阶的实力已经没有人在怀疑。小唐同志，经过上面决定，我们将马上分派精英小队出去寻找全国各地的幸存者，并且尽快升级我们的实力，以共同应对接下来的大战。一旦华夏这个庞大的机器再次联合运转起来，我相信肯定能给丧尸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，小唐同志，而且小唐同志同时还是一名8阶异变人类最强者。今天我正式任命小唐同志为特殊行动员，在小唐有需要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要无条件配合他的行动。我没想到李政委居然会给我这么大的权力，这也无形之中给了我不少的方便。李司令，我需要回管城一趟，我感觉我的宠物在这个时候发生异变，应该跟不久后要发生的大战有些关系。我的2位妻子就先在京都协助你们寻找幸存者吧。好的，小唐同志，祝你一路顺风。京都距离管城足足1800多公里，以我现在的飞行速度，应该3天就能回来。到达管城后，我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娘子军团。我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金黄色的大狗蛋就是大黄变的。堂哥，都怪我不好，没有保护好大黄。自从你们走后，他就特别能吃变异晶石，专门挑等级高的吃。静音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感觉大黄远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他既然是从空投箱里出来的，那就一定有他特殊的安排。放心吧，他不会有事。我明早就走，京都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们不能松懈，要抓紧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这一夜，在王珂和新一的猛烈攻势下，我终于认输投降。不过他俩也晕死了过去。第2天和众人离别后，我又马不停蹄地往京都赶去。这飞行技能就是方便，让我大大缩短了赶路时间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金色光芒从天而降，挡住了我的去路。一位穿着怪异的中年人显现了出来。年轻人，没想到你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了，进步还真是快啊。不过这8阶的实力还远远不够啊。这是一颗我的本命金丹，能助你升到9阶异变者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需要提升一下你的精神力。难道你就是让我重生的那个人吗？为什么不在末世开始的时候给我，省得我一路辛苦升级到现在？呵呵，如果那个时候就给你，这金丹的能量会把你撑爆的。你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亲自干掉末世的那个幕后主使呢？我中了他的尸毒，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，现在只能牵制他，给你们创造更多的时间。他已经吞噬了8颗星球了，如果你们的星球再被他吞噬，那么整个宇宙都没人能战胜他了。年轻人，我要回去了，能踏破虚空见到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期待我们下一次见面。神秘人走后，我深深陷入了沉思。一旦末世的幕后主使没了他的牵制，肯定会大举进攻地球的。看来我也要抓紧升级。回到京都后，我把大狗蛋交给了万茜他们，便独自来到了屋里。我先拿出1000颗7阶变异晶石，准备按神秘人说的先提升精神力。我把1000颗7阶变异晶石分批吃了下去，随着大批能量涌进身体，我渐渐感觉可以精准控制散发出的每一缕精神力，方圆数千里范围的异变我都能探查得一清二楚。此时我已到达最强状态了，我赶紧拿出本命金丹，一口吞了下去。随后大能量从金丹中释放了出来，快速融入我体内的每个细胞。此时我感觉整个身体要被撕裂了一般。此时有一股能量朝着我的眼睛涌过来，眼睛处传来剧烈的疼痛。就在我马上就要痛晕过去的时候，系统传来了声音：恭喜宿主成为9阶圣级异变者，获得异能规则之眼。规则之眼可无视等级，洞察任何物体的弱点。与此同时，
京都外一座无人的小县城，天空中忽然出现了空间裂缝，又有大批的丧尸降落了下来。这一次7阶丧尸都不在少数，甚至还有8阶的身影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30天，在神秘人的帮助下，我也成功升级到了9阶圣级异变者。而我总感觉9阶之后肯定还有提升的空间，可我一时没有任何头绪，这也深深的困扰了我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大批丧尸以及来袭，全国各地的战斗终于打响。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我在升级为9阶异变者之时，明明感应到一丝8阶丧尸皇的气息，为何现在隐匿起来了？这背后肯定有更大的秘密。唐团长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谈，去我的房间吧。什么重要的秘密？居然还要去他房间说？难不成这家伙看上自己了吗？唐团长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高爆手雷吗？要是在末世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看到这武器肯定会欣喜不已，但现在的我对这东西已经没有了感觉。就算是以前的导弹，现在的我也可以轻松躲避过去。这玩意儿用处大吗？你仔细看看。当我拿到手上的时候，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。这个手雷蕴藏着大量的能量，我稍微推测了一下，这颗手雷的能量竟然相当于10颗2阶变异晶石的样子。你再看看这个，这个明显比上一个能量更加强大。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应该相当于10颗4阶变异晶石的能量总和了。还有吗？更高级的。陆统领再次掏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手雷递了过来。这一次这个手雷已经相当于10颗6阶变异晶石能量相叠加了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玩意儿丢出去应该可以威胁到7阶丧尸了吧？虽然不足以将其击杀，但也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小的伤害了。这东西的威力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厉害一点。走，我们城外找丧尸练练手。我们很快来到了城外，我先给你示范一下吧。手雷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落在了密集的丧尸中间。我操，这也太猛了！一个手雷就能干掉一群丧尸。你确定这是2阶变异晶石的手雷吗？要不要是一个高阶的？那我就试试这个6阶的吧。这次的爆炸声音比上一次猛烈多了，就连大地都好像摇晃了一下。我滴个乖乖呀，这也太猛了吧！这种6阶的手雷简直就是新世界的核武器啊！这东西咱们有多少？6阶的不多，毕竟6阶变异晶石可是能升级8阶的。现在人类的8阶还不算很多，6阶变异晶石都是供不应求。如果我弄点8阶变异晶石来，能不能搞个8阶手雷出来？这6阶的手雷就有如此大的威力，要是8阶的，估计9阶丧尸都得受伤。以后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手里有这玩意儿，我也放心了。现在最高就是6阶，7阶都没法做。不过这只是我们研发的武器中的一种，除了变异手雷外，我们还有100颗变异晶石融合的变异炮。不过现在只有4阶的，而且我们还有上千颗2阶变异晶石融合的小型导弹。这真是一个大惊喜啊！这些武器能研发出来的话，我相信除了背后的黑手，丧尸应该不再是我们的威胁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制作流程了，大概要1周后，这些武器就可以投入全国范围使用。就在这时，万茜赶过来。堂哥，大黄苏醒了。太好了，走，去看看。当我们赶到住处的时候，大黄浑身散发出的气息就震惊到了我。主人，我的好兄弟，本汪汪现在已经是7阶强者了，牛比不牛比？万茜姐，你的欢迎方式真特别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主人，我说我是变异兽，你信吗？我是被兽王通过空间隧道投放到了蓝星，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地球，你信吗？那你怎么会到我们地球的呢？因为我们的星球也遭受到了丧尸的攻击，兽王最后使用领域空间保留了一部分我们同类的火种，而我们则是通过空间隧道传送到了你们蓝星寻求帮助。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因为你太垃圾，说了也是白说。你们兽王什么等级了？好像是准地级。听到这个新的级别，我心里猛然一惊。大黄，你们星球还有多少变异兽啊？不知道。那你还知道回家的路吗？不知道。不过我能感应到我来时空间隧道的大概位置就在未来城的北边，具体能不能找到还得看运气。此时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要去一趟。毕竟大黄他们的兽王是一位准地级的存在，而且丧尸也攻击了他们的星球，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成为合作伙伴。毕竟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。大黄，我们明天就去找你说的那个空间隧道。第二天，我和大黄离别众人，前往未来城。看着大黄带领的方向，我隐隐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大黄，这里真的就是你说的空间隧道的位置吗？好像是这边。中午时分，我们终于来到了大黄说的目的地。就是这里吗？是的，主人。随后我立马散发出精神力开始探测。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，但是我没有感应到任何的波动。就在我刚准备收回的时候，那看不见的空气中突然有什么东西跳动了一下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。随后我开启规则之眼，在规则之眼的照射下，任何物体都能被我发现弱点。就在那边，我们过去。主人，这通道是单向的，我们可能有去无回啊。我再去打开了规则之眼，
在规则之眼的照射下，我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运行规则。然后我快速掏出了一颗7阶变异晶石，并塞进了嘴里。我要将眼前的单向通道改成双向的。我庞大的精神力开始试着转化为空间之力，慢慢的填入了这条空间通道之中。好了，大黄，我们走吧。我刚迈入空间通道，身影瞬间就消失不见。大黄没有过多的犹豫，紧跟其后，也进入了空间通道。随后我们顺利抵达了绿星，这里就像是在一个原始森林里面，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木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周围并没有丧尸的踪影，不过大黄也已经失踪了。别看在空间隧道里只是一步之遥，换算到了绿星后，很有可能就是天南地北的差距。我想了想，决定先去附近寻找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变异兽的踪迹。我走得十分小心，虽然这边现在是白天，但是四周都是静悄悄的，给人一种冷飕飕的感觉。我走了足足20几分钟，依旧没有见到任何活着的生物，别说什么高阶丧尸和变异兽了，连一只蚂蚁都没见到，该不会是来错星球了吧？我还是先去找大黄吧。于是我硬着头皮飞上了天空，希望可以找到它。几分钟后，我果然发现了大黄的踪迹。傻狗，差点就找不到你了。不对，你不是大黄，你们只是长得很像而已。他竟然能够轻易挡住我的攻击，看来这是一只9阶丧尸。我才不是什么丧尸呢，我是人类。少骗我了，我们这里怎么可能会有人类呢？我是通过那个空间通道特意过来找你们的，你快带我去你们变异兽的藏身地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，你这可恶的丧尸！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，10几只变异兽走了出来，领头的是一只狮子模样的神兽，而且实力竟然也高达9阶。你好，我是小唐，是一名人类，我对你们没有恶意，我是从空间通道过来的，想跟你们合作。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丧尸？9阶丧尸伪装成人类也不是不可能。怎么跟你们说呢？我是从蓝星过来的，我的家乡同样遭受到了丧尸的入侵，和我一同前来的还有一只大黄狗，等找到了它，就能证明我的确不是丧尸了。那你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星球已经跟丧尸到了最后的决战关头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人类的实力还是处于劣势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我要去请示一下兽王。不用请示了，我同意去蓝星帮助人类。此时兽王白虎从远处飞了过来，而大黄竟然就在他的旁边。大黄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主人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兽王是我大舅，我已经把蓝星的事情都告诉他了。好家伙，你不早点跟我说，我都快担心死你了。小伙子，是不是打败了那个幕后主使，丧尸就会消失？按道理来说是这样的，因为丧尸都是他创造出来的，只要干掉他，丧尸数量应该就不会再增加了，到时候我们再把残留的丧尸全部干掉就行了。对了，兽王前辈，请问生地的事情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也不太懂，因为我也只是踏入了地级的门槛，但是上届兽王曾说过，拥有领域才有成帝的资格。领域吗？那怎么才能拥有领域呢？你们人类的领域应该和异能有关，你依旧要从精神力和异能入手。听到这里，我虽然还是有些一头雾水，但是至少有了一个大概的方向。我去召集绿星上的最强神兽，随后就赶往蓝星。放心吧，蓝星有我们在，只要地级丧尸不来，我们都能应对。你也可以趁此时间抓紧领悟地级。兽王前辈，您为什么要这样不留余力的帮助我呢？因为大黄说你是千百年来难得一遇的天才，我相信他的眼光，而且我已中了尸毒，很难再提升境界了，不如赌一赌搏一搏，单车可能变摩托，毕竟打赢丧尸对我们都有好处。敢问前辈，你所说的最强神兽都是什么等级？现在我们有9阶神兽8只，8阶神兽113只，7阶神兽247只，你看够用吗？那可太够用了，有你们的支援，我们一定会战胜他们。是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兄弟们，主人说了，这一仗能打赢，回去一狗奖励一个妞子。大黄哥，什么是妞子？为什么在绿星没听过啊？妞子就是会让你爽歪歪的奖励。那堂哥能让我们这么多兄弟都爽歪歪吗？放心吧，主人，别的没有，就妞子多。堂哥，大黄又在胡说八道了，老是妞子长妞子短的，就好像他很懂似的。我可没说奖励他们这个，就算给他，他会用吗？大黄哥，妞子是什么呀？这个你不需要。那我有什么奖励？奖励你2个大鸡腿，好不好？谢谢大黄哥，我去杀丧尸了。时光飞逝，很快1周就过去，而人类自从有了变异兽的加入和变异晶石武器的大补助，华夏各地四处开花，到处都处于战斗之中。这也是末世以来人类所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反击。末世后积压已久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宣泄。此时的我在不断的去摸索中，已经对于领域有了初步的认识。通俗的来讲，只要自己能把技能转换到一个单独的空间里就行了。在这个空间里，全都是自己的异能之力，而在一个充斥着自己能量的空间里，相当于自己是主宰，
而我现在拥有多个异能。如果说领域就是自己制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异能空间，那自己把多种异能全都填充进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？一种异能所形成的领域很强大，但如果能把不同的异能组合成一个领域，互相包容，取长补短，那岂不是更加牢不可破了？随后我开始尝试，我要制造一个空间出来，而这个房间就是我创造的单独空间。首先我填充的是空间异能，下一秒眼前的桌子就消失不见了，瞬间移动到了另一个地方。紧接着我释放了时间异能，时间空间配合下，我可以将眼前的桌子静止在自己的空间中。我决定先把时间和空间领域弄出来，先让自己有了地级的实力之后，再慢慢去研究其他的领域。当我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，时间已经过去了5天。堂哥，你感觉好像有点不太一样了，是气质的问题。堂哥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层面了一般。我经过了整整5天不眠不休的努力，终于将时间领域以及空间领域的雏形给弄出来了。现在我的实力已经达到了9阶的最巅峰状态，一般的9阶在我面前还真没有丝毫的还手余地。而另一边，京都外那无人的县城里面，大人，人类中出现一个疑似9阶的人类，有点意思啊。不知道是不是大人特意嘱咐过的那个人类？人类出现9阶，意味着真正的大战正式开启。看来我们得去看看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城外的丧尸好像又多了不少呢？好像是的。要不要跟上面汇报一下？不用了吧，对方也没来攻城，不用担心。也就在此时，城外的丧尸突然有动静，无数的低阶丧尸纷纷朝着两边散开，好像在迎接着什么重要的角色。一只丧尸如众星捧月一般的走了出来，在他的身后跟着好几只8阶丧尸皇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有9阶人类的城市吗？怪不得你们迟迟不敢出手，他已经不是你们能对抗的了。他就交给我吧，9阶变异者鲜血的味道，光想想都让我沸腾。听我命令，准备攻！是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哈利哈利哇哦！8阶的牛魔吗？还有8阶的白虎，甚至还有那么多土口兽。这颗星球有点意思，这座城市更有意思。堂哥不好了，丧尸攻城了，城外出现了大量的高阶丧尸，甚至还有一只9阶丧尸。动作是真快啊！这只9阶摆明是冲着自己来。我此时没有丝毫慌张，反而隐隐有一丝丝的兴奋。刚好自己才升级没多久，正愁不知道该如何快速掌握自己的能力呢。这就送了个靶子过来，只要对方不是那传说中的丧尸帝，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再怕的，正好还能试一试自己的规则之眼。想到这里，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。顶死你！我日你法海的9阶丧尸还搞偷袭，你是真的狗啊！不好，大黄有危险！瞬间移动。这个人是哪里冒出来的？我怎么没有丝毫察觉？雷电之力，俗物环绕。可恶啊！这个人类远远比想象中的还要难缠，难怪能被大人称之为变数。如果再等上一段时间，让你把自身的力量完全掌握，那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现在你还是嫩了点，我想走你还留不住我。是吗？那你再试试这个，开启异能规则之眼，开启领域空间。今天就拿你当磨刀石吧。竟然是领域，你难道成帝了吗？不对，你才是准地级。等我们真正的大人到了后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什么是真正的准地级？准地级就是同归于尽吧，人类。太可恶了，他宁可自爆也不愿告诉我。哎，有空再问问兽王吧。这是一颗金黄的9阶变异晶石飞了出来。这9阶变异晶石果然是不同凡响，拿在手中就已经能感受到它这雄厚的能量。这要是吸收下去，自己的精神力直接就瞬间补满了。不过我肯定不会这么浪费，留着以后关键时候再用。现在那只9阶丧尸已经被解决掉了，剩下的那些7阶8阶有异兽的配合也不足为惧。万茜、江月，等这次丧尸工程结束，你俩就升级8阶吧。我估计这次又能收获大量的变异晶石。唐团长，我现在就带领手下把城里的丧尸都给清理干净。好的，那就辛苦陆统领了。堂哥，你是有什么心事吗？我现在好像并不是真正的地级实力，好像是什么准地级，虽然只有1字之差，但听得出来差距还是挺大的。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差距到底在哪里。从刚刚那只9阶丧尸口中得知，不久后就会有地级丧尸降临，这让我有些不安。我准备问一下兽王，现阶段也就只有他对于地级这个实力有一定的了解了。小伙子，你不是在感悟地级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你小子该不会已经成功了吧？成功了，好像又没成功。我现在应该是准地级。那你现在拥有领域了吗？有了，而且是2个，时间和空间的。我操，你也太变态了！这么短时间就弄出了2个领域出来。兽王，你别光顾着感叹了，你倒是看看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为什么只是一个准地级呢？
如果我不能快点达到真正的地级，等到地级丧尸下来了，我们都得玩完。什么会有地级丧尸下来吗？是的，我感觉不出意外，就是下一次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。地级丧尸不可能通过空间通道下来的，以地级丧尸的实力，这种空间通道根本容不下他们。他们只要知道蓝星的定位后，他们就可以通过肉身渡过宇宙跨越而来。这么夸张吗？横跨宇宙，如果我努力的话，确实可以飞出蓝星，但是在宇宙中根本待不了多久。你的肉身强度不够很正常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掌握地级的关键。之前你问我的时候，我害怕你急于求成，所以只说了领域。但是除了领域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你的身体需要达到生生不息的地步。身体达到生生不息吗？是的，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，那你的战斗力绝对是成倍的增长。你接下来要去感受这大自然中流淌的能量，尝试着去获取它们，而不是再通过变异晶石获得精神力了。我懂了，感谢兽王指点。从兽王那里回来后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开始尝试了。只不过我之前并没有尝试过从空气中吸取能量，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。万茜，你能感觉到空气中的能量吗？空气中的能量可以啊。什么？你竟然可以感受到空气中的能量？对啊，堂哥，难道你不能吗？那你能主动吸收这些能量吗？能啊，你不能吗？我还不能。万茜感应到空气中的能量，并且能够自主吸收，这是成为地级的一个基本条件之一。看来你离成帝也不远了。万茜，堂哥就靠你带了。这有什么诀窍吗？我也形容不来啊，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了。不过这能量吸收方式跟吸收变异晶石能量的方式有些相似，估计是你平时没有想到要从空气中来吸收灵气，所以没有试过而已。开启异能规则之眼，在我这双眼睛的注视下，眼前的空气突然变得有了颜色，之前自己并没有注意过，看来这带颜色的空气就是自然之力了。随后我在万茜的帮助下，开始尝试吸收自然之力，能量入体的刹那，那原本感觉已经到达极限的身体再次获得了增强，而且不是一点半点。这小小的区域隐藏的能量居然如此之多，仿佛无穷无尽一般，一直在朝着自己的身体灌溉。不知不觉1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我感觉我现在好像已经踏入了真正的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50天，我此时已经把管城的娘子军全部接回，赶往未来城。已经成功升级为地级的我，打算进行最后的闭关，因为这里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，也是我的重生之地，哪里开始就哪里结束吧。此时各大城市都同时停止了进攻，主力人员都在冲击高阶层次，以应对接下来新一轮的丧尸大军。整个华夏再次陷入了平静之中。不过在这表面的平静下，暗流不断涌动。3天后，京都这边首先发现了异常。首长城外有不少的低阶丧尸在四处行动，自从上次丧尸攻城后，已经很少发生这样的情况了。像这种大规模的低阶丧尸出现在各个地方的情况确实很反常，你带领一支小队去看看情况，一定要打探清楚。万团长，请问堂哥还没有出关吗？还没有呢，怎么了陆统领？我猜所有的高阶丧尸现在应该都已经集中起来了，我感觉这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是的，堂哥说了，马上就会有地级的丧尸下来。这些丧尸明显已经是准备抱团固守，然后等待后援力量的到来了。不过现在整个华夏上的高阶丧尸也没有很多了，这段时间我们就提升自身实力，静观其变吧。几天后的晚上，漆黑的天空中，一道亮光突然出现。首长，远处的光柱是什么？这光明明很远，但是诡异的是，我们都能看到。不好了，难道是丧尸帝要下来了吗？万团长，堂哥出关了吗？还没有。那你能看得到那光柱吗？能。万茜简短的回答了一个字，双方都陷入了沉默。未来城和京都，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，可现在却能同时看到那一道光柱。丧尸星的通道再次开启了，而且这一次只有一条通道。我们现在只能静观其变，等待堂哥出关了。当天夜里，全国各地无数人都没有入眠，全都被那道通天的光柱所吸引。而在华夏境外，那座无人的县城，大批高阶丧尸又聚集到了一起，好像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。太好了，那位大人正在展现自己的伟大力量。这通天的光柱如同神灵降临一般，刚好可以让这个星球上的土著们看看什么叫做神迹，也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力气。只要大人出手，什么天才什么变数都只会化为大人的养分，让他更进一步。是的，一会儿大量的丧尸会借着这一道空间通道出现在蓝星上，开启最后一轮的战争。很快，大量的8阶丧尸开始通过通道来到蓝星，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8阶丧尸才全部通过。紧接着的是9阶丧尸，平日里哪怕是在丧尸星，都很难看到如此多的9阶丧尸齐聚一堂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看到这样的盛况。又1个小时后，这一次的丧尸降临才全部结束，具体的数量已经没办法统计了，反正8阶9阶的丧尸就已经把整座县城都塞满了。此时丧尸星上在空间通道的入口处，无数的高阶丧尸整整齐齐地站在这里，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。已经确定好坐标了吗？是的，大人，不算特别远。人类的高阶强者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和你会会了。随后在他们的注视下
这个丧尸地腾空而起，坚定地朝着蓝星的方向去。第二天，整个华夏依旧风平浪静，并没有7阶以上的丧尸出现，这让陆国宏也是一头雾水。统领，兽王找你。陆统领在为昨晚的光柱烦恼吗？可不是嘛，看来最终一战马上就要到了啊。最终一战嘛？对啊，丧尸侵略的每一个星球，在最后关头都会有一次最终战。当这巨型空间通道开启的时候，就是代表着这场战争要准备收尾了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才好呢？最终一战下来的全都是高阶丧尸，而且他们的目标也不会再放在那些普通低阶生物身上了。如果你们是想减少普通人类的伤亡，那可以把所有的高阶全都集中起来，然后等待丧尸过来就行了。全部集中到一起吗？是的。另外，如果丧尸地真的降临蓝星的话，那这些高阶丧尸还有一段时间不会行动。低级丧尸想要穿过宇宙过来，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这个过程时间应该不会太短。小唐好像还在闭关吧？是的，我昨晚才联系过。蓝星是目前看上去最有希望胜利的星球了，我们都尽力而为吧。据我最近对你们蓝星的了解，未来城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。我们所有人，包括变异兽，都集中在未来城吧，给小唐多争取点时间。只有他把地级实力完全掌握，我们才会有机会。好的，兽王大人，我马上就去安排。末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陆国宏统领说，要把所有的人类和变异兽高阶全都集中到未来城来，主要是7阶以上的，7阶以下的则是留在原来的城市。不仅如此，未来城里7阶以下的人类要全部都遣散出去，让他们去其他的城市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陆统领说，最终一战下来的全都是高阶丧尸，而且他们的目标也不会再放在那些普通低阶生物上了，高阶集中在未来城，到时丧尸大军应该只会攻击未来城了。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丧尸是不是真的不会进攻其他的城市，所以这还是有一定风险。可是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现在的意思很明确，整个华夏以未来成为最后决战之地，我们准备最后决战就行了。静音安排下去，娘子军现在没有升级为7阶的，明天中午之前全部升级为7阶，我们要全员参战，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姐妹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万茜团长，是什么事这么急切？马上就会陆陆续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异变者过来，在这之前，你们得把未来城这边全部都给安排好。未来城将是最终决战城市，所有高阶集中在未来城，低阶我们要分散到其他城市。未来城现在也有上百万的人口，低阶异变者才是主流，那岂不是大部分未来城的人都要迁移走？是的，如果未来城作为主战场，那这些人肯定要妥善处理好才行，太近了可不行，到时候战斗起难免会波及到他们。但是稍远一点的话，现在这外面可是有不少丧尸的，这是必须要抓紧，而且要办得漂亮点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人类最终胜利了，未来城以后可就载入史册了，而几位团长也将会在其中留下浓厚的一笔。听到万茜这么一说，3个人瞬间从愁眉苦脸变成了一脸的激动。说的对啊，这估计是未来城历史以来最大的殊荣了，这同时也是我们这辈子唯一一次光宗耀祖的机会了，交给我们了，保证安排的妥妥的。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人类跟丧尸之间的最终一战，而战斗地点选在了未来城，这一战关系着我们所有人类的未来，胜败在此一举，能够成为最终战场，这是我们整个未来城的荣幸。但是现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，我们需要大家积极配合。我知道离开自己的家乡，大家肯定会有不舍，我承诺这一战若胜利，我会亲自去接你们回家。陈城主，我们作为一名华夏人，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坚决服从组织安排，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配合。随后整个华夏所有的城市都在第一时间行动了起来，京都的陆国宏，魔都的林明生，还有留在管城郭宇的虎豹团。不过相比较未来城而言，他们就简单许多了，他们要动的只是7阶以上的异变者，根本不用担心路上的危险。所以差不多1周的时间后，整个华夏大部分的7阶以上异变者都会聚集到未来城来。城墙得加高，还得加厚，上面要多做点炮口出来，方便大家使用。城主你就放心吧，我们挠干，哐哐干，保证1天就给你搞定。行吧，你们加油干，有什么要求直接提就行了。3天后，万茜团长，这就是小唐闭关的地方吗？是的。灵魂探测，大量能量聚集，精神力比以往更加浑厚。我现在都已经看不清小唐的真实实力了，没想到他的天赋居然如此的惊人，就算是上界兽王在世，也不会比他更强了。而此时我已经感觉到了外面兽王的气息，但是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分心，连兽王都出现在了这里，足以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。但越是这个时候，反而越不能急，只有尽快完善地级境界，才能够真正的带领大家走向胜利。这段时间闭关，我再次发现了很多规则之眼的神奇之处，
说不定这双眼睛会比领域更加强大，成为真正的杀手锏。时间很快又过去了5天，这5天里，未来城所有的低阶已经全部都转移了出去，而陈刚作为未来城的主人，这几天脸都快笑僵硬了。这来的人最差也是7阶，8阶数不胜数，9阶也不在少数。陈刚也没有这个能力，能够分出所有人的实力，只能见到谁都笑脸相迎了。万茜团长，小唐兄弟现在什么情况？陆统领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前几天兽王已经去看过了，可是他也看不出什么来。现在只能希望那地级丧尸不会这么早就出现。陈刚城主，陆统领，您说，我这里有一批武器，还得麻烦陈刚城主协助我们的人一起安装一下了。这批新武器，也就是京都最后的秘密武器了，7阶变异晶石为动力的变异能量炮。这东西就算是京都全力以赴的研究，最终也只弄出了10台，但不要小瞧这10台，等大战开启，肯定会给丧尸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陆统领，放心，我马上就安排人安装。宇宙永远都是最神秘的地方，在这里你不知道会存在什么样的危险，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离奇事件。此时，那只地级丧尸正在朝着蓝星赶路，哪怕在面对神秘的宇宙之时，他依旧尽显从容淡定，这就是地级真正的表现。好像不远了。同一时间的未来城里，万茜团长，你觉得我们现在的胜算有多大？如果堂哥没有及时出来，胜算几乎是0；如果堂哥出来了，我相信是100%。但是如果认真分析双方的实力差距的话，人类的胜算真的很低。绿星已经够强大了，可是他们依旧输了。其实陆伯宏想说的是，人类可以学绿星，给人类留下一点火种。万茜是个聪明人，一眼就看出来了他的意思。陆统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是我不认同，人类已经没有退路了。这一战要么胜，要么亡，我们必须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。难道陆统领觉得，如果我们真的输了，留下点火种就有希望了吗？眼前的绿星就是结果，除了抱头鼠窜，等待着慢性死亡，还能做什么？既然如此，还不如干脆点，不成功便成仁。陆伯宏就这么看着万茜，这一刻，他觉得万茜并不是一个20岁出头的小女生了，她就是那个敲钟人，一下就把自己给敲醒了，同时也唤醒了他作为军人体内的血性。这段时间他身上肩负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，让他畏首畏尾，已经有些失去了自己。但是现在他已经明白了。万茜团长，我太惭愧了，谢谢你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第二天下午4点，就在这一刻，未来城所有的人类全都抬起了头，看向了天空，一股极其强悍的气息如从天外降临。可能是因为能量太过于强大，好像遭受到了蓝星意志的排斥，在付出了一点点小的代价后，地级丧尸成功降临了蓝星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。末世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有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此时，远在华夏之外的丧尸城里，所有的丧尸全都匍匐在地上。地级丧尸并没有在意这些跪拜着的丧尸，甚至对于那些9阶丧尸都没有多看一眼，旁若无人般走进城内，眼神中到处都充满了好奇，一直走到城市的最中间。地主，根据我们打探的消息，目前所有7阶以及以上的人类已经全部聚集在了一座叫做未来城的城市里。看来他们是知道我已经来了，聚集到一起也好，省得我浪费时间玩猫抓耗子的游戏。那我们就直接去吧，直接把他们一锅端了。但是他们中有一个踏入地级的人类，实力很强，杀了我们不少的兄弟。这个人也就是大人口中的变数。管他是变数还是天才，这茫茫宇宙中，目前只有2个让我害怕的人，一个就是黑袍大人，而另外一个则是那已经被黑袍大人所镇压的白袍老者。除此之外，我再没遇到过对手，而在这蓝星更是不可能。明天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冰冷的声音响彻整座巨城。当天夜里，整个蓝星都下起了大雨，好像是知道了要到来的大战。这一晚，无数人陷入了失眠中。听说你们有个踏入地级的人类，怎么了？你是想来试试吗？呵呵，试试。恐怕你们那个所谓的地级还在闭关，现在没有办法出来应战吧？真是可惜了，本来以为到蓝星可以和地级人类切磋切磋，看来也没机会了。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归，实在有些让我失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毁灭吧。随后，无数高阶丧尸冲了过来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身后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，握紧手中的刀，一起战吧！同一时间，所有炮火齐声响起，人类和丧尸之间的种大战彻底被点燃了。蓝星上的人类是目前9个星球中最聪明的，如果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发展，说不定还真能弄出一些可怕的东西出来。可惜了，没有跟自己智慧相匹配的实力，那就注定要毁于一旦。想凭借这些东西就妄想阻挡住丧尸的进攻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火系异能者顶上，随后一条条火龙咆哮着朝着前方的丧尸大军冲了过去。王科准备异能，淡淡的金光出现，笼罩了整个战场。这金光能量属性很高啊，而且还有些克制丧尸。可惜是一个刚踏入9阶的人类，实力太弱了，无法施展出它属性的全部威力。不过这个星球确实很特殊，也出现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。如果不是大人着急吞噬他们，我倒是真希望他们再成长一段时间，
到时候说不定会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发生。人类的战斗型九阶都还没出手的吗？你们这些九阶是想着一起对付我的吗？看来你们这些生物根本就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你们就一起上吧。话音刚落，郭宇已经率先忍不住了，眼睛出现一丝血色，这是狂暴的表现。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给激发了出来，不管是力量还是速度，都已经达到了巅峰。面对如此凶悍的一击，地级丧尸都没有多瞧一眼，只是淡淡的伸出自己的左手。天赋和能力都还不错，但是没用。看我的吧，虎震山林！你也只是个准地级而已，比他们强不了多少。你们绿星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！你们还要垂死挣扎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拖延时间没有任何意义。城内那家伙再快也要7、8天的时间，而这段时间已经足以灭掉你们全部了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来。7、8天的时间，他们根本没有人能够挡住这地级丧尸的进攻。呵呵，我给你们足够的尊重，能死在我的地级领域下也不冤了。当领域出现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已经明白势不可为了。紧接着，无数异能之影子全都朝着地级丧尸身上打去。可是这一切都是徒劳，而那些乱七八糟的异能，在地级丧尸一个时间就全都消失不见了。在他的领域里，他就仿若神明。全体娘子军听令，握紧手中的钢刀，随我冲锋！既然这么急着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吧。我堂哥的人也是谁都能动的。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，几秒钟后，漫天的漆黑缓慢消失，而这几秒钟已经足够我做很多事。我将所有的人全部转移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太好了，堂哥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们不会有事的。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，你们先休息一会，我去会会那个地级丧尸。这个人类的气息确实很强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这个史上最短时间成帝的人类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。时间领域果然有自傲的资本，所有异能空间为王，时间为尊。雷系加时间系嘛，果然很强。你竟然还是一个空间系，瞬间移动吗？越来越有意思了，让你试试我的读物吧。我精灵一族天生亲近自然，得上天眷顾，拥有生命之力，而我堕入黑暗，成为丧尸。这生命之力跟丧尸的尸毒相结合，变成了现在这诡异的毒物，自补自身却侵蚀万物。既然都堕落了，那就还是毁灭吧。还有什么招数？尽管放马过来吧，好久没那么畅快了。那就再让你长长见识吧。开启异能规则之眼。好了，结束吧。他的眼睛怎么回事？这是刑天的规则之眼吗？这家伙隐藏的也太深了吧，居然还有这种能力。最终这只地级丧尸在我的规则之眼下，终于去见上帝了。是降临，丧尸爆发席卷全球，原本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丧尸的影子。重生后的我该如何生存下去？此时在遥远的宇宙深处，看来你的计划要失败了。人类那小子已经踏入地级，恐怕连你也没有办法了吧？真是可恶啊！他居然可以把地级丧尸杀掉，要不是为了镇压你，我早就亲自去解决他了。不过你忘了，我已经吞噬了8个星球了吗？实力还是远在他之上，我要让他尝尝惹怒我的后果。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等我吞噬掉蓝星，就能把你干掉了。黑袍男子随后伸出了右手指向了蓝星，原本平静的宇宙突然开始旋转，随着速度越来越快，一道巨大的空间通道出现在他面前。我要让那小子知道激怒我是没有好下场的，都等着被我吞噬吧。与此同时，在宇宙的另一边，太好了，堂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主人，什么时候不行？堂哥什么时候都很行。就在大家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时，可是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心里反而越来越不安。这是一颗金色的地级晶石从丧尸体内飞了出来，这地级变异晶石果然不同凡响。我估摸这能量如果释放出来，可以把整个蓝星炸毁。怪不得那幕后黑手要选择培养最强者，最后杀掉强化自己了。这能量果然强大呀！就在这时，天空上一个巨大的空间漩涡突然出现，整个蓝星好像突然动了一般，居然朝着漩涡缓缓移动了过去。难道这就是那个丧尸的幕后黑手所为吗？难道他要开始吞噬蓝星了吗？难道我放下的狗胆又要重新提起来了吗？舅舅，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？看来那个幕后黑手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你的突破已经威胁到了他。小唐，这是我绿星的本命之源，加上那颗地级丧尸的变异晶石，你抓紧吸收了吧，也许只有这样你才能有一战之力。毕竟那个幕后黑手已经吞噬了8颗星球，实力还是要比你强很多的。那就多谢兽王前辈了，
此时的我也没有推脱，一把接了过来。另外，我看这吞噬的速度，蓝星大概3天时间就能抵达幕后黑手那里。趁这段时间，你抓紧把那能量都吸收了吧，整个蓝星的生死存亡就都靠你了。分别众人后，我再次选择了闭关，因为提前出关导致我的领域并不是很完善，除了要吸收那庞大的能量，我还要趁着短暂的时间再次完善一下领域。3天时间很快过去了，我也终于把领域和那庞大的能量全部吸收。此时的蓝星距离幕后黑手所在的区域已经很近了。堂哥，你成功了吗？是啊，成功了，接下来就是这最后一战了。堂哥，我要和你一起去，因为末世开始就是你一路陪着我，这一战不论生死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。主人，我也要去，到时打不过，我带着你跑路。我们一定会胜利的，那就出发吧。说着，我们便朝着漩涡的方向瞬移了过去。老家伙，看到了吧？蓝星很快就要到了，等我吞噬了他，最后再来收拾你。这老家伙实在是难缠，如果不是中了尸毒，无法吸收恢复能量，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呢。不过等自己解决掉这群讨人厌的蝼蚁后，就可以完全碾压这个老家伙了，彻底毁灭吧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终于瞬移到了幕后黑手所在的区域。你的对手是我，蓝星可不是能随意毁灭的。真没想到你一个人类竟然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踏入地级，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，但这又如何？空间规则吗？都到了这种境界，居然还拥有蝼蚁一般的感情，结局已经注定，那你就去死吧。呵呵，瞬间移动吗？我们之间该做个了结了。你这人类实力确实不错，但还是太过于自信了。才刚刚踏入地级，就觉得能胜过我吗？让你感受下我的地级尸毒领域吧。可恶啊，这个毒性太强了，还限制了我的行动。再给你加点料吧，灵魂封印。你中了我的尸毒，就慢慢等死吧。可恶啊，难道我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吗？好不甘心。人类，你忘了你的规则之眼了吗？对啊，我的规则之眼能够看透世间万物运行规则，看我的吧，规则之眼。然后金光涌现，瞬间打破了尸毒领域以及灵魂封印，随后和黑衣人展开了300回合的战斗。看来想战胜眼前这人类得下点本钱了。突然他身上爆发出了一种狂暴的气息，看来这家伙要拼命了。可恶，他怎么消失了？怎么样，还有什么招数吗？我看你还怎么挣扎。呵呵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允许你踏足蓝星半步。来吧，继续。又经过了10几分钟的激烈之风，并没有分出胜负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人类的双眼就在刚刚好像闪过了一丝诡异的红色，难道我是因为能量消耗过多产生了幻觉吗？去死吧！你这是刑天的规则之眼吗？你是看穿我的弱点了吗？那你可以瞑目了，这个无尽的黑暗就是你的目的。最终，幕后黑手终于被我击杀，他的能量核也飞出体外。这能量核和之前的变异晶石差不多大，但其中蕴含的能量简直无法估量。万幸最后规则之眼找到了他的弱点，要不然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。随后我开始吸收能量核中的能量，开始快速朝着我的体内涌入。5个小时后，我终于将黑衣人的能量全部吸收。此时的我应该是全宇宙最强的了。人类，黑衣人已经死了吧？解决了，解决了就好，从此宇宙中也可以重归平静了。这一鞠躬是感谢前辈对我的照顾，如果没有前辈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这一鞠躬是感谢前辈对蓝星的照顾，如果没有前辈，蓝星可能活下来的人还不如现在的1/10。这一鞠躬是感谢前辈对黑衣人的牵制，给我们最终胜利争取了时间。3鞠躬结束，我没有去解开封印，反而拔出了武器。呵呵，很敏锐的小家伙，你是怎么发现问题的？因为我的规则之眼感知到，您的能量其实比黑衣人的更强大。光凭这一点，你就否定了一直以来帮助你的恩人？如果只是这一点，我还不会怀疑。但是我还感知到您和黑衣男子的能量是同源的，同属于一个生物。下一秒封印突然消失，果然这封印对他来说根本就是百试一般。敢问您跟那黑衣男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是这片宇宙的第一个生物，或许也是人。我一出生就已经超脱无敌而又孤独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走遍了这片宇宙的绝大部分地方，也发现了不少的生命星球。可这些星球上的生物实在是太弱了，我想变得更强大。于是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分出了另一个自己，斩断他所有的记忆，给他灌输了另一段记忆。当你拥有一个大敌的时候，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弄死他，而我就是鞭策另一个我成长的那个大敌。宇宙深处，我和白衣男子终于交上了手。
时间一分一秒度过，战场中心随着一开始的气势磅礴慢慢归于平静，并不是说两人的战斗不激烈了，反而更表示着两人都已经拼命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，甚至可能已经进入了空间裂缝之中战斗。3天后，太好了，那是主人，看来主人胜利了。堂哥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吧？伤势有点严重，不过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走吧，回家。万茜和大黄一左一右搀扶陪伴着小唐，宇宙中3人的身影越来越淡，直至消失不见。